见过镇南王世子世子妃。刘太医在哪儿？本世子要见他。这刘太医正在西城帮助难民治瘟疫呢。世子爷世子妃，先进府喝杯茶，我这就派人去传刘太医。不用了，你带路去西城。西城都是瘟疫病人呐，这世子妃当真要去？知府大人不会是怕死不敢去吧？不是，下官这就带路。世子爷世子妃，这边请。坐马车去西城，一路上哀嚎声听得人心都碎了。从马车内下来，知府便道：快去把刘太医请过来。明媛和楚墨尘在一旁等了半盏茶的功夫，官兵跑过来气喘吁吁道：刘太医不见了。怎么会不见呢？我去传刘太医，刘太医问是谁找他，我说是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刘太医就说内急，去茅厕方便。我等了会儿，见他迟迟不出来，进茅厕一看，已经不见他人影了。这刘太医跑什么呀？赶紧追，别让他跑了。官兵身子一颤，没敢耽搁，赶紧带兵去追跑了的刘太医。刘太医的药方呢？我要看看。知府大人心知不妙，忙差人去取药方。这刘太医带着药方来，说是朝廷派他来赈灾的。这药方管用不管用，下官也不知道。前2天就有难民陆续死亡，太医说是药方管用，不然这会儿死的人更多了。下官也没敢怀疑，就让太医继续治瘟疫，直到前一夜死了100人，下官怕了，这才匆匆派人上报了朝廷。知府大人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刘太医，所以刘太医拿着任命书，知府大人就信了，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很快官兵就拿了药方来。这哪是治疗瘟疫的方子，这就是治寻常伤寒的药啊！这是在罔顾难民的生死。知道是瘟疫时，皇上就派刘太医来解瘟疫，能这么快得到消息，又岂是寻常人？赵院正身子一凛，明媛深呼一口气，不是针对皇上，就该是针对我们和江湖郎中的。明媛朝难民走去，帮难民把脉。知府大人亲自端来笔墨纸砚，明媛写下药方。快点抓好药送来。还有历城外的村庄和镇子，药方誊抄了过去。大人，那贾太医被人杀了，我们只找到他的尸体。知府大人脸色难看，望向楚墨尘和明媛。楚墨尘脸色没什么变化，这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明媛脸色就难看得多。但人死了，死无对证，能怎么办？这事等回京禀告皇上和王爷，让他们做主。他的任务是治疗瘟疫。明媛留在西城，到了晚上又熬了药让他们服下。还有那些有点头疼脑热的，也都喝一碗。有病去病，没病最好。到了第7天，1夜过去，无一人病逝。之前病入膏肓的难民也恢复了七七八八，明媛彻底放下心来。历城知府也松了一口气，上奏朝廷替明媛和楚墨尘还有赵院正请功。历城的瘟疫解了，世子爷和世子妃打算哪天启程回京啊？我们打算明天就启程。历城的瘟疫虽然解了，但还有点不大放心。赵院正多留3、5日，以确保周全。世子妃考虑的周到，那我就多待几日。第2天早上，明媛他们在楼下吃早饭，刚吃了个半饱，哐当一声，有碗砸地声传来。楚墨尘回头，就看到暗卫和护卫接二连三地倒在桌子上，还有喜儿和雪雁。知道世子妃医术高超，所以就你们这一桌饭菜没有下蒙汗药，没想到吧？楚墨尘抽出软剑，将明媛护在身后。镇南王世子不必担心世子妃，世子妃医术高超，就这么死了，太过可惜。我要留下你，为我所用。我看你不是不杀我，而是不敢杀我。世子妃笃定，如我这般一出门就遭受杀身之祸的，没点把握，我敢贸然离京吗？要我命的可能是哪些人，我心知肚明。我不主动害人，
但凡是算计过我的，我都会报复。如晋王，如陈国公，如孙贵妃，我在他们身上都下了毒。有些潜伏期是1年，有些是3年。我下的毒，这世上只有我能解。今日我和相公死在驿站，他们只是晚些来给我们陪葬而已。好一张伶牙俐齿，你以为你的话我会信吗？孙贵妃半边身子麻痹，现在应该还没好全吧？狼环郡主一头白发，她应该是最快来陪我们的。无需和他们废话那么多，杀掉镇南王世子，活捉镇南王世子妃。他死，我也不会活。真傻。明媛退到角落里，等黑衣人过来时，一股异香传来，身子一软就倒在了明媛跟前。就在刺客杀过来的时候，一道黑影闪进屋，魏明成替楚墨尘挡下一剑。又来一个送死的，正好一并除了。还有我，定北侯世子是镇南王世子妃的兄长，他赶来救人无可厚非。楚大少爷也赶来，镇南王世子被杀，对你长房来说百利而无一害，你竟也会帮他们？这是我镇南王府的家务事，就不劳阁下操心了。我们兄弟内斗，就算杀得你死我活，也与外人无关。哈哈哈，只怕楚大少爷的爹娘不是这么想的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次刺杀也有你爹娘一份功劳，楚大少爷是要拖他们的后腿吗？你少挑拨离间。是真是假？难道楚大少爷心里没数吗？你爹娘管教不好儿子，我今儿个就带他们好好管教管教你。先别急着动手，先把话说清楚。这一次刺杀真的有长房一份。难道镇南王世子妃还想报仇吗？你说呢？停歇了片刻的驿站又打了起来，明媛嘴角划过一抹冷笑，他就站在一旁看着。渐渐的，楚墨尘朝他靠拢，然后刺客体力不支，被魏明成一剑封喉。你给我们下毒！我都跟你打好招呼了，瞪着我做什么？难道我刚刚没有告诉你们，我不做没把握的事？当然，这一次下毒的不是他，是楚墨尘。在看到暗卫和护卫倒下时，明媛第一时间就把解药给他服下，然后把毒药塞给他。他将毒药涂抹在剑上，正大光明的涂毒药，刺客还没有察觉，只当他是在摆姿势，好准备大开杀戒。在打斗时，涂在剑上的毒药散开，过招的刺客无一幸免。彼时魏明成也有点头晕了。我不会也中毒了吧？明媛赶紧从怀里拿出解药给魏明成和楚墨风服下，不只是他们，还有晕倒的护卫和暗卫也都要服，以防万一。明媛用银针将暗卫和护卫扎醒，赵峰他们醒过来，看着客栈内打斗的痕迹，吓了一跳。爷，怎么处置他们？杀了吧。赵峰没有多说什么，只当他们醒来之前已经盘问过刺客了，手起刀落，将刺客一个个抹了脖子。有逃的吗？应该没有。没有就好，不然又该给楚墨风惹祸上身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发生啊！我这就把刺客尸体拖下去埋好。今日客栈一切正常。四弟，大哥，你不用，我心里明白。那我先回京了。你我一起来的，一起走，看看谁先到京都。好。一路上都没再出什么意外，马车徐徐在镇南王府门前停下，两人进府。只是往前走了100余步，就看到钱妈妈扶着老夫人走过来，两人去的方向是王爷的外书院。老夫人去找父王，是出什么事儿了？户部尚书吴府老夫人今儿中午病逝了，这吴尚书要丁忧3年。今儿穆老夫人登门，想替穆大老爷谋那个位置。你不去看看？你想去？当然想去看看了。万一老夫人说动了王爷，我还能拖拖后腿。父王不会帮忙的。你确定？父王向来只管分内的事，再者，父王手握兵权，每年发军饷是父王最头痛的一件事。父王一要军饷，户部就站出来说没钱。
父王都听腻了，这位置当然要自己人了。王爷，世子爷世子妃来了。进来。看到明媛和楚墨尘进来，老夫人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下。一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父王派了那么多暗卫和护卫保护我们，刺客来就是自寻死路，大概是怕了，只放了几支箭就逃了。没事儿就好。你们走后这些天，你们的母妃一直担惊受怕，食不安寝不稳的。如今你们毫发无损的回来，她也能安心准备行儿迎娶嫣儿过门的事宜了。此次行儿迎娶嫣儿，也算是我镇南王府与穆家亲上加亲。穆老夫人一得知户部尚书要丁忧的消息，就来找我，希望王爷能帮穆大老爷争取这个位置。户部尚书的位置，皇上已有人选。皇上信任王爷，只要人是王爷举荐的，皇上一定会任用。穆大老爷不合适户部尚书的位置。王爷，你和穆大老爷即将结成亲家，帮他就是帮你自己。老夫人不必再说。我已经尽力了。老夫人这话倒像是说给谁听似的。周妈妈进屋来，明媛正在床上翻滚，那样子看得周妈妈直摇头。这些天府里没出什么事吧？我来就是和世子妃说这事儿的。你和世子爷离京后，郎环郡主请表姑娘来了几回。表姑娘？是哪个表姑娘？还能是哪个表姑娘？肯定不会是苏家表姑娘呀。之前郎环郡主给表姑娘下巴豆呀。世子妃离京之前，郎环郡主跪下认罪。东王爷和东王妃难道没去定北侯府赔礼？我派人回侯府打听了，没有这回事儿。要不是多留了个心眼，差点就被郎环郡主给耍了呀。世子妃，世子爷让你去书房一趟。相公找我来何事？三哥来替郎环郡主催你要解药。是为了这事儿啊？那有劳三少爷回去替我催郎环郡主，早日让东王爷、东王妃去定北侯府赔礼道歉。我一知道这消息，3天之内就会把解药送上。四弟妹一定要东王府身败名裂不可吗？得饶人处且饶人。郎环郡主就一定要白发变青丝不可吗？她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难道三少爷爱的只是郎环郡主那张脸，而不是她的蛇蝎心肠？楚墨行一口气提到嗓子眼儿，差点没噎死过去。他望向楚墨尘，三哥护着郎环郡主，我岂能不护着自己的世子妃啊？楚墨行无话可说，看看楚墨尘，又看看明媛，转身离开。皇上派德顺公公来宣旨，明媛和楚墨尘去前院接旨。皇上赏赐了明媛不少东西，绫罗绸缎不必说，光是良田就赏了400亩。明媛跪谢圣恩，德顺公公笑道：这些天呀，世子爷世子妃劳累了，皇上让你们得空了再进宫谢恩。明媛接了旨，然后送他出府。巧的是，他们刚上台阶，那边穆大太太和穆大老爷进府。肯定是为了礼部尚书一职来的。不得胡说。很快侯府就要大喜了。什么大喜啊？德顺公公笑了笑，留下一个傻丫鬟的眼神，便坐上马车回宫。原来德顺公公说的大喜是指这个呀。侯爷官升一级，侯府大喜。世子妃是今儿回去道贺吗？当然要回去了。明媛让周妈妈准备贺礼，她去和王妃说一声。结果王妃不在恒芜院，明媛又追去了长辉院。难怪王爷不帮穆大老爷争取户部尚书的位置，原来王爷更向着北定侯啊。大嫂这话就不中听了，这事儿王爷未必过问了。户部尚书的位置不是小事，王爷又是朝廷重臣，深受皇上信任，皇上肯定会问王爷的意思。以王爷的权势，他要真心想扶穆大老爷坐那位置，那位置就是穆大老爷的。父王更向着我父亲，有何不可？直截了当地问，倒是把大太太给问懵住了。
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倒是大伯母清闲的，大少爷的亲事不疾不徐，反倒对三少爷的亲事比谁都上心。不知道的还以为三少爷才是大伯母的亲儿子呢。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镇南王府的下人都敢随便偷换府里的小少爷了，我这个世子妃暗讽几句有什么不能的？万一长房也有这样的下人呢？好一个世子妃，好的不比，居然要和王府下人相提并论。明媛也只是说一句，大嫂这么大怒气做什么？这只是说一句吗？这已经是把我们镇南王府的脸面放在脚底下踩了。前不久大少爷才救了你和陈儿，世子妃就这么气大太太，说不过去吧？三婶不说，明媛都忘了。这一提，对郎环郡主的怒气又涌了上来。三太太嗓子一噎，大伯母向来护着郎环郡主，护着一个差点要我命的人，换做三婶，能拿大伯母当做救命恩人看待吗？大太太气得吭哧吭哧，最后甩袖子走了。来找母妃可是有事？父亲升了官，明媛打算回府道贺。是该回府道贺。王妃替明媛高兴，王府也该送份贺礼去。王妃便起了身，让明媛一并带去。老夫人在想什么？我在想世子妃说的话。这不可能，三房能想到的事儿，长房也想到，有什么不可能的？老夫人是真多心了。王妃亲口说的，她生下孩子后，问婆告诉她，大少爷身上没长胎记。您忘了，大少爷身上是有胎记的。倒是把这事儿给忘了。瞥了钱妈妈一眼，老夫人心隐隐有些不安。三太太不喜猜测，她起身走了出去。大嫂怎么又回来了？别提了，都被世子妃给气糊涂了，一时气不过，想把夫人骂一顿。等出了门，反应过来可能是世子妃在挑拨离间，岂能上她的当？大嫂和她见什么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怎么能不生气？太伶牙俐齿、目中无人了些。陈儿腿脚好了，世子妃既不圆房，也不离府，不知道她想做什么。大太太眸光闪了闪，脸上的笑意更深。啊，世子妃脸怎么红成这样？哎，别提了，世子妃刚刚没注意撞人了。你跑来做什么？表姑娘来了。表姐，我正打算回侯府呢，你怎么来了？我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舅舅升了户部尚书，刚刚听海棠说的。我来找表姐是有别的事。什么事？郎环郡主为下巴豆的事向我道歉，她愿意帮我达成所愿。表姑娘是糊涂了吗？竟然相信郎环郡主会帮你啊！她之前是针对了我，她已经诚心跟我赔礼了。有她和表姐帮我，我想……你知道郎环郡主为什么杀北鼎侯府大姑娘吗？不是丫鬟杀的吗？丫鬟和北鼎侯府大姑娘无冤无仇，杀她做什么？表姐的意思是，郎环郡主她……现在你还觉得郎环郡主是无缘无故给你下巴豆的吗？谢婉华咬唇不语。表姑娘最好别和郎环郡主来往，她和东王府差点要了世子爷和世子妃的命呢。郎环郡主的白发真的是表姐你下的毒？是我下的毒。郎环郡主是不是找你说情？世子妃，世子爷问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和表姑娘有什么话去定北侯府再说也一样。表姐先回侯府吧，我去郎环郡主那儿一趟。婉华表妹做什么之前最好想清楚，我和郎环郡主不可能和好，只会势不两立。谢婉华心头一震，她没再去找郎环郡主，而是跟随明媛和楚墨尘身后一起回了定北侯府。还以为镇南王2个儿子会争世子之位，争得不可开交，没想到内里竟这般和谐。东王爷居然举荐侯爷做礼部尚书。爹爹，你的礼部尚书一职是东王爷举荐所得？明媛问的声音有点急，有点大。那大人正好被李总管领着进府，闻言嘴角闪过一抹得逞的笑。这礼部尚书一职，皇上早定下我了，只是在朝堂上商议的时候，
东王爷站出来举荐的我，所以大家才认为是东王爷举荐的功劳。明媛望向楚墨尘，楚墨尘点点头，给了赵峰一个眼神。赵峰会意，把带来的贺礼递给喜儿，便骑马离开。出什么事了？不是什么大事，爹爹先招呼宾客，等弄清楚了再告诉你。楚墨尘去找魏明成帮他招呼宾客，明媛则和谢婉华去了内院，陪苏氏招呼来道贺的贵夫人和大家闺秀。世子妃，赵峰打听出来了，东王爷昨儿曾收买德胜公公，德胜公公没收他贿赂的银票，说是皇上已经决定让侯爷补上户部尚书的空缺了。这边明媛够生气的了，偏偏还有不知情的，如老夫人，还要苏氏准备厚礼去东王府道谢。怎么了？上回我和相公差点摔下悬崖，有东王府一份功劳，我气不过，给郎环郡主下了毒。东王府本该来侯府向爹娘赔礼认错，但是并没有来。这一回父亲出任户部尚书，与东王爷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要不告诉我，我还打算明儿就送贺礼去东王府。我要去皇上跟前参他一本。岳父大人何必急于一时？郎环郡主所中之毒，只有明媛能解，东王府必定要登门赔礼。等罪证确凿了，再参他也不迟。用不着几天了。回了王府后，明媛没有回沉香轩，直接去了浮云轩。没想到东王爷会主动举荐我爹。我东王府这份赔罪的诚意够了吧？不能更满意了。那你什么时候把解药给我？明媛从怀里掏出一小药瓶，丫鬟上前接过药瓶。怎么不服下？我待会儿再吃。明媛笑了笑，转身离开。你耍我？这么生气做什么？我也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你什么意思？东王爷明明知道皇上已经打定主意让侯爷做户部尚书，还故意在大殿上保举侯爷，让大家误会侯爷的尚书之位是东王爷举荐所得。你东王府的诚意我感受到了，满满的都是敷衍和戏弄。我解毒的诚意，不知道郎环郡主感受到没有？郎环郡主气得身子站不稳。你什么你？你可以滚了。丫鬟扶着郎环郡主走。忘了告诉你，我没耐心等你和东王府再想别的幺蛾子来逃避赔礼认错，所以我加剧了你体内的毒性。明儿一早好好照照镜子，你会惊喜地发现你苍老了1岁。当然了，这2、3天感觉不会明显，毕竟你年轻，等过个5、6、7、8天你就能体会到了。我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喜儿，送客。和我们家世子妃耍花样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自取其辱。1000两，记得找郎环郡主拿回来。1刻钟后，喜儿就回来了。进门的时候一脸灿笑，手里的银票当绣帕一般招摇。世子妃，银票奴婢拿回来了。给我拿几颗珍珠来。世子妃要珍珠做什么？去拿吧。明媛拿了5颗，起身去了后院。他不小心撞伤了楚墨风，得给人家驱伤疤。之前乌漆抹黑的驱伤疤药，直接说没有的，肯定不能再出现。明媛不想费力气把黑色去掉，再者去掉颜色，味道还在，大夫一看便知，所以他打算换成效果更好的珍珠膏。这是做什么？捣成珍珠粉做药膏。世子爷，你劝劝世子妃，这样太奢侈了。一定要这样的珍珠吗？丑点的行不行啊？只要是珍珠就行，丑美无所谓。你等着，我去给你拿点丑珍珠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黎州上缴的40万两盐税在送进京的途中被抢，且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一接到消息，靖王爷便来找王爷商量该怎么办。这事儿皇上还不知道，一旦知道，非得气晕不可。来找父王有事？我记得前2年在父王书房看到不少丑珍珠，那些珍珠还在吗？要那些丑珍珠做什么？明媛要拿珍珠做药膏，我想那些应该也一样。那药膏是做什么用的？去伤疤的。之前那种黑乎乎的药膏是用珍珠粉调制的。明媛说比那种效果还要好。世子妃，世子爷回来了。
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楚墨尘把箱子打开，明媛心都狠狠地颤抖了下。哪来这么多异形珍珠？我也不知道。父王说这样的珍珠它有10箱，甚至可能更多。10箱？还可能更多？父王让我帮他问问，这些珍珠能不能做珍珠膏？如果可以的话，他想把10箱珍珠都变成银票。你们家不会是养珍珠的吧？珍珠不都是从海里采摘的，也能养吗？当然能养了，只是古代应该没有淡水养珍珠的技术，所以他才更好奇，王爷是打哪儿采摘了这么多的异形珍珠。可以用，能用就好，我们这就回去回禀王爷。他们高兴，明媛也高兴，他的铺子即将开业，正愁拿什么做主招牌。现在有这么多珍珠给他调制珍珠膏，简直是困了有人给他递枕头，口渴了给他端茶。有这么多丑珍珠，世子妃用起来就不用心疼了。还不赶紧过来帮我研磨，我也好多调制点珍珠膏。说完，明媛望向楚墨尘，父王要把那些珍珠变成钱，他很缺钱吗？我没问，但父王说这话应该挺缺钱的。那我尽快帮父王把珍珠变成钱。刚刚世子爷急匆匆去了外院找王爷，没待多久就从书房抬了一口大箱子回了沉香轩。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不知道，箱子直接抬进了后院。真是小瞧了他们俩，已经开始往沉香轩搬东西了。好了，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也知道不该管，但你就不好奇王爷给了世子些什么东西吗？整个京都都知道王爷手里有钱，但谁知道他的钱是打哪儿来的？万一偷偷全给了他们俩，谁知道呢？国公爷生前有多偏疼王爷，难道老爷你都忘了吗？国公爷给你的不可能会比给王爷的多，最后爵位还被王爷给抢了去。这事儿啊你出面不合适，让三太太去管。是我有事让晨儿和世子妃帮忙。有什么事儿邢儿和郎环郡主也能帮忙，而且做的只会好不会差。王爷都不给他们机会，邢儿从小不在王爷王妃身边养大，王爷这样只会让邢儿越加不敢和你亲近。邢儿和郎环郡主能不能帮忙，本王不会一点分辨能力都没有。邢儿不比晨儿差，王爷也该给邢儿和郎环郡主一个机会。既然你们都觉得本王是偏袒晨儿和世子妃，不给邢儿和郎环郡主机会，本王要是不表态，还真叫你们误会了。你们执意要帮邢儿揽他办不到的差事，我可以给他机会尝试，但他和郎环郡主办不到，你们帮他办好。本王不要求你们办得多好，不比世子妃差就行了。再抬一口箱子来。1刻钟后，一口大箱子就抬到了长辉院。怎么会是珍珠？还是这么丑的珍珠？世子妃要调制珍珠膏，晨儿知道我手里有这些废珍珠，找我要一点，我便让世子妃帮我把这些废弃的珍珠变成银票。你们觉得郎环郡主和邢儿也能办到，本王现在给你们机会了，东西就在这里，回头世子妃给我挣回来多少钱，你们就给我多少，少1两，我从宫中扣下来。丢下这一句，王爷抬脚就走了。这是怀疑王爷给我的不是丑珍珠呢。大嫂多心了，只是三婶觉得珍珠数目不同，三哥会吃亏，找祖母抱怨，祖母烦了才让我换一箱子，好让三婶死心。都是珍珠，四嫂不会不同意吧？的确，都是珍珠，没什么不同意的。明媛让人把大箱子抬出来。竟然真的是丑珍珠！明媛抓了一把丑珍珠放进她的箱子里。我用了一小把，不占你们便宜。另外告诉你一声，这一箱子我能挣10万两。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要是江湖郎中在，这么大一箱子他能挣100万两。告诉你是提醒你，别让你娘把珍珠浪费了。王爷说得出就做得到，少1两，这窟窿都是要你们长房和三房拿钱去堵的。明媛笑着转身，喜儿道：
世子妃心情这么好呢？有人手伸得太长，烫着了，多么可笑的事儿啊！我不笑笑都对不起他们这么卖力的取悦我。处于气得跺脚，明媛忙了一夜，不仅把送给楚墨风的药膏调制好了，还调制了不少珍珠膏。这些是从萧小少爷铺子上卖的吗？明媛的铺子修建的差不多了，但里面还没有弄好，肯定不是放在铺子里卖的。这些放在萧小少爷铺子上卖不合适。那这些是？这些是拿来送人的，东西好用，买的人才多。只要是关系好的，明媛都送，最后还有多的留下一盒，余下的全让人给皇后送了去。让你好好歇着，怎么还来请安？我调制了些珍珠膏，拿来给您试试。看着就不错，色泽清润，味道清香淡雅，母妃很喜欢。那母妃用上几天试试。王妃，傅云轩出事了。傅云轩又出什么事了？死了个丫鬟。怎么死的？是不小心被花盆给砸死的。当真是不小心才死的？郎环郡主要明媛的命，是王妃心底的一根刺，她不希望有一个心狠手辣的儿媳妇。确实是不小心死的。你去看看。见王妃叹息，明媛唤了一声：母妃没事儿，母妃知道你呀，心地善良。情况如何？奴婢看郎环郡主有些精神恍惚，再不解毒，怕是要……你亲自去东王府一趟，把这事告诉东王爷、东王妃。如果他们更爱面子，郎环郡主要真出了什么事，不要来找我。世子妃有好事呢。什么好事啊？东王府贬为东平郡王府了。哼，到底怎么回事？知道定北侯和苏氏已经知道明媛差点坠崖是郎环郡主算计的，东王妃就没有再隐瞒，诚心悔改，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呀。东王府是真知道错了，还是被逼无奈，为了拿到解药帮郎环郡主解毒才登门赔罪的。我要的是实话。我们是真心悔过了，以后绝技不敢再碰世子妃一根汗毛。既然是真心悔过，那就是说知道是郎环郡主是自作自受了啊！明媛让我转告你们一声，他下的毒其实并没有解药。然后东王爷和东王妃就炸了，俩人态度极其恶劣。不过就是小小的炸了下，东王爷和东王妃就露出真面目来了。定北侯请躲在屏风后的靖王爷、云王爷还有一位御史大人出来。当时东王爷、东王妃就脸色惨白了。第二天一早，御史大人就拟了奏折上奏皇上，皇上一怒之下就把东王府贬为了郡王府。东王府被贬，你高兴了？满意了？等你哪天尝到马车失控，你抓着马车身子悬空，睁开眼睛就看到万丈悬崖是什么滋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现在是高兴还是满意了。郡主，皇上派了公公来给您宣旨。郎环郡主身子一软，几乎要摔倒在地。郡主，东王府都被贬了，皇上这时候还给郡主宣旨，绝对没有好事。三少奶奶，接旨吧。皇上褫夺了他郎环郡主的封号，从现在起他只是萧郎环了。郡主，奴婢扶您起来。萧郎环是被丫鬟扶回浮云轩的。郡主，你别气坏了身子，等你做了镇南王世子妃，将来的镇南王妃，还怕东王府不恢复亲王爵位吗？郡主，穆家登门了，和老夫人还有王妃定下了穆大姑娘进门的日子。哪天？10天后。丫鬟担忧地看着萧郎环气得浑身颤抖的模样。郡主。萧郎环疲惫地躺下，靠着大银枕，看着沙曼发呆。郡主，大太太来了。萧郎环把脸上的冷色收了几分，只剩下悲凉和愤恨。这一回实在是太大意了。王府里除了相公，就只有大伯母还疼郎环了。乱说胡话，把身子养好最重要。世子妃，大少爷过来了。你把珍珠膏拿去给他。楚墨风朝观景楼看了一眼，鬼使神差的，他抬脚走了过来。等走到台阶处，他脚步停下。
理智告诉他不应该上楼。大少爷，楚墨风回过神来，把脚收了回来，欲转身离开。楚大少爷，魏姑娘，为什么大少爷一直喊世子妃叫魏姑娘呢？怎么不上楼？莫非是有阴影？你和她不一样。我若是下毒，你不会察觉，也没机会反抗。我不反抗。楚墨风脱口4个字，说完他自己先怔住。开玩笑的。我知道。喜儿看看明媛，又看看楚墨风，一头雾水。琪儿对不住你，害你划伤了下巴。无妨。明媛正犹豫要怎么和楚墨风赔礼，就感觉到有一股不适的视线盯着他后脑勺，一阵阵凉飕飕的。四弟，大哥。明媛果断溜。我就不打扰你们兄弟俩说话，先走一步了。楚墨尘注意到楚墨风手里的胭脂盒，他一眼就认出是明媛的。想到楚墨风书房内的画，楚墨尘心口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般。你我兄弟俩有许久没在屋顶上聊天了。世子妃在这儿呢，苏家三少爷来了。表哥怎么想起来王府看我？我给你送清雅轩这2个月的分利来。外祖父外祖母和我太见外了，不过是帮清雅轩一点忙，还给我2成股份，我又不缺钱用。明媛让苏阳把钱带回去。表妹就别为难我了，真带回去了，祖父该训斥我了。明媛也就不为难苏阳了。苏阳几次欲言又止，明媛没发现，喜儿发现了。表少爷有话就直说呀。表哥和我还见外？没什么，只是觉得表妹比上回见消瘦了不少。没有瘦吧？世子妃去历城吃了不少苦头，消瘦了一点，不过很快就补回来了。别，好不容易消瘦一点，还是别补回来的好。世子爷呢？他应该在观景楼，我带你过去。苏阳只是随口一问，但明媛抬脚往花园走了。世子爷，世子妃和苏三少爷过来了。楚墨尘的脸一下子就黑成了锅底色。脚怎么了？我把脚给剜了。喜儿扶着明媛，楚墨尘走过来，二话没说，直接把明媛打横抱起。大哥，你帮我招呼下苏三少爷。不等楚墨风答应，楚墨尘就抱着明媛往前走。你快把我放下来，我没那么脆弱。别乱动，不然我把你扔湖里去。明媛怔了下，挣扎得更厉害了。再动一下试试。我惹你了？我脚都崴了，你还吼我？这又怎么了？哎呀，没事，世子妃就是不小心崴脚了。真的只是崴脚了？那世子爷脸色怎么黑成那样啊？那总不能说世子爷可能是吃醋了吧？万一叫世子爷知道了该怎么办？进了屋后，楚墨尘抱明媛上床，只是他不是小心翼翼地放下去的，几乎是抛到床上去的。你是不是见不得你轮椅清闲，想传给我啊？明媛想坐起来，只是身子刚刚起来一点，楚墨尘欺身过来把她压了回去，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你想干嘛？你说我要做什么？明媛被他压着，都没法用鼻子呼吸，不自主地张大了嘴巴，一口气还没呼完，他就亲了上来，将他的呼吸夺走。就在他觉得呼吸困难的时候，楚墨尘去拽他束腰。别动！这话应该我来说。看到他和大哥说笑，被苏阳抱住，楚墨尘就决定无论如何先要了他，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我身子不方便。我不碰你的脚。你是不是傻呀？我说的不方便不是指脚。那是指什么？你的花影锦阵第1页写的是什么？楚墨尘脑子里回想了下，第1页写的是不宜行房，女子癸水忌行房。箭在弦上了，告诉我忌行房？你不是骗我的吧？难不成你还想检查？怎么觉得一遇到圆房就格外的倒霉？明媛用脚去踹他，结果忘了自己的脚还疼，一碰到楚墨尘，自己先倒吸了一口气。楚墨尘瞥了他一眼，抓住他的脚把袜子脱了，他伸手帮他揉着。轻点，轻点。再轻就是摸了。屋外一堆听墙根的，听着听着就觉得屋子里没有了动静。这么快就完事了？拿药来。啊！雪雁回过神来，
给世子妃磨脚的，奴婢这就去拿。还以为圆房了呢，怎么是给世子妃揉脚呀？迟迟不圆房，陈香轩怎么会有小少爷、小小姐啊？很快，雪雁从后院药房拿了药来，楚墨尘调了点，在掌心化开，然后帮明媛揉好。明媛心底暖洋洋的。你给大哥送珍珠膏了？准确的说，你大哥的是去伤疤的珍珠膏，和我送给母妃他们的不同。我不小心把你大哥的下巴给撞伤了，给他涂的。你怎么会撞伤我大哥下巴？走路不小心撞的呀，头上的金簪划伤的。哼，你还真是会撞。这算什么？我掉悬崖都能遇到你。那是你我有缘。什么有缘？分明是我比较倒霉。所以这2天你在花园等着，是为了给我大哥送药？撞到你大哥还不算什么，我在撞到他的时候，在和喜儿说，你大哥不像是大老爷和大太太亲生的。他这是背后说大哥，被大哥听了个正着，还撞伤了他。哼！我想趁着送药的机会给你大哥赔礼，只是我还没说出口，你就来了。我说的那话是不是挺伤人的？大哥心胸宽阔，不会与你计较的。就是因为他心胸宽广，所以他才会怀疑他不是大老爷大太太亲生的。大哥和大伯父大伯母的性子天差地别，我也怀疑过不是他们亲生的。但大哥不是长房长子，他能是谁生的？也不知道表哥走了没有，你去看看。他一走，喜儿和雪雁就进来了。哎，世子妃，你的耳坠怎么不见了？这丫鬟的眼睛要不要这么尖呀？没丢，取下来了。雪雁把苏阳带来的锦盒拿过来给明媛过目，里面有本小账册，还有1300两的银票，以及一个小锦盒。怎么会有只簪子在里面？是表少爷送给世子妃的吗？把簪子放抽屉里，别和爷说。那这银票呢？明儿上街挑幅字画送给外祖父。小妹脚没事吧？只是扭了，没什么大碍。断腿都能治，何况是区区扭伤。聊得这么开心，我让阿峰拿几坛子酒来，大家痛饮几杯如何？楚墨风欣然同意，赵峰就去拿酒了。楚墨行从花园路过的时候，见他们推杯换盏，他站在那里看了半天。大太太，世子妃送了药膏给大少爷。什么药膏？是去伤疤的药膏。大太太直接去了南墨轩，进了楚墨风的书房，在书桌上看到了那盒药膏，她拿起来就要摔地上。太太，这是去伤疤的药。丫鬟的话给大太太提了个醒，把药膏给太后送去。丫鬟接过药膏就转身下去了。养了一夜，明媛脚腕好全了，吃了早饭后就去长辉院给老夫人请安。世子妃消气了，东王府被贬，郎环不再是郡主了。这一次算计世子妃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再不消气也说不过去了。结果这时候有脚步声传来，明媛回头就看到萧郎环走进来。怎么会这样？这样很正常，每一天白头发会黑一半，等半个月就看不出来了。郎环这一次是真的知错了，郎环想去慈心寺反省1个月。大太太和三太太互望一眼，郎环这是想做什么？没几天时间，穆大姑娘就进府了。你既真心知错，在佛堂反省也是一样的，就别去慈心寺了。萧郎环点头应下，没再多说一句，扶了扶身就转身离开了。老夫人怎么不让他去慈心寺反省？得饶人处且饶人，既然郎环这一次真心知错了，就别再揪着这事儿不放。他和世子妃是妯娌，将来还要相处一辈子呢，难道一辈子要这样不死不休地争斗下去吗？说到最后的时候，老夫人瞥了明媛一眼，明媛一脸淡笑。明媛谨记老夫人教诲，没事明媛就和相公逛街去了。逛街2个字把老夫人气得一噎。退下吧。出了长辉院，喜儿道：老夫人好像生气了。生气就生气吧，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这样得来的欢心不要也罢。你怎么把我的笔给掰断了？这笔谁送你的？
我表哥送的。苏三少爷苏阳又吃错药了，来，我给你把个脉。明媛走上前，楚墨尘把手里一张纸条拍桌子上，明媛眉头一皱，1年之后我娶你。我能不能说我不知道？你以为我会信吗？反正我不知道，你信不信随你。他瞪着明媛，半晌没说话。你是怎么知道笔里有字的？明媛的反问让楚墨尘一时哑然。书桌上那么多笔，明媛从来不用，就只用这一支。先前不在意，昨天遇到苏阳后心里就不舒服了，索性给掰断了。只是没想到掰断之后给他这么大一惊喜。1年之后你离开镇南王府，整个京都估计没人敢娶你，你表哥娶你正好。我要想嫁给表哥，用得着给你冲喜吗？楚墨尘脸哏着，两眼盯着明媛，半晌不错开。我要去逛街，你去不去？去，为什么不去？生气都没个生气的样子，居然还陪我逛街。等出了书房，明媛就知道这厮不只是陪着，还打算秀恩爱。牵着走才放心，免得你又把脚给崴了。我要是吃饭噎着，你是不是不打算让我吃饭了？这女人怎么就喜欢和我抬杠？赵峰赶着马车过来，结果楚墨尘不要，让赵峰牵马过来，不给明媛选择的机会，抱着她骑上马背往闹街走去。你到底想干嘛？坐好。先说清楚，你不要脸我还要呢。又不是第一次骑马带你，怕什么？他挣扎着，结果耳畔传来闷哼声，有什么东西抵着他。他两颊绯红。不就是表哥想娶我吗？你表妹之前那么想嫁给你，我生气了吗？这说明你压根儿就不在乎我。那是因为我知道这不可能，好不好？一个觉得不在乎，一个觉得不信任，两人你挠我，我挠你，偏生还要秀恩爱。先把话说清楚，我是出来逛街散心的，不是来跟你吵架的。要吵架回去吵。楚墨尘不理他，他动作更剧烈，身子一歪，差点从马背上翻下去。别闹，我不跟你吵。那你想做什么？让你表哥死心，免得耽误他娶妻生子。你倒是对我表哥挺好。看在他眼光还不错的份上，这次且算了，下一次我可就不知道塞什么人给他了。你可别胡来啊！娶妻不贤祸三代，苏家上下和睦，别给我乱塞人去祸害苏家。不想我祸害你表哥，就给我安分点儿，别到处拈花惹草。谁沾花惹草了？都快和他形影不离了，我能招惹谁去？到了闹街，楚墨尘勒紧缰绳。你快下去啊！歇会儿。明媛眉头微皱，扭着身子，被楚墨尘摁住。明媛才反应过来到底是为什么，耳根顿时红成血玉。过了会儿，楚墨尘才下马，再把明媛抱下来。明媛都不敢看他眼睛。后面赵峰赶着马车把喜儿和雪雁送了来，一路从街头逛到街尾，楚墨尘就陪在左右，时不时地露出一抹宠溺神情。这厮真的打算秀恩爱到底啊！真要离开镇南王府，我怕是要孤独终老了。这么巧，又碰到郡主逛街了。我喜欢逛街，父王母妃也不拘着我，我3天2头的出来，碰到我再正常不过了。倒是极难碰到明媛姐姐。挑首饰。明媛看向美人阁，青怡郡主点头。你让我把珍珠糕送人，结果我送了珍珠糕，他们都送我首饰做回礼，所以我来买首饰回送他们。你的珍珠糕很好用，母妃和我都很喜欢，用了皮肤滑溜溜的。青怡郡主摸了下自己的脸，凑到明媛跟前。我就不留下来妨碍你和世子爷逛街啦，改日我去镇南王府找你玩。明媛嗔了青怡郡主一眼，青怡郡主咯咯笑，朝楚墨尘扶了扶身，就带着丫鬟进美人阁了。几位要挑什么？我这铺子里啊，可是什么朝代的古玩字画都有啊。先看看，墙上挂了不少画，明媛挨个的看。这幅不错，要不买这幅吧？你的眼光真不错。老板，这幅画我要了。哎，是我家世子妃先看中的。先看中的又如何？我家姑娘先说要买的。明媛要说话，
被楚墨尘拉着。等他走了，明媛才望着楚墨尘：“为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怕你们吵起来，引得大家来观看，为了一幅赝品画争执，丢人。”“赝品画？那你还夸我眼光好？”“一路看过来，一共就2幅赝品画，你挑中了其一，还不够眼光好？”“不论世子妃看中了什么，我都给您打8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卖赝品给我，也不怕把他的铺子给封了。你胆子真不小，竟然敢卖赝品给我家姑娘！你知不知道我家姑娘是什么人？小铺子做买卖呀，凭的是良心。这些画挂在墙上，任凭客人挑选。这古文字画啊，有真有假，全靠姑娘一双慧眼分辨。银货两讫呀，没有反悔的道理呀。何况姑娘这幅画啊，是真迹。哼，是真迹还是赝品，我会分辨不出来吗？姑娘要退货呀，铺子给你退，但要扣下2成的钱。哼，一幅假画，你还想收回去继续卖钱不成？掌柜的没说话，显然是默认了。徐娇抓过画，随手一撕：“哎呦，姑娘啊，这钱呀，小铺是没法退了。”“你敢？也不怕这钱揣在手里烫手？”“这幅画啊，是真迹呀，姑娘已经买啊，是撕毁还是烧掉，与小铺无关呢。”“这幅画是假的。”“这幅画是真迹，姑娘不信，大可找懂行的人来看。”“找就找，谁怕谁啊！”消息一散开，就过来好几个世家少爷，往桌旁一站，看画作是真迹还是赝品。好像是真的。我瞧着也像是真的。这不可能，镇南王世子都说这幅是赝品。几位世家少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敢置信。难道这画是真的？镇南王世子是因为我抢了他世子妃的画，才说是赝品让我动怒，随后把画追回来的？不止徐娇是这么想的，就连明媛都有此怀疑。楚墨尘扶额：“你我看的那幅赝品画不是这一幅。”“啊？怎么就不是这一幅了？难道画被人给换了？”“这幅是真迹呀，成国公府小铺子惹不起哟。”也就是说，徐娇和他抢了一幅赝品画，铺子惹不起成国公府，所以偷偷用真迹把赝品换了。结果丫鬟听到楚墨尘说他眼光好，挑了幅赝品，匆匆去禀告徐娇，然后徐娇闹起来了，把一幅真迹给撕了。可怜了这幅真迹。徐娇也知道自己不占理，她袖子一转，转身就走了。心情好，明媛又逛了会儿，便和楚墨尘骑马去苏家。“世子爷和世子妃来了，快去禀告老夫人。”“我没想回门啊。”明媛很无力，她瞪向楚墨尘：“你不会打算这一辈子都不让我进苏家一步了吧？”楚墨尘就是这么想的，但他不会承认。“苏老太爷的脾气，你送去他不会要，让岳母大人带你送。”“这么说，你是在为我好了？”“你知道就好。”“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你我夫妻，不必这么见外。”他眼底泄出笑意，然后明媛一股气腾到了胸口，结果这厮不顾是在街上，朝着他耳垂就亲过来。“世子爷真是太孟浪了，大庭广众之下就亲世子妃，这也太不顾及形象了些，也不怕传扬开。”他翻身下马，朝明媛伸手：“我扶你下来。”“你丫的，离我远点！”然而就在这时候，马不知道怎么的往前一跑，吓得明媛只尖叫：“我的马一直很温顺，怎么会突然跑开？”后面赵峰赶着马车过来，刚勒紧缰绳，就见楚墨尘往前跑，赵峰一甩马鞭，马车往前跑去。明媛没骑过几回马，还都是被楚墨尘抱着的。马突然跑起来，他能做的只是伏低身子，紧紧地抓着缰绳，祈祷别被马摔下来。明媛吓得眼睛紧闭，直到身后有人紧紧地搂着她的腰，熟悉的感觉传来，明媛才刚把眼睛睁开。
然而马蹄下有个小女孩，楚墨尘拉紧缰绳，马蹄从小女孩头顶上窜过去，然后才停下。明媛吓着了，要不是楚墨尘来得及时，这小女孩只怕要死在马蹄之下。你的马怎么会突然发狂啊？楚墨尘摇头，他也不知道，像是被人下了药，没准是之前进铺子挑字画的空档，被人下手了。赵峰过来把马牵到附近的客栈马厩内，等药劲儿过去，毕竟是楚墨尘的爱驹，舍不得杀了他。那边魏明成骑马追过来，没事吧？大哥，我没事。爹娘吓着了，让我过来看看。大哥先回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别担心。你们小心啊。还是坐马车吧。坐马车也不安全。难道以后出行只能靠2条腿吗？啊，小少爷，我家小少爷呢？世子妃，那小厮家的小少爷好像刚刚走丢了。这个小厮啊，不称职，顾着看热闹，把主子给弄丢了。帮他找一下吧。喜儿和雪雁都去帮忙。这么一会儿，那小少爷应该跑不远。这一出门就被人算计，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楚墨尘向苏氏和定北侯表态，他一定会解决掉暗处的人，确保明媛周全。怎么想起来回侯府了？明媛就把苏阳给他送钱的事说了一通。娘可以帮你送一回，但总不能每回都送吧？当然不用每回都送了，娘帮我把2成谷还给外祖父，一劳永逸。你呀，外面喜儿和雪雁回来，还带回来一小男孩。这就是那走丢的小少爷？对，就是他。我们回去找那小厮的时候没找见人，便给一旁的小摊贩留了话，说如果有人来找，就说小少爷找到了，带回了定北侯府，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来把他领回去。你爹娘呢？爹爹和娘亲吵架了，好几天没看见他了。那你娘呢？娘在家里呢。你一个人怎么敢乱跑？我要去找爹爹。小半个时辰后才有人找来，看到小男孩，那夫人就泪眼婆娑。怎么出门也不多带几个小厮看着，万一走丢了，后悔就晚了。那夫人连连道谢。孩子他爹呢？丢失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亲自来接？孩子他爹忙生意，不在京都。今儿多亏了少爷少奶奶相救，等孩子他爹回来，我一定让他登门道谢。夫人不打扰府上清静，抱着孩子告辞。怎么了？那小厮有些眼熟，似乎在哪儿见过。等明媛和楚墨尘回王府后，喜儿和雪雁从马车内下来，手里多了块玉佩。世子妃，那小少爷落了块玉佩在马车内。楚墨尘看到玉佩的时候，眼睛就凝了起来。这块玉佩是老国公，也就是楚墨尘的祖父送给大老爷的，现在却出现在一个小男孩身上。一个答案呼之欲出，大老爷养外室了，而且比三老爷更厉害，养得更早。大哥哪点不好了？大伯父居然这么疼一个外室生的庶子。大哥怎么来了？找魏姑娘有点事。魏姑娘？什么事？我来找你要一些去伤疤的药膏。进屋再说吧。进屋后，明媛让海棠守门，别让人靠近。大哥，我能知道大伯母是怎么撞伤了额头吗？是不小心撞的，父亲急着出门，母亲正好走过去，被父亲撞了一下，父亲让我找太医，就走了。撞伤了大太太还走了，看来外世子在大老爷心目中的分量挺重啊。那药膏，我送你的药膏这么快就用完了？我和四弟在凉亭喝酒的时候，母亲把药膏拿去献给太后了。我撞伤了楚墨风下巴，药膏是给他的赔罪礼，他怎么能够不经过楚墨风允许就随便拿去献给太后？这件事是我不对，和你无关。楚墨尘把怀中的玉佩拿出来，递给楚墨风。哎，这玉佩怎么在四弟手里？今儿马车发狂，碰到一个小厮弄丢了小少爷，就让人帮忙找了下。这玉佩是那小少爷落在马车上的。父亲的玉佩怎么会在一个小少爷身上？小少爷丢了，父亲又急着出府，撞翻了母亲。本来我打算去查这件事儿的，但这事儿大哥去查更合适些。多谢四弟了。
药膏我调制好，就让丫鬟给你送去。明媛知道他心里不好受，楚墨风道了声谢，转身离开。要不到药膏吗？调制完就送来，只有这一盒。母亲若是再送人，可就没了。大太太瞪向丫鬟，都怪奴婢，奴婢知错了。好了好了，不怪你。爹爹，吓死爹爹了！你要是丢了，爹爹和娘亲该怎么办？小厮禀告我的时候，我魂没差点下没。万幸是孩子没丢，而且救琪儿的是镇南王世子和世子妃。是他们？夫人连连点头。弄丢琪儿那小厮呢？已经杖毙了。为了看热闹，差点弄丢他儿子。这样的小厮就是死10000次都不足惜。玉佩呢？我见到琪儿的时候，玉佩就不见了。是不是落在了世子和世子妃的手里？知道了又如何？趁机带我和琪儿回镇南王府不正好？琪儿该启蒙了，难道要他顶着私生子的名头，还是谎称亲爹过世了？你别胡来！你总是拿这话搪塞我，都搪塞几年了。他一哭，大老爷就肝肠寸断，少不得又是一阵哄劝。你放心吧，玉佩应该不在世子和世子妃手里，他们要是见到玉佩，绝不会轻易放我和琪儿离开。一点小伤，怎么还送我这么贵重的头饰？你不怪我就好。怎么会？不过大太太更感兴趣的还是大老爷为什么小事走的。是户部的事儿，皇上让定北侯检查近3年户部的账册，这定北侯让定北侯世子帮他，这定北侯世子可是做过富可敌国的沈家少主的人，什么烂账瞒得过他呀？这可是大事了，户部打算怎么办？还没商量好，我心里记挂你，就先回来了。世子妃，三房小少爷又发高烧了，老夫人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让你去南院走一趟。哪有这样的？小少爷一病，就让世子妃去他床边守着的。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若不去，就是见死不救了。这一顶帽子扣下来，脖子都能压断。姨娘，把小少爷放下吧，万一踢到你肚子可怎么办呀？没事儿，我要抱着他才安心。把小少爷放下吧，我给他把脉。明媛把带来的退烧药喂给小少爷服下，然后想办法帮他退烧。明媛和陶姨娘哄了他半天，他才没哭，可是身子一动又哭起来。明媛眉头皱了皱，莫非身上有伤，疼哭的？明媛让丫鬟把小少爷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然后明媛惊呆了，小少爷后背和肩膀上有不少小红点。这吃人的镇南王府，那小红点是针孔扎过后留下的痕迹。明媛扫了一眼，少说也扎了20来下。这么小的孩子是怎么狠得下心的？我这就去告诉老夫人。回来，姨娘，告诉又有什么用？小丫鬟陪着陶姨娘哭，明媛拿了药膏替小少爷抹上，但是没人说，这消息还是捅到老夫人的耳朵里。这么小的孩子，你竟也狠得下心？我怎么了？他病了，我送回去让陶姨娘照顾几天，有什么不对？老夫人觉得我做错了，我抱回来就是。去把小少爷抱到正院。再让你养，只怕活不了几天了。外面明媛走进来，不是他要来的，是老夫人传他来的。把你看到的告诉三太太。小少爷身上有不少红点，应该是针扎出来的。这怎么可能？这是明媛亲眼所见，三婶不信，可以亲自去看一看。三太太还真的不信，抬脚就走。难道是有人下黑手，好嫁祸给三太太？可小少爷一直待在南院，再加上这2天病了，连门都出不了，外人应该很难接触到才是。世子妃，奴婢打听清楚了，小少爷在正院的时候虽然也哭，但多是吵着要娘，哄哄也就好了。后来病重，哭得多，三太太嫌烦，就报给了陶姨娘。一进门，小少爷就哭闹不止。也就是说，小少爷在正院受伤的可能性很小，反倒是在陶姨娘屋子里受伤的可能更大些。
难道是陶姨娘自己下的手？明媛喊赵峰：“世子妃找属下有事。”你去陶姨娘的院子盯着点。赵峰眉头微微一皱，但明媛一脸认真，赵峰也就听命行事了。如此心狠手辣，我休了你！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三老爷撇过头去，不理会三太太。三太太心都凉了，转身离开。你快追去看看，宝儿吃了药，暂时没事了。哎呀，你呀，小心别动胎气呀。想我好，你就快去，不然太太记恨我，我和宝的日子会更难过。陶姨娘推三老爷出门，快去吧。三老爷一点都不想去见三太太，可陶姨娘还是把他推了出去。老爷不想去，姨娘还要他去做什么？留下来不更好吗？你小丫鬟懂什么？三老爷这儿回去，只会和三太太吵得更厉害。等大家都冷静下来了，就不会吵了。这叫趁热打铁，也显得我懂事明理。还是姨娘聪明。小少爷在哭，刚刚吵架吓着他了。陶姨娘把小少爷抱在怀里，轻声哄着，好一会儿才哄歇。去正院盯着点。丫鬟前脚走，后脚陶姨娘就把小少爷丢在了床上。陶姨娘怎么会对自己的孩子那么狠呢？腹中的孩子是她的，难道小少爷就不是了？那孩子是不是陶姨娘的，还真不一定。只是凭着陶姨娘把小少爷扔床上，明媛不敢断定小少爷是不是陶姨娘亲生，她需要更多的证据，所以她让赵峰继续盯着。赵峰应下。至于三太太，气回门后，老夫人知道后，把三老爷叫去训斥了一顿。晾三太太几天，就去把人给我接回来。三老爷摸着自己的脸，一点儿也不想同意。去找世子妃拿点去伤疤的药膏。老夫人是气糊涂了吗？世子妃几时这么好说话了？钱妈妈嘴角扯了下，但老夫人吩咐，钱妈妈少不得亲自跑一趟了。三叔脸上的伤是三婶挠出来的，三婶的气不消，我是不敢把药膏给三叔的。等三婶气消了，我再把药膏送上，但也只有这一回。钱妈妈俯身告退，回了长辉院。世子妃为什么要答应？我不给，大太太也会给三老爷的，我何不大方点儿？再者，这药膏用的是王爷给的珍珠调制的，应该以王府为重。如果没有大太太，用的又是自己的珍珠，她理都不会理老夫人。转眼2天过去了，当然这2天时间已经足够明媛确定那小少爷并非陶姨娘亲生的。陶姨娘，有人给你送了封信来。陶姨娘疑惑地接了信，她拆开看了一眼，脸色一变。怎么了？是个故人，上回我上街无意间瞧见了我，打听到我在王府，就给我送了封信过来，想来是知道老爷位高权重，起了攀附之心吧。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哼，以后少来往。老爷说的是。等三老爷一走，陶姨娘就脸色铁青了。给我送封信给大老爷。大老爷？陶姨娘和大老爷那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啊。那倒未必，三叔送粮草去边关的时候，大伯父就在边关。赵峰武功没有大老爷厉害，楚墨尘亲自出马的。他盯着陶姨娘，夜幕降临后，陶姨娘去花园散心，和大老爷在假山碰面。谁让你给我送信的？宝儿不是我亲生的事，除了我，整个国公府只有你和你的人知道。今儿有人给我送了封勒索信，勒索我300两银子。哪封信呢？那信我敢留着吗？万一被人看了去，我几条命都不够砍的。大老爷心口起伏不定。那人要我把钱送到白玉桥。我知道了。然后下一秒，谁准许你擅自做主，拿孩子做算计的？你要是胆敢坏我的事儿，我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大老爷松开他，然后就走了。等大老爷走后，陶姨娘在假山内咳了一阵，楚墨尘才回沉香轩。怎么样？的确是大伯父的算计。大老爷真是藏得太深了。楚墨尘把他脸上的神情都收于眼底。你想怎么做？
不妨再送一封信吧。明媛巧笑嫣然，楚墨尘看他的眼神泄出宠溺来。一切听娘子的。明媛搓着胳膊上冒出来的鸡皮疙瘩，看楚墨尘临摹大家笔法写了封信。你是知道错了？可不是知道错了，而且错得离谱。想不到老夫人和三老爷为了让我回来，竟给我送了这么一封荒唐的信，我岂能不回来配合？什么信？三太太知道信不是老夫人送的，她是故意气她的。信上甚至写了教她怎么逼陶姨娘承认孩子不是她亲生的。把信给老夫人看，是让老夫人配合她。把小少爷抱过来，还有陶姨娘一起。道士在院子里装神弄鬼，故弄玄虚。这是做什么？小少爷身子虚，老夫人请了道法高深的道长来替小少爷改命的。陶姨娘没说什么，但很快她脸上的笑容就绷不住了，因为道长说小少爷的命可改，但是要他亲娘1碗血和2两心头肉。陶姨娘脸色大变，她知道老夫人只在乎孩子，不在乎她，但1碗血和2两肉，她腹中胎儿还怎么保住？是你，道士是假的，是你想趁机要我的命。只是要点血和肉而已，不会要你的命的。你要真死了，老爷一定会休妻，我同意。三老爷被老夫人敲打了，不许他帮陶姨娘。他也想知道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他撇过头去，取血。陶姨娘吓得脸色刷白。就在刀子快挨到她的时候，她大叫道：宝儿不是我生的。宝儿不是你生的，她是打哪儿来的？陶姨娘虽然说了宝儿不是她亲生的，但是她有恃无恐，毕竟她腹中还怀着三老爷的骨肉呢。看来不用刑，她是不会招认的。混淆王府血脉，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人，给我摁在地上狠狠地打。俩婆子还没靠近，远处一支短箭射过来，直接射中陶姨娘的脑袋。速度之快，快到来不及反应，陶姨娘就倒地不起了。所有人都看着陶姨娘。哼，这还没盘问呢，就杀人灭口了。钱妈妈扶着老夫人回屋，老夫人脚步虚得厉害，偏偏三太太还怕她不够气。我是不是多管闲事了？宝儿像老爷，几乎和老爷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不是老爷亲生的又有什么关系？这一巴掌扇过去，上了年纪的老夫人如何扛得住？这不，没能忍住，直接气晕了。你就不能少说2句啊？当初我就是说少了，才容得你们这么轻易就让陶姨娘进门，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来。奶娘抱着宝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太太，那孩子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倒霉孩子，能进我镇南王府，进名到我膝下，也是一种缘分。抱回三房吧，我会当自己亲生儿子养大的。三太太趾高气扬地走了。娘，你怎么知道宝儿不是陶姨娘生的？只有这一封信，不知是谁暗中帮了我一把。楚科看着信纸和笔记，脑中闪过一念头，会不会是四哥呀？怎么可能？娘，你忘了，从小四哥就能模仿别人的脾气，他怎么可能帮你娘我，而且还是默默相助？可如果这件事抖出来，对他们有好处呢？见三太太脸色冰冷，楚科冷道：娘，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都能想到的事，老夫人怎么会想不到？被人如此戏耍，这口气她要是能咽下去，她就不是老夫人了。热闹看完了，可惜陶姨娘没能指出是大老爷指使她的，就被灭口了。急于灭口，只会让人更怀疑她。得知老夫人气晕后，穆大太太登门探望。没几天，嫣儿就过门了。她能嫁给邢儿做平妻不容易。是啊，做了平妻只是开始，往后还得姑母多护着她点儿。我年纪大了，不中用了。这桩亲事是大太太极力促成的，虽然主意是她帮着出的，但她是墙头草的性子，对郎环郡主的态度也不错，该大方的不要手紧。姑母放心，我心里有数，待会儿我就去大太太那儿坐坐。
穆大太太走后，老夫人脸寒如霜，那冰冷的脸色看得钱妈妈都心头发怵。穆大太太在大太太那儿待了1刻钟，大太太送她出府。你呀，就安心准备嫣儿出嫁吧，王府里不会有人委屈了嫣儿的。老夫人疼她着呢，前几天还托美人阁打造了一套头饰送给嫣儿，图纸我看了，精致华贵，价值3000两，整个镇南王府这可是独一份呢。我看这2天就该送去了。穆大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兴头上谁也没有注意到一旁大树后藏了个小丫鬟。等他们有说有笑地走远后，小丫鬟飞快地往佛堂走去。母妃，我和相公一会儿出府。府外面不安全，怎么还跑出去？总不能一直躲着。这一次相公会安排妥当，不担心敌人下手，而是怕他们不下手。这是要以身犯险，最好是能永除后患。王妃拍拍明媛的手，没有反对。没有多待，明媛就告退了。就在她准备要出府的时候，宫里头派人来传话，让王爷和楚墨尘一起进宫。我好不容易决定出府逛街，也能和皇上撞手。要不你和我一起进宫？你不怕被人讥讽，以后上朝也把我带上？你的脑袋瓜没几个比得上的，就是真去，自惭形秽的也是他们。行了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快点去吧，别让皇上等急了。知道他无聊，喜儿提醒他：世子妃，你还得给三老爷送药膏呢。你不说我都把这事给忘了。去把药膏拿来，去3房走一趟。太太，世子妃来了。把她抱下去，小心照看。看来三婶是真的喜欢小少爷。我厌恶的是陶姨娘，她和陶姨娘没关系，我自然不会迁怒。倒是什么风把世子妃吹来我南院了？这是之前老夫人找我要的去伤疤的药膏，我没给她，只说三婶气消了，让三婶给三叔。我看三婶的怒气也差不多消了，特地送来。这一回还多亏了你和陈儿相助。三婶确定是我和相公帮你的？不是你们，还能有谁？既然三婶这么笃定，我也没什么不能承认的。的确是我和相公暗中相助。你怎么知道宝儿不是陶姨娘亲生的？因为我相信三婶不会蠢到对孩子下手，还送给陶姨娘的。再加上我给宝儿服了药，我需要知道她的情况，所以让人盯梢。这才发现陶姨娘对宝儿并没有那么上心，顺藤摸瓜也就知道了。至于选择告诉你，是因为这是3房的事，我和相公不好直接插手。父王忙于政务，母妃忙着三少爷娶平妻，三婶来办最合适，仅此而已。太太，不好了，出事了！急叫什么？能出什么事儿？穆表姑娘死了。穆表姑娘是穆嫣吗？就是她。三太太顾不得明媛，抬脚就走。世子妃，王妃让你去穆家一趟。让我去穆家做什么？听说太医在王府送给穆表姑娘的嫁衣上查出了毒，所有碰过嫁衣的都要接受盘问。可世子妃没碰嫁衣啊。王妃让人回来接明媛，明媛少不得跑一趟了。母妃，是你在嫁衣上下毒，害死了我女儿，你还我女儿命来！事情还未查清楚，穆大太太还是别乱指认的好。明媛不是会罔顾别人性命的人，不是她还能是谁？饭可以乱吃，话还是别乱说的好。我说没有下毒害你女儿就是没有，没有证据，你再污蔑我一句，就别怪我让你尝尝什么叫给你下毒还找不到证据的滋味。穆大太太气得嘴皮哆嗦，脸色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明媛看了看穆嫣的死状，然后再去看嫁衣，她拿起嫁衣轻嗅了嗅，眉头拧着。嫁衣上是有毒，但毒性并不致命。是谁说穆姑娘是嫁衣上的毒毒死的？下官没有这么说过。明媛瞥向穆大太太，她讥讽一笑，看来穆大太太只是想给女儿找个陪葬，压根儿就没想要查清女儿死亡的真相。穆姑娘是如何死的？嫁衣上的确有毒，但嫁衣上的毒只会让穆姑娘在花轿内吐血昏迷。我想下毒之人的本意应该是阻拦穆姑娘嫁进王府，而非要她的命。
那我女儿怎么会死？穆大太太，麻烦你说话客气点，我没有帮你查清女儿死因的义务。你怀疑所有碰过嫁衣的人都有害死你女儿的嫌疑，所以我来了。现在证实嫁衣上的毒不致命，我的嫌疑已经洗刷了，我可以走了。说完，明媛朝王妃俯身：母妃，我先回府了，免得留下来碍人眼。如果穆大太太没打算查清穆姑娘的死因，我就和明媛一起回王府了。大嫂是伤心极了，以至于说话失了分寸。看在嫣儿差点和世子妃成为妯娌的份上，世子妃帮帮我穆家。有人递了台阶，穆大太太没有阻拦，也就是认同了。明媛就是看不惯穆大太太的态度，既然来了，当然要弄清楚。她仔细检查穆嫣的身体，她可以确定穆嫣是中毒死的，但是这毒不是吃进去的，若是呼吸中毒的，那死的就不止她一个了。把今儿穆姑娘从起床到死亡这之间发生过的事，事无巨细都告诉我。贴身丫鬟上前，把知道的都告诉明媛。去妈妈走后，老夫人派人送了套头饰来，姑娘是戴了下就取下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再喝茶，姑娘就突然倒桌子上了。头饰呢？头饰也检查过，没有问题啊。丫鬟把头饰取来，明媛再一次检查。为了检查得更细致，她让丫鬟把穆嫣的尸体从床上搬到小榻上，只是搬动时，穆嫣的头磕到了床，头上一只金簪掉下来，哐当一声，砸在青石地板上，格外的清脆。别动。明媛走过去，将她手上的金簪接过，稍微离近一点，就能闻到一点若有似无的药香。这金簪上有毒。明媛碰了下金簪，一片叶子不是固定的，微微一动，金簪里就滴下一滴剧毒，掉在地上，发出嗤嗤声。不用说了，就是这金簪要了穆嫣的命。这金簪哪儿来的？是和镇南王府老夫人送来的头饰一起的，就放在那首饰盒里，因为不是一套，所以姑娘戴上了就没取下来。去请老夫人身边的钱妈妈来一趟。很快钱妈妈就来了。等看了头饰后，钱妈妈道：这只金簪不是老夫人送给表姑娘的，当真不是？的确不是，老夫人的首饰我都记得，这只簪子我以前从未见过。首饰老夫人压根儿就没看，钱妈妈看了一眼，就让人给穆嫣送来。送来的人保证首饰盒没有外人碰过，但要说一点古怪之处也不是没有。小厮在来的路上，马车坏了，他从马车内下来了片刻。首饰是老夫人送给穆嫣的，小厮不敢随便打开，是以里面是不是那时候多了只簪子，他也不清楚。母妃，现在只要查清楚这只金簪是谁的，就知道杀人凶手是谁了。这金簪会是谁的？这明媛就不知道了。穆家想想有什么仇家，穆姑娘又得罪了什么人，又有什么人不想她嫁给三少爷，总不会一点缘由都没有就害死穆姑娘吧？对了，还要再查查，都有谁知道老夫人给穆姑娘订这了套头饰？不是事先知道，没有这么巧合，正好借老夫人这阵东风杀人。府上节哀，我就先回王府了。穆老夫人让穆三太太送王妃出府，穆大太太扑在女儿身上哭，一边哭一边咒骂害死她女儿的凶手不得好死。举头三尺有神明，我相信害穆姑娘的凶手不得善终。轻飘飘一句话，噎得穆大太太脸都紫了。怎么来穆家了？皇上找你和你父王没什么要紧事吧？本来打算陪明媛逛街的，临时被皇上传召进宫，知道他陪母妃来穆家了，所以我就来了。那你陪世子妃去逛街吧。出了穆家，扶王妃上马车，然后才抱着明媛骑马。逛街就逛街，为什么要骑马呀？这样不比你掀开车帘看得更清楚更方便些？是啊，脸皮也更厚一些。然而楚墨尘却不给他拒绝的机会，脚一蹬，马就朝前跑去。风呼啸而过，他说了一句话，明媛听得不真切。你明天要做什么？楚墨尘往前跑了一会儿，四下无人。父王让我陪他离京一段时间。后面一句。楚墨尘默了默，说啊。我不在的时候，
不要到处拈花惹草。这话应该我来说吧？我带着父王去招蜂引蝶，我不是找死吗？怎么让你父王出门啊？我也不知道，父王让我去，我就去一趟吧。只是什么？说话吞吞吐吐可不是你的性子。今晚能圆房吗？明媛耳根染上淡粉色，声音软绵的如湖畔柳絮。等你回来再。两人谁也没开口，就这么任由马儿带着他们往前。1刻钟后，就听到了水流声。楚墨尘下马后，就把明媛抱了下来，然后把马拴在树上。带吃的了吗？属下这就回城买吃的。这一来一回至少要半个时辰，我看还是去附近农家买点盐等调料，从水里捉鱼烤了吃。这个提议，雪雁和喜儿举手赞同，楚墨尘也觉得不错。属下这就去。桥头有老翁挑着柴火过来，喜儿和雪雁避让他。这老翁啊，是不是就是那个一回头让表姑娘落水，最后被表姑爷给救了的媒人呀？雪雁也有点好奇，结果老翁年纪虽大，但耳朵极好，喜儿说的他都听见了。这不，担子挑着的柴火把喜儿给扫水里去了。上回撞了人，这回怎么又撞了？喜儿在水里扑腾叫救命，雪雁不会水，急得不知道怎么办。那边一暗卫脚尖轻点，就到了雪雁身边，还不等雪雁开口，纵身一跃跳进水里救喜儿。老翁上回做了次媒，这又要做一回媒人了。喜儿刚被赵烈抱紧，就听到明媛的话，脸上的苍白迅速被红晕代替，咳嗽不止。赵烈都不知道怎么把喜儿抱上岸了，两人就在水里头泡着。水里头很凉快，这是不打算起来了？赵烈这才抱喜儿上岸，雪雁赶紧扶喜儿上马车换衣裳，以免她着凉。老温就住这附近吗？等他们成亲的时候来向你敬谢美酒。老翁就在前头不远的庄子上住着，刚刚落水的俩娃看着就有夫妻相，一定能和和美美过一生。我替他们俩谢谢您老吉言。老翁笑声洪亮，扛起柴火往前继续走，行走如风，老当益壮。是不是打算在马车里躲一辈子不见我啊？他脸皮薄，如果晚上睡马车的话，我给他抱床被子来。喜儿撩起车帘，狠狠地瞪了雪雁一眼，结果眸光和赵烈来了个撞击，又飞快地把车帘给放下了。楚墨尘骑马过来向他伸手。一条宽敞的大道上，一架牛车往前，后面草垛上拉着一书生，手里拿着本书，看得认真。还没见过这么刻苦用功的。修为在即，错过这1年就要等3年，用功点不为过。也不知道这书生能不能高中。我到了。书生从草垛上下来，向男子作揖道谢。我这牛车草垛能拉个读书人，脸上有光，谢就不用了。说完，坐上牛车往小道上走去。书生把书收拾好，楚墨尘骑马在他跟前停下，出了个对联：凤落梧桐无落凤，珠联璧合碧连珠。捎他一程。书生喜笑颜开，赵峰赶马车过来，书生坐车辕上。世子爷，世子妃回来了。这会儿王爷王妃他们正在长辉院商量出行的事儿。出行的事有什么好商量的？楚总管摇头，有些话他不便说。楚墨尘和明媛就去了长辉院。王爷带楚墨尘离京办事，有人认为是偏袒楚墨尘，王爷在培养他，将来好继承镇南王府。觉得王爷存了私心，可劲地把楚墨尘留下，把楚墨行推给王爷。大伯母和三婶已经想到怎么用那一箱子丑珍珠了。2巴掌扇过去，大太太和三太太的脸都绿了。穆表妹被害，她毕竟是三哥的未婚妻，人一咽气就撒手不管，未免太过凉薄。我看三哥还是留下查是谁毒杀穆表妹更合适些。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帮父王，就让大哥同行吧。大哥办事比我牢靠，有他帮父王肯定没问题。这厮心机深沉啊，这是怕自己走了，我和楚墨风见面不放心，所以把楚墨风也捎带上。
招待上不算，自己还不想去，留下来圆房。怎么带风儿去，也不带形儿去呀？大哥跟去不更好吗？难道大伯母不想父王在培养我的时候顺便培养大哥？就让风儿一起吧，明儿一早启程。世子爷回来说了2句，王爷就同意多带1人，哪有这样的？出了长辉院，楚墨尘嘴角一抹笑，憋都憋不下去。明媛见了眨眼，手一伸，朝他腰掐去。捏轻了。你皮这么厚，哪那么容易捏轻呢？楚墨尘一把将明媛搂在怀中。你松开我。娘子没那么脆弱，抱2下又不会坏。你再不松开，别怪我给你扎针了。你扎吧，扎得我起不来，明儿正好不用跟父王出行了。要不你把我一起带去？别提了，我说这话被父王骂了。怎么骂你的？楚墨尘不想提这事，明媛不依不饶，刨根究底，他这才说起来。我随父王离京，世子妃留在王府里，我不放心，我带她一起去吧。要不再把你母妃他们带上，一家人顺带去散散心。这是嫌弃他没把正事放在心上。楚墨尘还能说什么？包袱收拾好，夜色微凉，气氛暧昧。楚墨尘一把抱住明媛，朝床榻走去。不行，我知道，知道你还不让我吃肉，喝点汤总行吧？你要吃肉，我让厨房给你做。休想和我装傻充愣。说完这一句，他就亲了上来。这一夜，两人腻歪到后半夜，几次差点擦枪走火。楚墨尘起来冲了2回冷水澡，最后在小榻上睡的。大姨妈简直就是护身符啊！这要是平常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胡来啊。楚墨尘在小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抱着被子上了床，一脸严肃地把明媛的衣裳拉好。注意点形象，睡觉。姥姥的，能不能要点脸啊？第2天吃了早饭后，王爷、楚墨尘还有楚墨风他们就出发了。明媛是想送出城的，楚墨尘没让，走之前叮嘱他没事别出府，有什么事只管让暗卫去办。叮嘱的明媛耳根微红。你们一路小心。等看不见人了，王妃望着明媛，陪母妃回恒芜院，帮母妃看账册。我看世子妃哈欠连天，应该是不舍和晨儿分别，夜里没睡好，该回去补一觉。王妃叫她管账啊，也不急于一时半会儿。居然关心我有没有睡好，这是不想王妃教我管家呢。那快回去歇着，晨儿不在，你缺什么了，只管和母妃说。明媛知道。扶了扶身，明媛就带着喜儿回沉香轩了。王妃教世子妃管账，世子妃怎么不学啊？不管账就够看我不顺眼了，我要管账，还不定怎么寻我的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嫂怎么来我这儿了？看三弟妹说的，你这南院我可没少来，只是王爷他们离京，没见你去送送，想来你心情还没调节好，过来劝劝你。我没有大嫂想得开，大哥待你始终如一。大太太抬手摸了下头上的头饰，这是大哥送的。是呀，前几日忙于公务，不小心撞了我一下，给我赔礼的。三太太心底妒忌的小泡直往上冒，想到什么小泡就戳破了，嘴角的笑意味深长。三弟妹在想什么？我在想前不久我娘家大嫂和我说的一件事，一直想和大嫂提，又怕是想太多惹大嫂不开心，所以一直没说。这会儿见大哥待你好，我也就放心了。什么事？没什么事。三弟妹可没有你这样说话，说一半留一半的。只是一些流言蜚语，没什么好说的。不说算了。我这不说，大嫂还生气了。之前三老爷要把陶姨娘留在府里，大嫂不是帮陶姨娘吗？我跟娘家大嫂抱怨了几句，大嫂劝我别生气，说大哥在外头也有相好的，这外头的女人可不比府里的，厉害着呢，保不齐哪天就有私生子了。肯定是假的，老爷对太太多好啊，太太一受伤，老爷急得跟什么似的。大嫂别多心，这不定是我娘家大嫂为了宽慰我故意说的。这事
我就比三弟妹想得开，有庶子又如何？满京都比得过风儿的世家少爷就没几个，还能叫一个庶出的压下去？三太太脸色僵硬，没再说话，待了1刻钟就回东院了。老爷打算什么时候把妹妹和孩子接进府呀？什么妹妹和孩子？我都知道了，老爷还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去？没有的事儿，听谁胡说八道的？三弟妹告诉我的。这陶姨娘的事儿，她怀疑我们长房，心里头存着气，故意激将你，你也当真？那老国公给你的那块玉佩呢？怎么想起来问那块玉佩了？我可是有段时间没瞧见那玉佩了。大老爷没说话，这时候门被敲响。进来。今天早上大少爷走之前，让小的把这块玉佩交给老爷您。怎么在风儿那里？这块玉佩怎么会在风儿手里？昨晚数落了他几句，他把玉佩送回来，是想告诉我他已经知道我还有个私生子的事儿，还是说他没再打算回来？我有儿子继承门楣，他回不回来也一样。哼，这个逆子！这是怎么了？这块玉佩背后的意义，风儿岂能不懂？说了几句重话，就把玉佩还回来了。他有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吗？本来大太太是逼问大老爷的，这会儿倒宽慰大老爷别生气了。明媛着手调制药丸，楚墨尘不在，晚饭他都是在后院吃的。但是这一夜并不平静，等他忙完准备睡觉的时候，远处火光冲天，不知道是谁家着火了。那边不是侯府，也不是苏家，烧成这样，只怕是救不了。但愿没人伤亡吧。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总之睡得挺香的，就被人给摇得头晕乎乎的。这么急着喊我起来，火烧屁股了？户部衙门被烧了。昨晚被烧的是户部。户部被烧，这么大的事，定北侯难辞其咎。明媛不大放心，让赵成去侯府打探。诚如明媛所料，他让赵成打听回来的消息和他猜测的差不多，户部有问题。定北侯出任户部尚书后，就着手查账。不过几天，魏明成就查出问题了。定北侯拟好奏折，准备上奏皇上，然后户部就着火了，账册被燃烧殆尽。给朕缉拿前户部尚书。皇上，前户部尚书丁忧在家，手头上的活都交给了定北侯管，要缉拿也该缉拿定北侯才是。这是定北侯的弹劾奏折，该缉拿谁，朕难道心里没数吗？公公出去宣旨，晋王爷劝皇上息怒。前户部尚书下狱，皇上让靖王爷审理他。只是靖王爷赶到大牢的时候，前户部尚书已经咽气了。狱卒是怎么看守牢房的？方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刚刚有什么人来？刚刚有人来探监，但不是探望尚书大人的，不知道怎么就死了。也是。大半个时辰后，仵作才给出答复。要无尚书命的，是一半根小拇指上的短针，上面淬了剧毒，见血封喉。查抄吴府，吴家上下悉数下狱。世子妃是进门冲喜的，世子爷的腿都好了，他既不圆房也不走人，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应该是没给钱，又不好意思开口要，所以拖着呗。我听说他和世子爷一直同床共枕，这天天睡在一张床上，就算没圆房，只怕也嫁不了人了。又不是非要嫁人，20万两够他一辈子锦衣玉食，天天抱身赤肚了。和他们计较什么？世子妃大度不计较，可他们的话也太难听了。气什么？我不说走，没人能轰我走。我想这南王府里除了王爷，没人能拿出20万两给我了吧？万一真有人拿呢？等我银票拿到手再说，想那么多做什么？然而事情总是格外的出乎人意料。他在沉香轩说的话传到了大太太他们耳朵里，而且变了味儿。流言说他早就想走了，是王府承诺的20万两迟迟不兑现，他才留下的。只要给他20万两，他立刻马上卷包袱走人。不知老夫人叫明媛来是？你迟迟不和世子圆房，也不离开王府，
是因为王府承诺的20万两和郡主身份没有给你吗？这话叫我怎么回答？这事是王爷疏忽了，世子站起来就该提的。现在提也来得及啊，王爷不在，王妃还在王府里呢，这事儿王妃做主也行。王妃不知道该怎么说，她能看得出来陈儿喜欢世子妃，只是两人迟迟不圆房，王妃也是纳闷儿。你要走的话，我镇南王府不会拦下你。一边说我要20万两才肯走，一边又说我要走不会拦下我，这是要给我20万两的节奏啊！王爷不在，20万两我没法给，一切还是等王爷和陈儿回王府再说。20万两不成问题，世子妃不是信誓旦旦一箱子丑珍珠能挣10万两吗？正好我那还有1箱子，一并给了世子妃便是。大伯母说的这么轻巧，我一会儿让人把那1箱子丑珍珠送来给你，我不要你给我20万两，你长房自掏腰包给我10万两，我立刻马上卷包袱走人。明媛，王妃朝他摇头，不让他说义气话。母妃您放心，当初我为了钱和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嫁给相公冲喜，名声于我来说在接旨的时候就抛诸脑后了，岂是府里一点流言蜚语就能叫我生气的？越想我走，我还偏就死赖着不走了。不要试图拿2箱子丑珍珠就将我打发了，就算要，我也只要父王给的。我收了长房和3房的丑珍珠，岂不是帮了大伯母和3婶的忙？虽然1箱子丑珍珠值10万两，可也不是在谁的手里都能变成10万两的。给我2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我能买更多的丑珍珠，这笔账我还不糊涂。没见过这么会打算盘的，简直就是拿他当傻子糊弄了。如果找我来只是为了这事的话，明媛就先告辞了。有20万两，就送沉香轩去给我。丢下这一句，明媛都懒得俯身，就转身带着喜儿走了。没见过这么没脸没皮的。大嫂，这王府里找不到比明媛脸皮更薄的了。她要是没脸没皮，那其他人呢？大太太脸一梗，气得望向老夫人。从宫中拿20万两给世子妃，送她回定北侯府，等王爷回府再把20万两还上便是。本王妃不同意。二嫂，我们都同意，我看世子妃也是同意的，你又何必强拦着？让楚总管拿银票给世子妃。这是一锤定音了。丫鬟去给楚总管传话，楚总管清点了宫中银票。这宫中只有25万两，如果拿20万给世子妃的话，王爷如果出去几个月，这内院怕是周转不开了。拿给他便是，王爷离京还能待上1年半载不成？唉，王爷失策了呀，他把世子带走，只留下了王妃，这根本不是老夫人、大太太、三太太的对手啊。有劳楚总管给我送银票了。楚总管叹息一声，陪我去见王妃。你真的要离开陈儿，回定北侯府？母妃，父王承诺给明媛20万两，还有郡主的身份。明媛既然是镇南王府的郡主，当然要住在镇南王府了，直到出嫁为止。只是这郡主的封号，不知道母妃能不能替明媛向皇上讨来？好孩子，到母妃身边来坐。母妃，明媛既然是您和父王的义女，那住沉香轩就不合适了，是不是该给明媛换个地方住？哎，换什么？要换也让陈儿换。母妃做主，让她搬出沉香轩了。这事一传开，老夫人和大太太他们差点没气吐血。怕他们不够气，王妃和明媛一起去了长辉院。本王妃怕是没本事替王爷给明媛一个郡主封号，还请老夫人进宫请旨。明媛在这里，就先谢谢祖母了。你，孙女儿一定会好好孝敬祖母的。老夫人一口气没提上来，卡在了那里。你的孝顺就是把老夫人给活活气晕吗？三婶这话，明媛就不爱听了。从进来，明媛只说了2句话，一句是道谢，另一句是表达将来会孝敬老夫人。这话搁在哪个老夫人身上都爱听，就算不爱听，也不会气晕。
老夫人是自己身子骨不好，怎么能怪明媛啊？哼，当真是伶牙俐齿，死的都能说成活的。如果你们硬要把老夫人气出好歹来的罪名强加在明媛身上，那明媛只能找人来评理了。本来老夫人还有一口气，明媛3两句话一说，她真的气晕了，屋子里乱作一团。世子妃，定北侯夫人来了，以后叫我郡主。母妃随你去迎接你娘。老夫人逼明媛回定北侯府的消息，周妈妈知道后就差人回去禀告苏氏了。苏氏一知道这事儿，便匆匆赶来。可是过了2门，看着明媛扶着王妃走过来，脸上笑容的比盛夏花园里的花还要灿烂。到底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他们逼世子妃回侯府，给了世子妃20万两，把世子妃逼成了镇南王府郡主。我说怎么远远的看上去你们更像母女了，原来真成母女了。娘，我现在既是定北侯府的女儿，又是镇南王府郡主，哪天我想爹娘了，就回去小住几日，倒是比以前更名正言顺了。那这么看来，倒是件好事了。可不是件好事儿，我真诚地向老夫人道谢，结果她一激动晕了。真的是激动吗？难得来王府，去我恒芜院坐坐。几人有说有笑地去了恒芜院。老夫人切忌激怒宫心，一定要静心歇养。丫鬟领着太医下去开药。大太太和三太太一对眼，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否则连往哪里搁？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去常惠院一趟。早上去请啊。老夫人不是身体不适，不见世子妃吗？谁知道呢，丫鬟来传话的，肯定没好事儿。既然派人来找了，不去肯定不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在院门口正好和王妃碰上。平常王妃是不管常惠院的事的，但王爷和楚墨尘都不在，老夫人找明媛，王妃少不得要来盯着点儿，以防万一。不知道祖母找明媛来是？恭喜老夫人得了这么一个聪慧的孙女儿，年纪也不小了，老夫人不妨给她挑桩中意的亲事。王妃脸色一冷，看向三太太的眸光难得的带了几分凌厉。和她开玩笑的，二嫂怎么还当真了？我知道三婶是在和我开玩笑，老夫人都憔悴成这样了，三婶还让老夫人给我挑未来夫婿，未免也太不孝了些。何况府里嫡出的姑娘都还没嫁，怎么也轮不着我一个义孙女儿。三太太眸底微寒，没再说话。老夫人，道士请进府了。道士？怎么又请道士进府啊？明媛坐到一旁，很快丫鬟就领着道士进府了。很巧，又是熟人道士。上回我想找道长，一直没找到。找了个道观修行。骗吃骗喝的道士，居然混到有道观了，厉害啊！我也是碰巧知道道长在青云观修行，便让下人将道长请了来。这些天呢，府里的邪气重，好好除除。干脆直接说我就是那团邪气就是了，何必拐弯抹角？不知道老夫人做了什么噩梦？老夫人昨晚梦到有人杀她，杀她之人戴着面纱，看不清容貌，吓得老夫人半宿没睡着。还好没有直接说是我杀的。府上最近是不是添丁了？并没有啊。怎么没有？府里不是多了位郡主吗？不知那位郡主现在何处？喏，在那儿呢。道士望过去，只见明媛一脸灿笑。没错，就是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为什么我总是接到烫手山芋啊？道士强自镇定。这不是镇南王世子妃吗？已经不是了。道长应该听说我是为了给世子爷冲喜才加进镇南王府的。镇南王府阔绰，不用我待够1年，就给了我20万两冲喜钱，并给我镇南王府郡主的身份，所以我现在是镇南王府郡主了，算是添丁了吧。道士大手一挥，让人在院子里摆香案，那气势看得大太太心里很舒服，仿佛胜券在握。且看你们能蹦跶得多高。道士忙了1刻钟，看得明媛都头晕了。这道士是自己人啊。虽然世子妃并没有收买过他，
但威慑使他臣服。情况如何？世子妃不适合做府上郡主。我怎么就不能做镇南王府郡主？还望道士告知。世子妃的八字和老夫人没有祖孙缘分，硬是记在膝下成为孙女儿，对老夫人对世子妃都没有好处。世子妃福泽深厚，能平安无事，但恐怕会伤及老夫人。这道士算的一点没错，可不是世子妃一提要做镇南王府郡主，老夫人就气病了吗？没有祖孙缘分啊，却硬要成为祖孙，这不就是要克死老夫人吗？一边说我福泽深厚，一边说我克老夫人，你这臭道士算的到底准不准啊？这道士也不止一次请进府来，准不准你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你为了做我镇南王府郡主就不惜枉过老夫人生死啊？道长，可有办法化解？有。大太太怔住，眉头打了个死结。府上大太太和三太太的八字可以来平衡世子妃和老夫人。道长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太太和三太太去慈云庵替世子妃祈福，她便能留在镇南王府，且不克老夫人。真的，明媛费了好大的气力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为了老夫人周全，有劳大嫂和三弟妹了。就不能让世子妃搬回定北侯府吗？承诺明媛做我镇南王府郡主的是王爷，让不让明媛回镇南王府，这事儿该王爷拿主意，还轮不到三弟妹你来管。只要你和大嫂去慈云庵祈福几日，就能化解老夫人的灾厄，难道你们都不愿意吗？两人不说话，王妃就当他们同意了。道士也这么认为的。大太太和三太太一人在佛堂住8天，一人住15天。谁住8天？谁住15天？这一点大太太和三太太商量即可，小道就不替你们做安排了，但是要住够，少1天1个时辰都不行。明媛眨眨眼问道士，那大伯母和三婶从慈云庵回来之前，我是不是最好不要和老夫人见面？世子妃聪慧，最好是不要。那这半个月，明媛就不来长辉院请安了。等大伯母他们回来，明媛再给祖母晨昏定省。看见没有，我就是这么的孝顺。化解遭厄，老夫人就多了一位孝顺孙女儿，可喜可贺呀。老夫人脸色清沉，还得道谢。大太太和三太太是打落牙齿或血吞，气得胸口血气翻滚。明媛没事了，就带着喜儿走人，怕多待一刻就伤了老夫人。道士前脚走，后脚大太太和三太太就争执上了。我在慈云庵待8天，大嫂的意思是要我待半个月了？这馊主意是你出的？好好一主意，被你败成这样，大嫂还有脸怪我？三弟妹怕道士败露惹祸上身，让我去办。哈，现在事情办砸了，又怪在我头上。三弟妹这是拿我当傻子吗？就这样，两人越吵越激烈，最后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各自回屋气了一通，摔了几个茶盏后，又起身去了长辉院。老夫人，您说谁在慈云庵待8天，谁待半个月呀？既然都不愿意退让，就一起在慈云庵待半个月吧，也好做个伴儿。谁要和他作伴了？一个人清静自在。但要说退让，谁也没有，凭什么便宜了对方？然后就这样决定了。世子妃，青怡郡主来了。青怡郡主走上来，甜美的脸上带了一抹埋怨：你可把我坑惨了。我家世子妃有段时间没见她了呀，更不会坑她呀。但凡我送过珍珠糕的都来找我，说珍珠糕好用，他们习惯了，我不给就要和我断交。昨儿寒生郡主还问我有没有多的，她也被人催了。看来反响挺不错的，是时候让珍珠糕上市了。明媛把开铺子卖珍珠糕的事一说，青怡郡主就笑道：你送我的珍珠糕比其他的胭脂水粉都好用，用过的都赞不绝口，等铺子一开一定客似云来。在花园里转了一圈，青怡郡主就告辞了。只是前脚送走青怡郡主，后脚皇后便派人来传赵明媛进宫。
这是明媛帮皇后夺回凤印后，皇后第一次传召她。无需多礼，快坐。明媛屁股还没挨到凳子，一小公公进来。皇后娘娘，贵妃娘娘来了。皇后眉头狠狠地皱了下，让她进来。皇后怎么传召镇南王府郡主进宫了？皇后眉头狠狠一皱，刚要说这是镇南王世子妃，明媛就起身给孙贵妃见礼。看来还真是镇南王府郡主了。还没有郡主封号，不敢当。不过是一个郡主封号，镇南王府承诺于你，本宫替你向皇上讨来便是。明媛只回了一笑，并未接话。听说魏姑娘出门容易遇到危险，皇后怎么还传召她进宫呢？皇宫和王府相距不远，却也难保不会出事儿啊。找镇南王世子妃进宫是商议买珍珠膏的事，你们不总是明里暗里和本宫抱怨宫里的胭脂水粉不好，喜欢珍珠膏吗？现在是不打算要了？啊，原来珍珠膏是出自魏姑娘之手啊。明媛没理他，这嫔妃一看就是孙贵妃的人，一上来就戳人痛处。这珍珠膏怎么卖的？因为用的是珍珠，所以价格稍贵，100两银子一盒。那么小一盒就要100两？本宫可是听说调制珍珠膏用的都是废弃的丑珍珠。丑珍珠那也是珍珠，不是大米。孙贵妃后槽牙咬紧，眸底窜过一道寒芒。之前的小盒是送给大家用，观看效果的。正式卖的珍珠膏是那个的3倍左右。因为原材料珍贵，调制起来麻烦，所以价格偏贵。本宫要和镇南王世子妃商议事情，你们都退下吧。孙贵妃端茶轻啜，对皇后的逐客令充耳不闻，仿佛没听见似的。贵妃，你也退下。孙贵妃脸上的笑容僵硬住，她都这么明确地表示要留下，皇后还轰她走。商议定价格后，又定了数目，再闲聊会儿，大半个时辰就过去了。皇后出事了，孙贵妃浑身疼痒不止。皇后下意识地看了明媛一眼，没给孙贵妃下药啊，怎么就疼痒不止了？不至于狠到对自己下手来栽赃给我吧？世子妃，一起吧。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怎么了？九皇子给孙贵妃下毒，被逮着了。没看错，是九皇子给孙贵妃下的毒。的确是，而且从九皇子身上也摸出来了毒药。寝殿内，孙贵妃疼痒难耐，还不快给孙贵妃医治？这虽然找到了毒药，但九皇子这药也不知道是多久之前的，没有保存好，发霉了。九皇子跪在大殿外，罪证确凿，无可抵赖。查不出贵妃娘娘中的何毒。九皇子身上怎么会有毒药啊？而且还发霉了。他的毒药是谁给他的？九皇子一个字也不肯说。给本宫打到他开口为止。皇上并未阻拦，毒害孙贵妃还罪证确凿，这事儿皇上也没法包庇。不用审了，毒药是我给九皇子的。是你指使九皇子谋害本宫？我给毒药给九皇子是给他自保用的，叮嘱九皇子不得随意使用，他也很听话，不然不会好好的毒药留到发霉变质的地步。他豁出去给孙贵妃下毒，我想一定有原因。皇上点头，快把九皇子带进来。要你管我？皇上没说话，皇后看了明媛一眼。九皇子为何给孙贵妃下毒？九皇子不说话，皇上皱眉。有什么委屈就说，皇上在这里，跟自己的父皇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有事就说。皇后想了想，莫非是为了安妃？安妃是谁？安妃是九皇子的生母，1年半前惹怒圣上，被打入了冷宫。果真是为了你母妃，才给孙贵妃下毒的。母妃是冤枉的，她都快病死了。快给我解药！明媛站着没动，皇上看着他，快帮贵妃解毒。毒药变质，明媛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帮孙贵妃解毒。毒药是你给九皇子的，我要是卖刀给别人，别人拿刀捅死了人，我也要负责。孙贵妃气得脸都绿了。明媛望向九皇子，他眨眨眼，有话就直说吧。皇上，
那明媛就直说了，把毒药给九皇子是明媛的疏忽，才让九皇子有给人下毒的机会。但他一番孝心，还请允许太医给安妃治病。九皇子说安妃被贬进冷宫是冤枉的，明媛不知道经过，不便多说。但人是皇上您打入冷宫的，若不让九皇子知道始末，将来安妃有什么好歹，他肯定会恨您这个父皇受人蛊惑。皇上眉头皱了一下，他也不想被儿子记恨。当年安妃出事，臣妾病了，是贵妃处置的。后来臣妾也质疑过安妃是不是受冤了，但皇上气头上，没人敢提。如今皇上气也消了，安妃若真是受冤，也该还她一个清白。受冤？皇后的意思是我冤枉了安妃了？当年安妃一事，罪证确凿吗？当年丽嫔身怀6甲，吃了安妃送的糕点就小产了，安妃身边的宫女扛不住板子，指认是安妃指使她下毒害丽嫔，然后就把安妃打入冷宫了。皇后点头，事情的确就是这样的。得多蠢，才在自己送的糕点里下毒害别人。我相信这么蠢的安妃是绝对生不出九皇子这么聪慧的皇子的。难道真冤枉了他？孙贵妃疼得叫出声来。明媛问道：当年的事贵妃最清楚，安妃有没有可能是冤枉的？她想说没有可能，可是明媛脸上写着想清楚了再说。没有可能是冤枉的，那我可能也没法替你解毒。有可能。有可能？那贵妃怎么一直不查清这事，让安妃一直待在冷宫里？我只是说有可能是冤枉的。九皇子聪慧，不一定是随了安妃，那是皇上英明。皇上，安妃的案子的确有疑点，现在她病重，还是接出冷宫医治吧。万一真的受冤，岂不无辜？派人把安妃接出来，让太医去给她医治。安妃被贬之前就住永和宫，住惯的地方就安排在那儿吧。皇上没说话，就算是默认了。至于九皇子，九皇子给贵妃妹妹下毒，怎么罚九皇子？理当贵妃妹妹说了算。等查清安妃一事，再惩罚九皇子不迟。若真是冤枉了安妃，我便不罚九皇子了，全当是对安妃的补偿。这样的安排，明媛还算满意。她走上前帮孙贵妃把脉，然后开药方帮孙贵妃解毒。明媛跟着皇后出了朝阳宫，四下无人。安妃一事，本宫会尽量帮着查清。只是这案子发生在1年半前，涉案的宫女被杖毙，又从她屋子里搜出来毒药，这案子很难翻。安妃有多大可能是真的被冤枉了？10成。可他认定安妃是被冤枉的没用，他的认为不能作为证据。这后宫里枉死了不知道多少人，这后宫的事归皇后您管。明媛不过是心疼九皇子，想帮他一把。后宫这么大，我想没有什么事能瞒得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如何重赏？给别人想要的就是重赏。本宫尽力相助。至于能不能替安妃洗刷冤屈，那就要看她有没有那福分了。世子妃回来了，快去禀告夫人。等他进二门，苏氏走过来。皇后传我进宫商议买珍珠糕的事，我想着既然都出府了，索性回来看看您和爹爹他们。爹爹还好吧？户部走水，账册烧掉大部分，本来就是一堆烂账，现在这些烂账连账册都没了，再加上你爹才进户部，手底下的人不好管，你爹这些天忙的是焦头烂额。还是让爹爹别想着查账了，把户部的存银点清楚，从现在起不许户部有烂账才是正经。身后魏明成走过来，正好听到明媛说的话，他恍惚想起来什么，转身走了。定北侯正对着为数不多的账册翻看，脸上的愁容就没散开过。有事？这些账册翻来覆去看过很多回了，没有后续账册是查不出问题的，管好当下最要紧。这当下有什么好管的啊？清点库银，重新登记。这没有必要，户部多少钱我们都知道，要精准到1钱银子。户部侍郎眉头一皱，定北侯就道：即刻派人清点库银。户部一堆人清点库银，魏明成亲自盯梢。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定北侯把这个精准的数字呈报给皇上。朝堂上有记性好的，还记得上个月吴尚书报的数字，
2个数字差了29万7千两。这1个月，户部最大的开销就是赈灾，皇上拨款10万两，他们都听见了，也就是还有19万7千两的空缺。在吴尚书的奏折上有着20万两，但户部的库房内并没有。皇上下旨把2位侍郎大人下狱，严加审问，严禁任何人探望。如果左右侍郎什么都不招，明抄家。皇上让靖王爷审问左右侍郎，他们只一个劲儿地把过错推给吴尚书，反正死无对证。吴尚书是生了几双手几颗脑袋啊，户部大事小事都他拿主意，只手遮天。朝廷要你们2个侍郎大人何用啊？2人冥顽不灵，最后靖王爷带人抄了左右侍郎府。2人加起来的家产比吴尚书少不了多少，光是银钱就把户部的空缺给补上了，遑论那些田产家宅。一时间京都风雨飘摇，谁也不知道户部一案背后会牵扯出多少人来。在这不平静的时候，明园的铺子开张了。开张这一天，明园没有去，是托魏明诚照看的。喜儿带着海棠和青杏去看热闹，只留下雪雁伺候明园。他看着书走神，书上有批注，是楚墨尘写的。半个月没见，越发想他了。世子妃，喜儿他们回来啦。铺子开张如何？世子妃的珍珠糕啊，整个京都都有耳闻呢，用过的没用过的都想试试，差点没把美人坊给挤爆掉。高兴了会儿，海棠就说起另外一件扫兴的事。大太太和三太太回府了，这么快就半个月了。大太太似乎很不高兴，看奴婢们的眼神都不善。在慈云庵吃了半个月的素斋，心情怎么可能会好？能对咱们有好脸色才怪了。这般想，青杏也笑了。喜儿呢？没回府。喜儿姐姐没有一起回来，回来的路上出了点事儿，她下马车了。出什么事了？马车撞了一个烂醉如泥的书生，好像撞伤了。喜儿姐姐带他去看大夫了。今儿是发榜的日子，喝得烂醉，肯定是落榜了。一个小书生没人放在心上，如今大太太和三太太回来，他再不能躲着了。明园便带着雪雁去了长辉院。我这一回在慈云庵替老夫人祈福，没想到户部会出这么大的事，我竟一点忙都没能帮上。回头我怎么和娘家嫂子交代？见明园走进来，大太太射过来的眼神比寒冬腊月的风还要凌厉几分。原来户部左侍郎和大伯母沾亲带故，那正好，大伯母帮忙撬开左侍郎的嘴。虽然查抄的家产不一定能还回去，但或许能保住一家老小的命。你，大太太气得倒仰。查抄2位侍郎府是皇上的意思，是靖王爷带人去查抄的。身为户部侍郎，在其位却不谋其事，还贪墨，被逮住了还死不认罪，就是把牢底坐穿都不冤。大太太嘴皮哆嗦，半晌没能说出来句话。好歹我和你大伯母也在慈云庵为了你不克老夫人，诵经祈福半个月，你一句感谢都没有，见面就把你大伯母气成这样，有你这样的晚辈吗？这半个月，我一直很感激大伯母请道士进府，算出我克老夫人，差点搬回定北侯府。万幸的是能化解，也正因为心中感激，所以想帮大伯母保住娘家大嫂的兄长一家，有什么不对吗？只是不明白大伯母为什么这么生气。莫非大伯母是怪我父亲太尽职尽责，在户部衙门和账册被烧后，还一直想查出贪墨的人，最后查到了2位侍郎大人头上？一番话问得人哑口无言。大太太端茶灌了一口，平复心中怒气。明园没待一会儿，王妃就过来了。平常王妃可没这么勤快的请安，如今王爷和世子离京，世子妃一来他就赶来，这是怕世子妃受委屈吗？退下吧。老夫人摆手，明园也不想多待，扶了扶身就告退了。情况如何？不许探监，我没见着孙侍郎，这回啊，想要全身而退，几乎是没有可能了。怎么耽误这么久？那烂醉的书生没事吧？他伤得有些严重，左胳膊折了，而且很穷，连诊金都付不起。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
幸好周大夫认得我，没收钱。不就是没考上，回去用功读书，3年后再考一回就是了。那书生说，这一回考不上3甲，他心爱的姑娘就要嫁给别人了。他能等3年，人家姑娘不会等他3年呀。还是个情主呢，只是用情这么深，怎么不用功读书？那书生很用功啊。哎，那书生啊，世子妃你也见过的，就是坐牛车还看书的那个书生。那么认真，都还落榜了。那书生醉醺醺的，周大夫给他治伤的时候，他大骂朝廷不公，科举舞弊，皇上昏庸，令天下寒门子弟寒心。唉，骂的周大夫啊都不敢听，最后用银针把他给扎晕了。可监考官和阅卷官都是苏老太爷啊，不应该存在舞弊才对。是不是那书生太自负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把自己知道的说给你们听。难道真出弊端了？世子妃这是怀疑苏老太爷吗？去苏家走一趟。世子妃要亲自去吗？我自己去吧，我也有段时间没见外祖父外祖母了。明媛让丫鬟去外院找储总管安排马车，自己则去恒芜院和王妃说一声。非去不可吗？明媛素来懂事，不是万不得已。王妃相信她不会出府，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路上小心啊。世子爷随王爷离京之前，特别叮嘱不让世子妃您去苏家。他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还督促着京都酿醋大业呢。世子妃就别为难属下了，有什么事属下去办也一样。真有那么为难？世子爷的醋劲儿有多浓啊，世子妃您是最清楚的。看护不力，世子爷舍不得拿世子妃怎么样，可我就未必了呀。我也不让你为难，我把你迷晕再去。说着，明媛抬手要下毒，赵成连忙后退几步。世子妃，属下随您去苏家便是。书房内，苏老太爷一脸笑容，一眼看去就知道他心情极好。外祖父心情这么好？这一回岳麓书院考得不错，不出意外的话，前3甲至少有2个是岳麓书院的。此番阅卷，其中一篇文章，老太爷是赞不绝口啊。来找外祖父可是有事儿啊？我就是为了科举一事来的。怎么关心起科举来了？喜儿撞伤了一书生，那书生破口大骂科举不公，令天下寒门子弟心寒。那书生进京还曾坐镇南王府的顺风车，相公还与他对对子，似乎挺有才学的，却落榜了。你确定那书生有才学？他在进京的路上搭人家牛车呢，还在苦读，醉酒的时候还在读诗呢。奴婢听不懂，但周大夫说他倒是满腹经纶，出口成章。把书生带来，是真有才学，还是愤世嫉俗，一考便知。去周大夫那儿把人带来。一进屋，哗啦一声，书生吐了。先扶下去，收拾干净。一会儿没才学，直接让人把他扔出去。1刻钟后，书生换了套衣服，大概被浸了冷水，人清醒了几分。我认得你，监考官，我要骂你。苏老太爷眉头皱成麻花，强忍着才没有动怒。待会儿再骂，我且先考考你。你考吧。明媛坐在一旁听苏大老爷考书生，几个来回后，苏大老爷看向苏老太爷。你可还记得自己答卷写了什么？自己的答卷怎么会不记得？现在能写出来吗？给我笔。苏老太爷把桌椅让出来，提笔沾墨，开始写起来。苏老太爷没忍住过来看了一眼，只一眼，他脸色就难看了起来。苏大老爷了解苏老太爷这是要发怒的前兆，他瞥了答卷一眼，脸上也添了震惊之色。这不是……让他写完。书生写得很快，1刻钟便写满了1页纸，然后把笔放下。苏老太爷飞快地从头看到尾，又看了一遍，脸色冷得仿佛脸上能凝结寒霜了。这就是那份让他赞不绝口的答卷。这答卷是不是做了几处修改？
在考场上答题紧张，考虑不周，出了考场心中后悔，反省了几日，这是修改后的答卷。你当真落榜了？没有落榜，我这会儿应该再写家书回家报喜，而不是喝得烂醉如泥，怎么来的这里都不知道。真的有问题？不是有问题，而是有大问题。想到明天殿试，然后钦点三甲，苏老太爷就坐不住凳子了。他要带着考卷和书生进宫。外祖父，您先冷静下，您是没法直接带那个书生进宫的。苏老太爷都气糊涂了，不是谁都能往宫里头带人的，就是他这会儿进宫，皇上都未必见他。不是还有准备了没有选中的考题吗？让他再答一卷。外祖父带着2份卷子进宫见皇上，应该足以让皇上传召他进宫了。皇上让苏老大人有什么事儿，明儿早朝再禀告。明媛远远地看着，见苏老太爷没有直接进去，就知道皇上不见他。他从马车内下来，走上前，望着传话公公，去禀告皇上，就说我有要事相见。世子妃和奴才开玩笑呢，您要进宫啊，哪用得着通传啊？您直接进就是。只是皇上见不见您，还得看皇上的心情啊。外祖父，要不我进宫见皇上？苏老太爷点头，把2份答卷交给他。皇上，镇南王世子妃求见。刚刚苏老太爷求见，我没见，怎么换他来了？让他进来。明媛走进去，俯身给皇上见礼。朝朕有急事。明媛是帮外祖父送2份答卷来给皇上过目。答卷？秋闱都结束了，怎么还送答卷来？苏老大人爱才，也不能开这样的后门。不算走后门，勉强只能算爬窗户的。皇上把手中奏折放下。朕倒要看看是怎么爬窗户的。皇上接了答卷，看起来题目不对，但因为字写得不错，皇上还是往下看，几眼之后就眸露赞赏了。这答卷，这2份答卷都是一个落榜的书生写的，这会儿就在宫门外与外祖父一起等候皇上传召。宣他们进宫。明媛没有走，很快苏老太爷和那书生就进了御书房。看到皇上，书生跪在地上。这是怎么了？被我的马车给撞伤的。我就说他怎么会关心科举，原来是撞了人。皇上不妨再出一题考考他。皇上便出了一题，书生当场答题。皇上看过答卷后，对书生才学很是赞赏，让他落榜。科举问题不小，此次秋闱怎么出这么大的纰漏？臣不知，臣负责监考和阅卷，这案卷是统一誊抄，臣不知道这考卷是谁的。会不会是誊错了？绝不可能。书生的试卷被换是肯定的，但现在不确定其他人有没有舞弊现象。又是谁这么大胆敢偷换试卷？而且怎么就那么巧换了书生的？皇上让德顺公公传旨下去，殿试延后3天，也就是苏老太爷只有3天时间查科举舞弊之事。考生那么多，且住的分散，有些落榜的估计都启程回家了，怕是不好查呀。外祖父，那些考生的试卷都还在吧？出现偷换考卷的事儿，一旦有风吹草动，原件肯定很难找到了，但誊抄后的答卷都在，只要有就行。让那些考生来认领答卷，一旦出现2人抢1张答卷，这事自然也就闹大了。到时候那些考生会要求重考，就再考一次便是。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且这样办吧。皇上，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小公公也不知道，只将刚接到的信筒呈给皇上过目。这信筒是600里加急送回来的，上面有蓝色刻字，一般红色为喜，蓝色为忧，意味着是不好的事。只见皇上扫了2眼信后，眉头就拧成麻花了。皇上，出什么事儿了？皇上把信递给苏老太爷看，苏老太爷赶忙上前接过。明媛凑到一旁瞄了一眼，东陵皇帝大寿，
大景朝派去的使臣发现东陵对待北越的态度格外亲厚，一旦东陵和北越联盟，对大景朝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2年前东陵就是和北越联盟，打得大景朝溃不成军，打掉了大老爷的镇国公爵位，成就了镇南王。这2年东陵和北越都风调雨顺，一旦联手，难保不是存了蚕食鲸吞大景朝之意，不得不防。传王爷回京，再传靖王爷进宫议事。苏老太爷是文官，打仗的事他管不着，便和明媛退下。娘娘，镇南王世子妃和苏老大人进宫了，还带了一受伤的年轻男子。出什么事了？不知道，但是皇上下旨殿试延后3天。把这事告知晋王知道，务必谨慎。怎么把药材打翻了？为了帮你抓鸽子，结果鸽子没逮住，撞翻了药篓子。傻乎乎的，就不知道在吃的里面加点迷药吗？这样也行？迷药连人都能迷晕，何况是一只小小的鸽子。一只灰色的鸽子落在窗户上，晋王抓了信鸽，从他脚脖子上的竹筒内取出信来。晋王把信展开看了一眼，眸底寒芒毕露。连儿子都管不好，如何能成大事？王爷，出什么事了？把信给他送去。晋王身后的男子上前，把扔在地上的信捡起来。他知道王爷口中的他指的是谁。男子前脚走，后脚孙贵妃的人就来了。晋王本就冷沉的脸更沉了3分。走之前千叮万嘱，让他务必以长房为重，否则就当没他这个儿子。他还敢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啊！不是耽误了大事儿，不会给晋王爷送信，更不会给我送来了。越想，大老爷就越气得浑身颤抖不止。他提笔写字，半晌之后，他把笔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沉着脸起身出了书房。把太太找来，就说我有要事与她商议。雪燕，雪燕，我逮到一只灰鸽了。那是你逮到的吗？要不是世子妃聪慧，让他在吃食里下迷药，再给他3天，他也逮不到一只鸽子。一会儿烤乳鸽吃。看来湖畔的事你都还记得清楚。让你笑话我。雪燕见信鸽的脚脖子上还绑着竹筒，这信鸽在给人送信呢。我把他迷晕了怎么办？这我就不知道了，去问问世子妃吧。看看信上写了些什么再说。如果10万火急的话，他就帮忙送一下。喜儿忙把竹炭里的信取出来，信很小，但是信上没写字。这就是那天那只在我脸上拉屎的鸽子。气糊涂了吧？你那只鸽子是白色的，这只是灰色的。就算不是，它们的主子肯定一样。姑娘，奴婢要把鸽子烤了吃。明媛没回答他，他正拿着那张纸清嗅，纸上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味儿，应该不是没字，而是写了字，用特殊药水遮掩了，旁人看不见而已。世子妃，怎么了？先把鸽子关起来。明媛一边嗅着纸张上的药味，一边打开抽屉抓药。半盏茶的功夫，抽屉开了10几间。明媛把纸张放好，然后抓药。这一忙就忙到了太阳下山。要是信上的内容说的是无关紧要的事，就太对不起我忙这么大半天了。肯定是大事儿。明媛让雪燕把纸张拿来，她滴了一滴在纸上，渐渐的字体显现出来。看着上面的一行小字，明媛脸上的笑容瞬间湮灭。信上字不多，依计划行事，逆子若不听劝，一并除去。不知道是谁啊，这么狠心啊！明媛拿着信转身走到窗户处，赵成守在暗处，闪身出现在窗户旁。世子妃找属下有事。世子妃，咱们先吃饭吧。事情肯定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糟糕的，咱们别自己吓唬自己。喜儿说的对，吃饱饭才能想出解决的办法。就这样，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吃，好歹也吃了大半碗饭下肚。正想着，窗户被敲响。是大老爷的笔迹。确定没有弄错？属下对照了好几遍，是大老爷亲笔。
大老爷为了除掉王爷和世子爷，不惜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要一并除掉，他简直是疯了。世子妃，现在该怎么办？容我想想。明媛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多找些大老爷的亲笔。这很难办到，大老爷的亲笔不多，我也只在储总管那里找到大老爷亲笔写的帖子，找到几个字辨认。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王爷的书房应该有。怎么要去王爷的书房啊？明媛想找个东西，但是暗卫不许进。母妃带你去。明媛扶着王妃出恒芜院，正要往外院走，半道上一丫鬟过来传话：老夫人让世子妃去长辉院一趟。这么晚了，不知老夫人找明媛来是？你也知道时辰晚了。明媛不说话，三太太直接道：王爷书房是王府最重要的地方，世子妃要去王爷的书房做什么？被拦在外头，还找了王妃陪你去。我去父王的书房找本书，不能去吗？当然不能去。如果老夫人和三弟妹没别的事的话，我就和明媛去王爷的书房找书了。三太太脸色青红紫轮换了遍，她气得心口一堵，半晌没说话。你要找什么书？不拘是什么书，只要上头有大老爷的笔记就行。要找大老爷的笔记做什么？但被拦在门外，还来找我想办法，这事非拿到不可了。四下人来人往，王妃担心问太多，稍不注意被丫鬟听了去，给明媛惹祸上身。母妃，我就不进去了。那你等母妃会儿。这边王妃推门进书房，那边萧郎环带着丫鬟走过来。幸亏世子妃防备一手，没有跟进书房，否则就要有人坏事了。四弟妹怎么没有进书房？老夫人和三婶都说书房重地，等闲之人不能进。找本书母妃代劳就成了，我就不忤逆他们了。你来是？我和丫鬟60看见你和母妃脚步急切地往前院走，当是出了什么大事，就过来看看。等于了约莫小半盏茶的功夫，书房的门吱嘎一声打开，王妃走了出来，见萧郎环也在，王妃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下，眸底闪过一抹不愉。等明媛上前将手里的书递给明媛，明媛接过书向王妃道谢，然后随手翻了下，眉头微皱。这好像不是大老爷的笔记。你回沉香轩吧，郎环送母妃回恒芜院就行了。那就有劳三嫂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刚进门，窗户就被敲响。这是王妃刚刚让看守王爷书房的暗卫送来的，是大老爷亲笔誊抄的兵书。拿到书，明媛心情就灿烂了。她随手翻了下，她需要的字上面都有。明媛把书收好，然后起身去了后院。这一忙就忙到了月上中天，直到哈欠连天方才回屋睡下，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来。用了早饭后，便去长辉院请安。母妃帮我在父王书房找到了我要的孤本，夜里看得起劲，多看了几页，睡晚了。那本南陵手札有那么好看？写得挺不错的，四哥离京之前向我介绍的，临时随父王离京办事，这事就搁置了。我昨晚在书房找书，临时想起来，便去父王的书房拿，谁想到进不去，这才让母妃帮我跑一趟。一声四哥，明媛喊得挺痛快的，其他人脸色变一变。四弟推荐的，你又说好看，正好我闲得无聊，也看看打发时间。明媛没理会他，书还给王妃，她爱看不看与她无关。这么厚一本书，这么快就看完了？兴师动众找一本书，想来感兴趣的人多，就不让他们等得心急了。你管他们做什么？别累坏了身子才是。相公还介绍了另外几本，我也不好再麻烦母妃替我找，我打算一会儿去苏家一趟。路上小心，多带些人护着。明媛并非去苏家，她只是说给萧郎环听的。出了镇南王府后，就直奔定北侯府了。父亲和大哥可在府里？哦，侯爷在书房，世子爷出去了。世子妃找世子爷，可是有急事。去找一下大哥。李总管没敢耽搁，派了好几个小厮出去找魏明成。可是出了什么事儿？这是喜儿拿迷药迷晕的信鸽脚腕上绑的无字信，
我调制了药水让字显现，这信是镇南王府大老爷亲笔写的。你是要我把信送进宫交给皇上？这信是大老爷亲笔，他抵赖不掉，什么时候交给皇上都可以。女儿此番回来是想找大哥再写一封信送出去，将计就计。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护楚墨尘周全了，至于能管多少用，他也不知道。我倒是知道一个擅长临摹笔记的人。成儿，此事事关重大呀，务必要确保送出去的信能以假乱真。父亲放心，我这就去办，很快就会回来。既然回门了，当然要吃回门饭。这边刚吃完饭，那边过来一丫鬟。世子妃，侯爷让你去书房一趟。娘，我去见爹爹，然后就回王府了。我送你去。娘，我不用你送，改日我再回来看你和祖母。这纸条我看了，足以以假乱真，你看看。明媛接过纸条仔细对比，的确像一个人的笔记，应该可以蒙混过关。希望能帮到镇南王吧。大老爷膝下不就楚大少爷一个儿子吗？也能狠得下心？不止一个儿子，大老爷膝下还有一个私生子，世子爷还见过呢，就是上回来咱们侯府那个小少爷。那差点被人贩子抓走的小少爷，就是大老爷没有认祖归宗的私生子。镇南王府内三老爷的私生子就是他的阴谋，我怀疑就是为了让他认回私生子做的算计。虎毒不食子，楚大少爷真的是楚大老爷的亲生儿子吗？我也这么怀疑，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是大老爷大太太亲生的。奴婢觉得这字条就足够了。明媛没说话，这纸条是够叫人怀疑的，但作为证据稍显不足。把这事压下，明媛收好纸条，朝定北侯告辞。定北侯不放心明媛回镇南王府，让魏明成护送。看着鸽子振翅离开，明媛一颗心都提了起来。但愿这信能送离京都，但愿信鸽不在半道上被人打下来。世子妃，王妃让你去恒武院一趟。方才回府没先来给母妃请安，母妃找明媛来是？母妃找你来帮忙看账册。我现在身份尴尬得很呢。明媛眉头扭着，但看到萧郎还在，明媛也能猜到几分。小半个时辰后，王妃乏了，便合了账册。明媛和萧郎还俯身告退。四弟妹打算一辈子都这样避开我吗？他还没转身，更刺耳的话传来：等郡主另寻良婿，从镇南王府出嫁，往后想再见就难了。看来三嫂是迫不及待我出嫁呀。当初四弟妹嫁进王府冲喜，不就是打的这样的好算盘吗？我还没嫁，你倒先嫁了。你不成我一份情，反倒处处针对我。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想知道长房和楚墨风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怀疑楚墨风不是长房亲生骨肉后，任何一点关于长房的事，明媛都不想放过。楚墨风，你喊的还真是亲切。三少爷对你可没话说，莫非你心里还对大少爷念念不忘？他声音不大不小，吓得萧郎环脸色一白。去凉亭坐会儿吧。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三嫂打算一辈子都避开我吗？明媛脚步停下，萧郎环却是没理会他，直接抬脚走了。他隐隐感觉到有一股视线围绕着他，他转身回头四下张望，却什么也没看见。世子妃看什么？没什么，走吧。世子妃，世子爷来了。我大哥来了。海棠连连点头，难得魏明成来找他，抬脚迎出去。大哥怎么来了？为了铺子的生意来找你商量下。铺子上的事，大哥全权做主就是。铺子上的珍珠糕卖得极好，沈家想多买一些，卖到大简朝各地去。魏明成在刻意避讳，明媛感觉得出来，毕竟是他的亲大哥。大哥觉得不方便，那我就和沈大老爷谈。让沈大老爷来王府找你商议。还是去侯府吧。明儿我来接你回府。那就有劳大哥了。和大哥还这么见外，那我先回府了。今儿怎么来了？我还以为要派丫鬟去催你来学管账，你才来。我是来和母妃说一声，我有事要回侯府一趟，等回来再和母妃学管账。王妃知道昨儿魏明成来找明媛的事，她也知道最近明媛办了件大事，
那就是他发现了科举舞弊一事，前几日才回门的。若非必要，应该不会这么频繁的回去。多带些人去，路上小心。没想到这么巧碰到你回门。明媛灿然一笑，结果沈妙言看到魏明成，脸颊一红，飞快地低下了头。世子妃，沈大老爷在书房陪侯爷下棋。我找父亲有点事，待会儿去内院，先让丫鬟领你们过去。哎，世子妃先忙。听到脚步声传来，沈大老爷瞥头就看到明媛走过来，他起身给明媛见礼。沈大老爷客气了，您是长辈，无需和我多礼。一家人礼数多了就太生分了。是。丫鬟端了茶进去，明媛开门见山。沈大老爷要多少珍珠糕？知道沈大老爷难开口，魏明成道：沈家胭脂铺子遍布大井，珍珠糕效果又好，有多少沈家要多少。铺子一直劳烦大哥在管，铺子珍珠糕能生产多少我也不知道。这样吧，留够铺子上卖的，其余的都卖给沈家，至于能卖多少，可就有劳大哥监督了。魏明成哭笑不得，他和沈大老爷也算是最会谈生意的了，但碰到明媛这么会踢皮球的都是白搭。这珍珠糕的原材料珍珠是王爷的，王爷让我代为处置，我承诺的是1箱子珍珠给他10万两银子，但我想以王爷的性子，这10万两十有八九是用在他手底下的将士们身上。我给沈大老爷2个选择，一个是用80%价格购买珍珠糕，另一个是70%，无需付钱，只需要用沈家有的药材和粮草抵账。我不占沈家便宜，药材和粮草卖给别人什么价，给我什么价就成了。妹妹虽然给了2个选择，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一边卖给沈家珍珠糕，一边帮沈家销药材和粮草，这对沈家来说可以算是天上掉馅饼的事了。明媛说不占沈家便宜，但既然是做生意，就该一码归一码。我替他说一句，沈家交换的药材和粮草是给别人价格的80%。成交。买珍珠糕的事就这么定下了，剩下的事明媛就交给魏明成和沈大老爷商议，他则起身去了内院。大姐姐，你可算来了。明媛朝他一笑，过去给老夫人请安。对明媛，东宁侯府沈大太太是赞不绝口，他知道沈大太太是为了儿子的亲事登门的。明媛不着痕迹地看了眼谢婉华，她脸上笑容淡淡。外祖母，我们去花园转转。去吧，好好招呼沈三姑娘。在花园里逛了半圈，魏明一陪沈妙言去凉亭歇脚。表姐留步。婉华表妹找我有事。表姐能不能帮我和外祖母说，我不想嫁给东宁侯府大少爷。你为何不主动和祖母说？说了，但是外祖母生气了。他知道明媛在定北侯府说话的分量，有他出面和老夫人说或许有用，但是明媛拒绝了。表姐，你就帮我这一回吧。这桩亲事很好。亲事很好？凭什么三表妹嫁给恒王做恒王妃，大表姐嫁给镇南王世子，我就只能嫁给一个侯府大少爷，连个世子之位都没有？谢婉华气得拳头攥紧，强忍着怒气。表姐要怕外祖母生气，那你去帮我跟沈三姑娘说几句，你和她关系好，委婉一点，东宁侯府自然就不会再登门了，这桩亲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不会去说的。表姐，你就不能帮我这点小忙吗？难道在婉华表妹眼里，你的亲事只是一点小事？不管大事小事，表姐只说帮不帮我吧。不必再劝，我不会帮忙的。要说你自己去说。表姐，你们镇南王府请了几次进府的道士，就是当初二舅母请进府的假道士吧？婉华表妹这是在威胁我。我只是想表姐帮我一回。真的只是一回？谢婉华沉默了，因为不可能只是这一回，她心里还有楚墨风没有放弃过嫁给他的念头。如果明媛不帮她，她永远也达不成心愿。如果你觉得这个把柄能把我怎么样的话，就只管说出去。说完，明媛抬脚朝凉亭走去。沈大太太要回府了。我先回府了，改日我送帖子来，请你们去东宁侯府赏花。魏明启欣然允诺。
魏明一也点头应下，一路往前，半道上见一丫鬟从小道过去，明媛给喜儿使眼色，喜儿会意。小姑娘真是不知足，东年侯府大少爷多好呀，她还不愿意嫁，要世子妃帮她推掉这桩好亲事。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抗拒。东宁侯府大少爷才情洋溢，为人爽朗，前途不可限量，要不是真好，祖母怎么会选给他？这府里的堂妹都要排在后头。暗处丫鬟趴在大树后听着，等明媛走后，小丫鬟就飞快地朝北院走去。世子妃回来了，栖霞郡主来了，这会儿应该在恒芜院。栖霞郡主怎么来了？满月宴没有邀请明媛，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来永王府参加满月宴的人多手杂，栖霞郡主怕到时候有人暗算明媛，她赌不起。你身子还没复原，怎么能出门啊？我问过太医了，出门没有问题。你给我开的药方，我每日服用，身子好转不少。明媛能看得出来栖霞郡主气色不错，但最近2个月还是尽量少出门吹冷风为妙。等晨儿回来，你们什么时候给母妃添个孙儿才好？逗小少爷玩就逗小少爷玩，怎么催我生孩子了？萧郎环站在一旁，脸色铁青，拿着绣帕的手攥得紧紧的。最后明媛提议请栖霞郡主去沉香轩坐坐，栖霞郡主正想和明媛说几句提己话，永国公世子便抱着孩子前往。这可真是我亲儿子呀，真是一点都不给我这个爹面子，不打声招呼就尿了。快去拿一套世子爷的锦袍来给永国公世子换上。不用，马车内就有锦袍，正好要给孩子换，一并取来便是。永国公世子抱着孩子随丫鬟下去。我怎么觉得你就盼着这一天啊？前几日啊，玉儿在国公爷的身上撒尿，他乐了半天。国公爷给我下了令，让他也尝尝被玉儿尿一身是什么滋味。今儿出府，他舍不得我抱孩子吃累，我就觉得机会来了。果然是夫妻，坑起夫君来都不带眨眼的。进了屋后，明媛请栖霞郡主坐，帮她把脉。我是来道谢的，现在到城来看病的了。顺带的事儿。世子妃，奴婢拿一套锦袍给永国公世子。怎么了？锦袍不合身吗？是小少爷换了衣服，世子爷刚抱起来没走几步，小少爷又赏了他一波黄金。我去看看。说完飞快地往外走，生怕去晚了错过这样的奇景。喜儿拿了一套楚墨尘没穿过的锦袍给永国公世子。栖霞郡主回来，明媛笑道：如何了？如何了？他说这辈子啊都不再抱玉儿了，我把玉儿塞给了他。永国公世子拿栖霞郡主没辙，孩子塞过来他也不能丢回去，少不得抱着了。栖霞郡主陪明媛说了小会儿话就告辞了。周妈妈这么高兴，这是有好事儿啊！永国公府小少爷第一次出门就来了咱们镇南王府，一进沉香轩就尿了，这是报喜。要不了多久，咱们沉香轩也该添小人了。那是永国公府小少爷，不是喜鹊呀，怎么报喜啊？少奶奶，府里都在传世子妃和世子爷快要添小少爷了，都还没有圆房就要添丁，这是要怀野种吗？这话太刺耳，刺得传话丫鬟都不知道做什么反应好。她默默地退下。郡主，不能让世子妃先生下镇南王府的嫡长孙。不知道是谁给三少奶奶送了封信来。给我送信？还不快把信送过来！小丫鬟赶紧把信送上。萧郎环接了信，瞥了2眼，脸色就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了。好一个镇南王世子妃，好一个魏明媛。郡主，这仇咱们不能不报，我一定会报的。可惜呀，郎环不能生，不然该邢儿先生下镇南王府嫡长孙。三弟妹不该给郎环下避子药啊！谁给郎环下避子药了？大家妯娌这么多年，三弟妹和我就别藏着掖着了。你我都希望邢儿好，其实你就是不给郎环下避子药，他暂时也生不了。谁和大嫂藏着掖着了？没有做过的事，我不会认。看来三弟妹记性不好啊，难道你忘了？丫鬟在端给郎环的茶里下药的事了。
你……三太太脸色大变，他在我南院安插了眼线。嘿，三弟妹气什么啊？我知道三弟妹怎么想的。以郎环的性子，他生不了就不允许表姑娘先生，两人必定会斗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三弟妹的计谋很好，可惜呀，表姑娘福薄呀。你有话就直说。我希望杨家能帮帮左户部侍郎。郡主，要不要出去？就算知道是三太太要害我的，又如何？楚墨行会怪三太太吗？他不会。郡主，你怎么了？我没事，去给我准备一份绝子药。郡主，快去！奴婢这就去。丫鬟转身离开，萧郎环去了花园，在凉亭坐了半天。这里是大太太回东院的必经之路，这里风大，仔细着凉。着凉了又如何？我又生不了。世子和世子妃都还没圆房呢，你生气做什么？大伯母可知道这王府里谁看我不顺眼，给我下避子药？这我哪知道，往后要小心谨慎，别再被人算计了去最重要。萧郎环心下冷笑，脸上不动声色。让丫鬟扶你回去吧。丫鬟呢？刚得了风信，吹吹冷风，让自己清醒一点。什么信呢？萧郎环把皱巴巴的信递给大太太，大太太看了一眼，是勃然大怒。那道长我绝饶不了他。沉香轩内，明媛喝了一盏茶，准备去后院。他迈步出屋子，就听到几个丫鬟在大树下聊永国公府小少爷，议论就议论，还把他和楚墨尘捎带上。世子妃，他们在聊永国公府小少爷身上的胎记，不是说您和世子爷。明媛瞪了喜儿一眼，脚步加快地往前走。可是走了几步之后，他突然停了下来。奴婢没撞到世子妃吧？明媛的心思压根儿就不在喜儿撞了他一下上，他是亲耳听稳婆告诉栖霞郡主孩子身上没长胎记的。稳婆告诉他，这么告诉栖霞郡主，以后再生孩子就不会长胎记了。王妃告诉过他，当初他生孩子的时候，是亲耳听稳婆告诉他孩子没有长胎记。可如果当初稳婆也是为了再生的孩子不长胎记，故意这么告诉王妃的呢？那就意味着王妃生的孩子身上有胎记啊。王妃，世子妃来了。母妃做给永国公府小少爷的小肚兜真好看。是给你和晨儿的孩子做的，等晨儿回来，你们就圆房，给母妃添孙儿。母妃早早的把肚兜准备好，有备无患。那也太早了些。不早了，要生了女儿，一出生就要给她攒嫁妆。明媛觉得自己脸皮厚了不少，她告诉自己不能脸红，正好顺着这话题聊聊王妃生孩子时候的事。虽然明媛救了栖霞郡主母子，但生产的凶险让人心有余悸。母妃和我说说生孩子时候的事吧。好，母妃和你说说生晨儿时候的事。明媛头胀疼，耐着性子听完王妃生楚墨尘时候的事。那生三少爷的时候呢？和他猜测的一般，或者说和栖霞郡主生产时一样，累得虚脱之际，听到稳婆告诉他孩子身上没有长胎记，王妃就累晕了过去。孩子刚生下来没有长胎记，稳婆为什么要跟王妃说这么一句？不是多此一举吗？明媛望着屈妈妈，王妃生产的时候，屈妈妈就陪在身边吗？没有，王妃生产之前我病了，怕过了病气给王妃，我没有伺候左右。生世子爷的时候我在。屈妈妈不在，那收买稳婆调换孩子就容易多了，怕打草惊蛇。明媛没有细问屈妈妈怎么生病的，或许是巧合，或许不是。明媛又待了一刻钟，等王妃乏了，她便带着喜儿离开。世子妃可是怀疑？小心隔墙有耳。现在重要的是找到当初给王妃接生的稳婆。想到这事已经过去20年了，再加上又是偷梁换柱的大事，那稳婆也不知道有没有被灭口。明媛在心中祈祷。回了沉香轩后，他找赵成，让他去打听这事。等了足足1个时辰，赵成才敲窗户。稳婆可还活着？稳婆死了，
在给王妃接生的第2天就失足掉进湖里淹死了。那稳婆家里还有什么人？稳婆有1双儿女，稳婆死了不到半年，儿子就病逝了。相公同时爱子，酗酒赌博，把家产败光了。最后这女儿卖给了别人做童养媳，她被人打断1条腿，没活多久也死了。那女儿呢？属下打听了，但没人知道啊。当初被卖的时候，稳婆的女儿才11岁，女大18变，就算街坊邻居再见她，只怕也认不出来了。属下在回来的路上，碰巧遇上了大老爷外室的丫鬟，没找到稳婆，找到了外室，也算是意外的惊喜了。世子妃打算怎么做？当然是把消息泄露给大太太了。不，把消息泄露给三太太。赵成眸底闪过一抹光芒，喜儿则望着明媛，有一瞬间的懵懂，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太太，奴婢冤枉啊！您别被大太太挑拨离间了。死到临头还嘴硬，拖出去杖毙！别捂嘴，让大家都给我好好听听，吃里扒外是什么下场。院子里，丫鬟婆子们则是面无血色，背脊发寒，身子瑟瑟发抖。还不快把信给太太送去，耽误了大事，小心你小命不保。我腿软，腿软也得去，快去。太太，有人给您送了封信来。给我的信？把信送上来。小丫鬟颤抖着身子走近，双手毕恭毕敬地把信送上。三太太拆开信看了一眼，眉头一皱，等看到后面，眉眼都笑开了，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愉悦。给我送了封信的事，不许告诉任何人。是，奴婢谁也不告诉。把陈管事给我找来。一夜好眠，清晨醒来，神清气爽。吃了早饭后，明媛便溜达着去长辉院给老夫人请安。太太，人接进府了。直接带长辉院来。三弟妹，这是接了什么人进府啊？一个能让大嫂高兴的人。看到女子时，大太太眉头就拧紧了。等看到女子手里牵着的孩子，大太太一颗心沉到了谷底。姐姐，还记得姐姐呢？大太太心口一松，原来是吓唬她的。她还以为这孩子和大老爷有关，原来是找世子妃的。你怎么来镇南王府了？娘带我来找爹爹的。一瞬间，大太太的脸就拉得跟驴脸长了。怎么回事？这是大老爷养的外室和孩子，我碰巧知道了，就接替长房接回府了。毕竟是镇南王府的子嗣，怎么能流落在外呢？三弟妹，事情都还没弄清楚呢，你就这么火急火燎地把人接回府？之前三房差点弄混王府血脉的事，你忘记了吗？现在大嫂也知道弄混王府血脉事关重大了。当初陶姨娘带着孩子进府的时候，我说这话，大嫂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吗？大太太一张脸仿佛打翻了颜料盘，五颜六色的。大嫂说宝儿像极了我们老爷，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般。瞧瞧这孩子的眉眼，大嫂不觉得像极了大老爷吗？那女子站在那里有些手足无措。她知道是三太太派人去接她的，她也知道三太太是为了报复大太太，但她还是选择了上马车。有件事我也才刚知道，还没来得及和大嫂说。前不久小少爷在街上走丢，多亏了世子妃相救，小少爷才没有丢掉。他差点出事的那天，正好是大嫂撞伤额头的那一天。大太太整个人如坠冰窖，身子颤抖不止。爹爹！那女子迎上去，结果大老爷一巴掌扇了过去。谁许你来镇南王府的？女子被打懵了，她猛然瞥过来，白皙精致的脸上娇媚之色尽去。这女子是大老爷的心尖儿啊，这一巴掌是打他，也是在护他。梨儿呼呼，娘亲不哭。瞧这孩子多孝顺啊，一看就是我们镇南王府的血脉。大老爷一记冷眸看过来，三太太脸上笑意更深。这当真是你养的外室和孩子？大老爷脸色阴沉，没说话。大老爷可得想清楚了再回答，今儿否认了，以后这孩子将永远没机会出现在镇南王府的族谱上了。
大太太望向大老爷，眸光带笑：“是老爷的外室和私生子，老爷就认下吧。前要三老爷扶外室为姨娘，我也不能拦着你。我还以为大嫂之前的贤惠大度都是装的，没想到都是真的，实在令人佩服。”屋子里陷入静谧，老夫人手中佛珠拨弄：“怎么不说话？难不成大老爷也和我们老爷似的糊涂？孩子是不是你的都弄不清楚吗？”大老爷还是不说话，他知道三太太在怀疑陶姨娘是他的算计。当时情况太紧急，陶姨娘为了自保肯定会把他招出来，他只能杀人灭口。难道在老爷眼里我就这么没有容人之量吗？我知道你不是，知道不是就好。既然这对母子和老爷无关，还是尽快送出府吧，免得府里人多口杂，坏了老爷清誉。李儿，我们走。爹爹不和我们一起走吗？他不是你爹爹。他是，娘亲骗人。大老爷将他们拦下，望着老夫人：“他们是我养的外室和孩子。”大太太深呼一口气：“我能做的只是帮老爷抬姨娘，这孩子呢，等王爷回府才能记在族谱上。”大老爷嘴动了动，大太太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就起身走了。大老爷望着老夫人，但老夫人一句话没说，只端茶清啜。大老爷讨了个没趣，只能硬着头皮抱着孩子，带着外室回东院。热闹也看完了，我就先回去了。你是怎么知道大老爷养了外室的？有好心人给我送了份信。到底是好心人还是存心利用你？不管是不是存心利用，至少这一回我被利用得很开心。信送到我手里，信不信取决于我，没人逼我相信。三太太扶了扶身，就转身走了。明媛自然也不会多留。半道上看到楚墨行回浮云轩，现在长房和三房闹掰了，而且长房正是焦头烂额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楚墨行出点什么意外，大太太还紧张兮兮的话，那基本就能断定楚墨行是他亲生儿子了。翌日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世子妃，皇上派了公公来找您。找我？等了没一会儿，楚总管就领着小公公就来了。不知道公公来找我，可是皇上有什么吩咐？皇上让奴才来问世子妃几句话。只是问话？今儿一早上，府上大老爷没有上早朝，三老爷也没有，一堆御史弹劾大老爷养外室的事儿。因为两位老爷都不在朝，所以具体情况皇上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怎么相信，特让奴才来问问到底什么情况。明媛还没说话，喜儿就嘴快：大老爷养外室是真的，三老爷确实是被人给算计了，陶姨娘还被人给灭口了呢。可是知道被谁灭口的？没有证据的话，我不能乱说。既然打听清楚了，那奴才就先回宫了。楚总管送公公离开。一个时辰后，明媛正在后院忙的时候，青杏跑进来：世子妃，皇上派公公来宣旨了。是给世子妃的圣旨吗？好像不是。来宣旨的是德顺公公，圣旨是给大老爷的。皇上将大老爷的官职降了2级。大老爷跪在地上，半天都没反应过来。楚大人，接旨吧。臣接旨，谢恩。王爷不在，皇上让咱家转几句话给老夫人。这已经是镇南王府出的第2桩丑事了。就算三王爷没有养外室，被人算计也够没脸的。老夫人心急抱孙子，但也别丢了镇南王府的脊梁骨。镇南王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论是谁，一经发现，永远不许入朝为官。皇上的训诫，镇南王府谨记，这事会写入家规中，后世子孙必须牢记于心。皇上相信王爷和王妃的为人，也相信世子爷的品性，不会辱没了老国公的。德顺公公该说的都说了，没有多留，就告辞了。
之前皇上派小公公来问话，你为什么不替我爹瞒着？大姑娘的意思是要我为了你爹欺瞒皇上了？我大哥救过你，你就不能看在我大哥的份上，把这事糊弄过去吗？救小少爷的那一天，他落了块玉佩在我的马车上，相公认出来那是老国公生前给大伯父的。那么珍贵的玉佩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大姑娘应该懂意味着什么吧？楚瑜脸色僵硬，明媛继续：我和相公都猜到那孩子可能是大伯父的私生子，但我们什么都没说。相公把那玉佩交给了大少爷，把捡到玉佩的经过一起说了。相公这么做就是感念大少爷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大伯父养外室一事，我和相公能做的都做了，大姑娘还要我为了感念大少爷的救命之恩，帮着欺瞒皇上，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明媛说了2句，他就转身走了。世子妃，你说那话，三太太不就猜到是你给她写的信了？不会，我越是坦荡，就越能撇清。娘，父亲把祖父送给他的那块玉佩给了外世子。你听谁说的？世子妃早就知道父亲养了外世子，那玉佩就是他和四哥交给大哥的，但是大哥什么都没说，就随王爷离京办差了。楚瑜什么都不知道，但大太太却是知道不少。父亲到底被那狐狸精灌了什么迷魂汤，连那么珍贵的玉佩也送给外世子？他不是想将来长房给一个外世子继承吧？大哥的东西谁也不能觊觎。你先回去吧，让娘冷静冷静。楚瑜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大太太，她能做的只是听话。大太太看向李妈妈，示意她附耳过来，吩咐了几句。世子妃，定北侯府传了消息来，五姑娘许人了。五姑娘怎么这么快就许人了？表姑娘的亲事还没定下来呢。世子妃猜五姑娘许给谁了？这么问，应该是许给我认识的人了。你就别卖关子了，五姑娘到底许给了谁？东宁侯府大少爷，沈三姑娘的亲兄长。老夫人不是想把表姑娘嫁进东宁侯府吗？怎么最后定亲的是五姑娘了？这缘分的事谁能说得准啊？表姑娘不愿意嫁，但四太太看上了东宁侯府，老夫人就是看中了东宁侯府大少爷人不错，不愿意放弃这桩亲事，这不就一拍即合，把亲事定下啦？对这桩亲事，明媛哭笑不得。那天他只是想四婶帮他向老夫人传个话，让老夫人好好管管谢婉华，没想到会成就另一桩姻缘。姑娘生气做什么？您不要的人，五姑娘抢着要，她就不怕被人耻笑？没脸没皮的东西，还怕被人笑吗？你说谁没脸没皮？谢婉华背后说人坏话，被抓包，有些心虚，但更多的还是愤怒，然后就吵起来了。吵闹之间，谢婉华倾慕镇南王府大少爷的事也被魏明一抖了出来，传到了老夫人的耳朵里。伊儿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当真倾慕镇南王府大少爷？他不说话，就是默认了。你给我趁早熄了这个念头。为什么？为什么？镇南王府什么身份？当初镇南王世子要不是断了腿，需要名媛冲洗，我定北侯府高攀不上镇南王府。谢婉华亲爹不过正4品官，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定北侯的外甥女的身份了。何况镇南王府长房和二房的纠葛，整个京都谁不知道？谢婉华嫁过去，能不帮着长房争夺爵位吗？到时候表姐妹反目成仇，定北侯府不会再是她的靠山，她就什么都不是了。外祖母，我知道错了，我不敢了。老夫人摆摆手，让丫鬟把谢婉华扶下去。今日之事，知道的都给我烂在肚子里，谁要敢往外传一句，我绝不饶了他。表姑娘，有人给您送了封信来，拿来给我看看。谢婉华接了信，随手撕开，看了2眼后，她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来。世子妃，长房出事了。长房能出什么事？陈姨娘死了，死的是那个外室。就是她，听说是上吊自尽的。陈姨娘怎么会这么想不开啊？她不是盼着继父做姨娘吗？活了，陈姨娘又活过来了。怎么又活了？陈姨娘压根就没死，她是被人打晕了，抱到白灵上的。刚挂上，大老爷就赶到了，把陈姨娘给救了下来。长房的丫鬟也真是的，都还没确定人是真死了就往外传。明媛摸着脑门上的黑线，
他没法想象此时此刻的长房有多热闹。院子里板子声打得啪啪响。我知道错了，镇南王府不是我该来的地方，让我走吧。住手！大太太让我来带走他们。陈姨娘心都凉半截了。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去就回来。她直接出了院子去找大太太。丫鬟带走2被打得半死的婆子，去找大夫给他们医治。这2婆子必须要救活。大太太要借此告诉东院的丫鬟婆子，她大太太说一不二，就是大老爷都奈何她不得。难得呀，老爷居然舍得离开陈姨娘来找我，就不怕再回去他就真没气了？不要逼我动怒。老爷是要宠妾灭妻了吗？啊，为了一个外室已经官降2级了，再来一条宠妾灭妻的罪名，老爷是不想在官场上混了，打算带着陈姨娘和那个小孽种游山玩水逍遥快活吧？是我对不起你，但和陈姨娘无关。你有什么事儿冲我来。老爷为了接陈姨娘进府，当真是煞费苦心呐！啊，我稀里糊涂的就踩进了你给我挖的坑里，让三弟妹这么狠狠的报复我，让我颜面尽失。你我结发20年呐，在你眼里，我还比不上一个外室。在我心里，你们一样重要。一样重要？他一个贱人，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室，也配和我相提并论？老爷就是这么羞辱我的吗？啊，非得要鱼死网破吗？我可以不要陈姨娘那条贱命，但我也绝不允许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恩爱，除非我死。1个月，我只见他一面。哼，三老爷的承诺，老爷应该没忘记吧？三老爷就是因为食言而肥，才被三太太抓花了脸。你最好管好自己的脚，我不管什么原因，你只要多进1回，我便让你们天人永隔。大老爷知道大太太说得出就做得到，他不说话，就当是答应了。把陈姨娘的卖身契给我。翌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明媛去长辉院给老夫人请安，刚请完安，萧郎环就扶着王妃走进来。乍一看还以为进来的是对亲母女呢。我和母妃待会儿要出府，大伯母和三婶要一起去吗？要去哪儿？去给王府祈福。那我一起去。大太太笑容和以往没什么不同，不是那种强颜欢笑，仿佛昨天的不愉快不曾发生过一般。三弟妹也一起吧。我就不了，大嫂托我办的事，我得回去和娘家兄弟商量一番。那就有劳三弟妹了。四弟妹要不要一起去？我就不去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岂不是连累了母妃？我去佛堂替父王和相公他们祈福也一样。明媛以为他们是去佛光寺祈福，但明媛没想到王妃他们去的是道观。镇南王妃怎么来了？没看到明媛来，道长明显松了一口气。至于王妃算卦，道长肯定捡好听的说：怎么这么巧，碰到了王妃和郎环郡主？我已经不是郡主了。谢婉华心都跟着沉了下来，脸色尴尬。你也是来找道长算命的？都说青云观的道长道法高深，所以我也来算一卦。这就是那位道长？这道长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还真是。姑娘，你还记得不？二太太想把二姑娘送到庄子上去，不就是请的这位道士进府，被大姑奶奶当场戳破，放下收买的银子，直接就跑了啊！道长面红耳赤。你不就是那个骗子吗？你有没有看错？这位道长道法高深，算命极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定北侯府二太太请道士进府骗人，被世子妃当场戳破，连定北侯府表姑娘都记得，世子妃不可能不记得。这道士进府招摇撞骗，世子妃怎么一个字也不提呢？许是我看错了。这道士啊，进王府一回就夸世子妃一回，我还纳闷世子妃的命怎么就那么好，百邪不侵呢？哎呦，原来如此。王妃脸上的喜悦被风吹散。回府吧。回了王府后，王妃进二门就吩咐丫鬟去找世子妃，让她去恒芜院见我。
萧郎环要陪王妃去，你回去歇着吧。母妃，我不累。去吧。王妃这么明显的避开萧郎环，萧郎环也就不跟着了。这一回看他怎么逃过去。母妃，可是出了什么事吗？今儿我们去青云观了。王妃只说了几个字就停了。母妃可是在青云观遇到了我的表妹。王妃和曲妈妈互望一眼。你知道她在青云观说了什么话？我表妹肯定当着母妃的面指认出青云观道长是骗子。世子妃心里清楚，怎么没有阻拦他？道长的事我坦坦荡荡，何须受人威胁帮他的忙？去青云观请道长算命是郎环一手促成，因为之前道长算得很准，所以王妃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而谢婉华，王妃虽然不爱管别人的事，却也知道在明媛和楚墨尘去解瘟疫的时候，她曾几次进府找萧郎环。分明是他们俩联手给他演了这么一出戏，让他误会之前道长告诉他的那些话都是明媛授意的，包括圆房。那道长当真是骗子？道长的确是骗子。在明媛出嫁之前，道长是被我二婶请进府，目的是想将我二妹妹送去庄子上，被我当场戳破。后来三嫂请道士进府驱邪，我正好出府，在王府大门前遇上，怕我戳穿他，才故意在王府大门前说我福泽深厚，求人得人，诸事皆宜之类的话。他说的是好话，又是三嫂请进府的，我也不好再戳穿他。那时候我和相公还不知道北鼎侯府姑娘是怎么死的，但我的丫鬟上街，差点死在三嫂手中。丫鬟为了报仇，故意让道士说闹鬼的是关景楼，目的是帮他吓唬三嫂出口恶气。三嫂和丫鬟不知情，当道长道法高深，对道长的话深信不疑，才有夜里在湖畔烧纸钱，我和相公顺藤摸瓜，查出北鼎侯府姑娘的死因。这些内情王妃一概不知，如今听来只觉得心惊胆战。道长能扬名，的确和我有关。道长后来被收买进府，告诉老夫人小少爷只能活8岁，是我给他推烧药给小少爷服下的。当然，三嫂找道士进府，收买道士做的那些事，道士留了供词，就在相公的书房内。母妃要过目，我就让丫鬟取来。不用看了，母妃相信你说的。对萧郎环，王妃再一次失望。王妃，老夫人让世子妃去一趟。三少奶奶是不是在长辉院？不止三少奶奶，还有大太太和三太太都在。回去传我的话，让三少奶奶去佛堂跪着反省，跪到明天早上为止。传话丫鬟身子一怔，还不快去啊！多耽搁一会儿，三少奶奶就少跪一会儿，这很重要。小丫鬟反应过来，转身就往外跑。是不是传错了？王妃让谁去跪佛堂？奴婢没传错，王妃就是让三少奶奶去佛堂罚跪。萧郎环一口银牙差点没咬碎，眼泪在眸底打转。王妃是糊涂了不成？犯错的是世子妃，她怎么罚郎环你呢？萧郎环坐在紫檀木椅子上没动，脸上全是眼泪。郎环呐，你随我去恒芜院，我不信他还能蒙蔽得住王妃不成？只是真到恒芜院门口，萧郎环停下了。母妃本就不喜欢我了，我再忤逆她，她会更厌恶我。掉了几滴眼泪后，萧郎环朝佛堂走去。大太太进屋的时候，明媛正在打喷嚏，眼泪没差点酸下来。王妃未免也太护着世子妃了，难道今儿在青云观，世子妃的表妹是污蔑道长的？这是我二房的事，我责罚郎环与长房无关，来陪我坐坐说说话可以。青云观的事，我不想再提，以免脸越丢越大。大太太不说话，三太太就道：青云观的事我不知道，但听大嫂说起来，怎么听都是世子妃的错。王妃罚郎环，不说大嫂，就是我也稀里糊涂的。东王妃和大嫂关系素来好，托她多照应郎环一点，大嫂过问也是应该的。东王妃托长房多照顾郎环一点，所以本王妃责罚自己的儿媳妇，还需要长房点头是吗？二嫂，我不是这意思。我不管长房和三房是什么意思，本王妃责罚自己的儿媳妇，无需经过你们同意。如果东平王府觉得
郎环冤枉了，受了委屈，只管来找本王妃。王妃清冷眸光从大太太脸上扫到三太太身上。大嫂和三弟妹这么清闲，怎么连后宅都没有管好，乌烟瘴气。我三房还有事，我就先走了。三太太匆匆离开，大太太脚步仿佛钉在地上似的。给大太太上茶。丫鬟把大太太扶坐下，但是很快她就后悔了。听府里的丫鬟说，昨儿大嫂动怒，让俩婆子绞死陈姨娘，这事可是真的？王妃别听府里的丫鬟胡说，没有的事。是吗？这消息可是从长房传出来的，大嫂连下人都管不好吗？大太太一口银牙差点没咬碎，尤其是在看到明媛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大老爷养外室有违家规，但当初三老爷要把外室抬为姨娘，大嫂极力赞同。以大嫂的贤惠，一定会善待陈姨娘的。本王妃不希望在镇南王府有人无辜枉死。大太太脸火辣辣的疼着，被人管闲事的滋味真不好受。那孩子随了大老爷，看上去就聪明机灵，也到了启蒙的年纪，王府子嗣单薄，好不容易添了一个，大嫂要格外慎重才是。尽快请了先生进府，给小少爷启蒙。大太太如坐针毡，丫鬟还没有把茶端上来，她就起身。王妃说的是，我这就回去给小少爷请先生启蒙。母妃早该这么发威了。如你这么性子宽厚的姑娘不多见了，晨儿不在，母妃岂能让你被人欺负了去？要是王妃自己，她都懒得和大太太他们起口舌之争。他们欺压明媛，王妃实在忍无可忍了。萧郎环跪在佛堂，他以为能等到丫鬟来传话，王妃免了他责罚。可是跪到膝盖酸疼，也没有人来。周妈妈回来了吗？还没有。周妈妈回定北侯府都2个时辰了，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会的，周妈妈肯定是有事耽搁了。世子妃，你不用担心啦，周妈妈回来了。周妈妈怎么去了那么久呀？我回定北侯府的时候，正好碰见姑爷和姑奶奶回来，一家人正高兴着呢。周妈妈怎么回府了？镇南王府发生了件不愉快的事儿，奴婢是回来禀告侯爷、夫人和老夫人的，但没想到凑巧姑奶奶回门，奴婢还是改日再来禀报吧。倒是我回来的不巧了。都是一家人，没什么不能说的，直说无妨。周妈妈看了谢婉华一眼，谢婉华背脊隐隐发寒。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那奴婢就从头说起。世子妃出嫁之前，二太太曾请了一位道士进府，差点把二姑娘送去庄子上的事儿，老夫人可还记得？老夫人点头。府里不少人都见过那道士，知道他是骗人，但就这么一个骗子，巧合的被镇南王府一再的请进府。那道士知道世子妃逮住了他的把柄，说了不少世子妃的好话，世子妃也让道士帮了点小忙。道士在京都扬名，如今在青云观落脚。今儿三少奶奶请王妃去青云观算命，碰巧表姑娘也去了，她当着王妃的面说那道士是骗子。这本没什么问题，那道士确实就是个骗子。但王妃回府之后，把世子妃找去询问，一问之下才知道，表姑娘早就知道那道士是骗子，还曾拿道士威胁过世子妃，被世子妃回绝了。王妃才知道，三少奶奶请她去青云观，目的不是算命，而是听表姑娘当场指认那道士是骗子。世子妃是收买了那道士，才会一而再地说世子妃的好话。我不知道，我去青云观就是个巧合。是不是巧合，奴婢就不知道了。但三少奶奶招认是表姑娘告诉她道士的事儿的，她才请王妃去的青云观。这会儿她正被王妃罚跪，在佛堂跪到明天早上。哦，我说早上苗姐为什么一定要去青云观，原来如此。奴婢此番回来实在是忍不住了。
镇南王府下人都在笑话世子妃，表姑娘住在定北侯府都不向着世子妃，反倒帮三少奶奶。一府的姐妹关系都相处不好，难怪和镇南王府的人格格不入。这一把油浇上去，定北侯脸色冰冷。去佛堂跪着，跪到明天傍晚为止。外祖母，我没有想害表姐，是镇南王府三少奶奶污蔑我，她害不了表姐，就害我。昨儿好像有人给表姐送了封信进府。魏明一看了魏明启一眼，派人去表姐的屋子里搜一搜，没准信还在。去搜。很快，丫鬟就把信翻了出来，送给老夫人过目。这一回是罪证确凿了。娘，您别气坏了身子，婉华年纪还小，不懂事。还小呢，都及要嫁人的年纪了，还不懂事。表姑娘是打算什么时候懂事？今儿心情不好，改日再给大姑奶奶和姑爷接风洗尘吧。丢下这一句，苏轼抬脚就走。周妈妈说到这里停下，望着明媛。夫人让世子妃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世子妃有什么可生气的？表姑娘是什么人呢？他们想算计世子妃，最后倒霉的只会是他们自己。世子妃，你的姑母谢大太太来了。喜儿出府了，雪雁在后院帮忙摆药材。明媛是带着亲信去迎接姑母的，但是明媛从未见过姑母的面，亲信也不认得。这不，她走到二门处，正好易夫人走过来，她就当是谢婉华的娘。姑母，那夫人直接懵了。世子妃喊错了，谁是大太太的娘家兄嫂？是左户部侍郎的亲妹妹。对不起，是明媛认错人了。大太太走过来问道：怎么了？世子妃错把我认作是她姑母了。明媛再一次俯身赔礼，再也不打扰他们说话，赶紧就往前走了。也没有走多会儿，就看到易夫人带着丫鬟走过来。这一回明媛笃定错不了了，因为谢婉华和她有几分相似。才1年多没见，明媛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姑母差点没认出来。姑母才回京，舟车劳顿，正是需要休息的时候，怎么来镇南王府了？唉，我随你姑父离京，把你婉华表妹托付给老夫人，没想到她那么不懂事，看在姑母的面子上，原谅你婉华表妹这一回，可好？姑母说的哪儿话呢？明媛可不是记仇的人，婉华表妹威胁我，我都没放在心上，和祖母甚至我娘都没吭一个字。义府姐妹尤其还住在侯府，想着她怎么也不会把事情做绝。这一回是她真把我惹恼了，我忍无可忍才让周妈妈回府和祖母禀告的。祖母罚了她，她也知道错了，祖母还专程来替她赔不是。再见面，我们还是姐妹。大姑奶奶被明媛的话呛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明媛领着她往沉香轩走，难得来镇南王府一趟，应该去给王妃请个安。这话也没错，明媛就带着她去恒芜院。等进了恒芜院，见了王妃，明媛才知道大姑奶奶给她赔礼道歉是顺带的，她的目的是来巴结王妃的。不过明媛一点都不生气，因为王妃神情淡淡，大姑奶奶完全是热脸贴人冷屁股。待了1刻钟后，大姑奶奶就觉得无趣了，她起身告辞。王妃笑道：明媛，送送她。这边明媛把人送到大门口，那边丫鬟端着礼物过来。王妃没有收人礼物的习惯，这些礼物谢大太太带回去。谢大太太脸火辣辣的烧疼，明媛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这些你留着补身子。姑母给母妃准备的东西，我若收下，岂不是将母妃误会是代替她收的？姑母还是带回去吧。大姑奶奶面红耳赤，她还未说话，明媛就道：马车来了，姑母路上小心。明媛回了沉香轩，喝了半盏茶就去了后院。这一忙就是3天。经过3天的研制，她总算把毒给调制了出来。她走到窗户旁，东张西望了会儿。世子妃找属下有事？这就是当初世子爷坠崖时所装的毒药，想办法让三少爷中毒，不要伤他性命。一定要让三少爷中毒吗？我怀疑三少爷并非王爷王妃亲生。怎么会啊？南房能想到偷梁换柱的妙计，长房未必就想不到。
你只要不射中三少爷要害，就不会有性命之忧的。三少爷中毒后，注意盯着大老爷的一举一动。赵成犹豫了片刻，伸手从明媛手里接过毒药。东平王世子心疼妹妹，约了楚墨行在醉仙楼吃饭。赵成打晕了醉仙楼的小二，打扮成小二模样，在楚墨行关门的一瞬间，把沾了毒药的暗器射出去。他打在后背上不会伤及要害，可他没想到暗处有人保护楚墨行，用暗器射毒镖，但因为距离太远，毒镖堪堪碰到，没能打落，而是调转了方向朝楚墨行的脖子射去。那一瞬间，赵成心都凉了半截，好在楚墨行身子一斜，毒镖只划破了他的脸。然而赵成愣神的功夫，暗处护着楚墨行的人又射了一记飞镖，打在他肩膀上。1对1，赵成还有把握，可对方是2个人，赵成无心恋战，转身就逃。两暗卫在身后穷追不舍，赵成不敢回镇南王府，纵身一跃就跳进了晋王府。别追了，回去禀告主子。楚墨行脸被划伤，而且伤口流血不止。东平王世子吓住了，直接把楚墨行抬到了离得最近的药铺，让大夫救楚墨行。世子妃，三少爷遇刺了，赵成大哥成功了。你去后院主屋看看他回来没有。喜儿知道明媛怕赵成受伤，点点头就跑回沉香轩。明媛则带着海棠去恒芜院见王妃。你来得正好，随我去里基药铺一趟。母妃别担心，三少爷不会有事的。远远的就看到大太太走过来。王妃是要去里基药铺？三少爷受伤，我陪母妃去就成了。大伯母也要跟去吗？大太太脸色一僵，然而王妃压根儿就没心思注意这些，恨不得两脚生风才好。太太还去吗？去，为什么不去？毒解了吗？三少爷中的毒，在下实在无能为力，只能尽量试着帮三少爷解毒。明媛，快！明媛正看着楚墨行脸上的伤走神呢，他实在想不出来赵成是怎么伤到他的脸的。这难度也太高了点吧。明媛坐到床边给楚墨行把脉，然后掏出银针要给楚墨行解毒。你要做什么？给三少爷解毒啊。你才学了几天医术啊，你就敢给人解毒？母妃都没说话呢，大伯母这么激烈反对，不合适吧？大太太嗓子仿佛被人扼住了一般。屋子里人太多了，大嫂先出去吧。明媛银针抬起来就要扎下去，大太太忍不住走过去，一把抓住明媛的手。你要做什么？在救三少爷啊。你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杀人？大夫说呢？世子妃下针的力道是粗犷了些，但穴位拿捏准确，一点没错。李大夫的话，大伯母听见没有？我就纳闷了，母妃都没说什么，大伯母拦在前面，不知道的还以为三少爷是你儿子呢。大太太背脊一凉，王妃眸光冷凝了起来。我拦着你是怕你趁机下黑手。请大太太出去。大太太请。大太太气得跺脚，转身走了。只是还没走2步，明媛一银针扎下去，楚墨行咳嗽起来。他回头，楚墨行一口血吐出来，然后晕了过去。行儿，母妃别担心，吐出来的是毒血，我暂时还不知道三少爷中的是什么毒，我只能先替他压制毒性，再想办法调制解药给他。行儿的毒解了没有？丫鬟朝他摇头。大老爷松了一口气，这是从刺客身上摸出来的药，不知道是不是解药。李大夫赶紧走过去，接过药瓶嗅了嗅，是解药，快给三少爷服下。约莫1刻钟，楚墨行乌紫的唇瓣就恢复红润了。三少爷已经解毒了，没事了就好，好在刺客抓住了，否则就凶多吉少了。母妃，三少爷怕是要一会儿才能醒，我扶您先下去歇会儿吧。王妃本想说不用，她应该陪在楚墨行床边守着他才是，但明媛这时候说这话，明媛这是有话与他说啊。明媛扶他到偏屋，丫鬟守门。你当真不能救行儿？三少爷中的毒和相公坠崖时中的毒一模一样。你不愿意帮忙解毒？不是明媛不愿意，而是明媛在等解药。母妃，有些事明媛还没完全弄清楚，
等相公回来，我再告诉你。不能先告诉母妃一点吗？母妃，您只需记住今儿发生的事就成了。过段时间，明媛再跟您赔罪。一个疑惑未解，王妃心头又添了一个疑惑：明媛为什么要跟我赔罪？世子妃，侯爷让您赶快回侯府一趟。侯府出什么事了？小厮大着胆子凑到明媛耳边低语了几句，明媛脸色一变，她抬脚就往外走，喜儿紧随身后。什么风把楚大老爷吹到我这里来了？他话还没说完，大老爷一拳头打了过去，这一拳把晋王打懵了。他站起身来：你是疯了吗？我儿子差点死在你手里，我能不疯吗？啊！连儿子都管教不好，处处与你作对，这样的儿子要了何用？我说的不是风儿。晋王糊涂了，也更气了。一个庶子，还不配让本王动手？楚墨行是我亲生儿子，我和你说过，不许对他下手。楚墨行是你儿子，那楚墨风呢？大老爷牙关紧咬，一个字也没说。晋王瞪着他：谁对你儿子下手了？暗卫亲眼见到刺客进了晋王府，难道是栽赃嫁祸？可那毒药是王爷你独有的呀。晋王叫来暗卫去查是不是有人进了府。王爷，当真有人从西北角进了王府，靠着墙待了半天，地上有一滩血迹，还有离开的血脚印。一群饭桶，刺客躲进了王府，你们都没有察觉。一进门，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钻入鼻中。赵成趴在小榻上，后背鲜红一片。定北侯帮赵成上了药，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显然中的暗器有毒。明媛让喜儿把赵成的衣服扒下来，又扶他起来。虽然伤在后背上，但金针是要扎胸前和心脉附近的。最后一根金针扎下去，赵成一口血毒了出来。是儿子妃，三少爷的。你放心吧，三少爷已经服过解药了。赵成心头一松，眼睛一闭，又晕了过去。明媛抬手擦额头上的冷汗，见定北侯望着他：爹爹，他是为了救三少爷受伤的？不是救三少爷，是刺杀他。刺杀他？倒也不是杀三少爷。父亲还记得那张纸条吧？大老爷对儿子太过心狠手辣，却对三少爷格外的关心。我怀疑三少爷才是大老爷亲生的。这些天，我把当初相公坠崖时中的毒研制出来了，打算拿来试一试长房的态度，看谁能拿出解药来救三少爷。本来万无一失的计谋，不知道为何出了意外，三少爷的脸被划伤，赵成伤成这样。侯爷，老夫人让世子妃去他那儿一趟。你去吧，他不会有事的。明媛并不大想去见老夫人，但定北侯都说这话了，他便带着喜儿去了内院。娘，是出什么事了吗？先前在侯府门前，你大姑父和你说话，你没搭理他。那是大姑父，刚刚走得太急，没看清楚。你大姑母觉得侯府没把你大姑父放在眼里，这会儿正在收拾东西，要搬出府去住了。娘，脚长在大姑母身上，她要搬出去住，谁也拦不住。那是你大姑父啊！明媛失忆的事，祖母忘记了吗？父亲派人去找我，我匆匆赶回来，心里正忧心忡忡，没顾上和姑父寒暄，就觉得没把他们一家放在眼里。那我且说一句，婉华表妹吃里扒外的时候，有将我放在眼里吗？哎呀，前几天大姑奶奶不是带着礼物去镇南王府赔罪了吗？大姑奶奶的确去了镇南王府，但那些礼物是送给王妃的，王妃没有收人礼物的习惯。大姑奶奶走的时候还给她了，大姑奶奶又送给了世子妃，世子妃没收。那些赔罪礼是大姑奶奶准备的，她来请安的时候还故意拿给老夫人看，说白了就是给苏氏看的。大姑奶奶带着赔罪礼离府，回来的时候是空着手的。那赔罪礼我还以为是送给明媛的呢，怎么是送给镇南王妃的？姑母大概是觉得明媛是自己人，消不消气无所谓，但王妃就不同了，毕竟让王妃动怒烦了儿媳妇。哼，大姑奶奶和咱们想事情就是不一样。老夫人有点坐不住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出口挽留女儿和女婿。你爹急匆匆叫你回府，可是有什么急事？
是皇上给父亲出了一道难题，父亲没想出来，找我回来帮忙出主意。你爹也真是的，你出府一趟我都提心吊胆，他还敢叫你回来？倒也不是专程回来的，王府三少爷遇刺，我陪王妃探望他，正打算回王府，父亲派人找我，我就顺带回来了一趟。原来如此。跨院内，大姑奶奶坐在那里喝茶。她虽然说要走，但是她笃定老夫人会留她。老夫人数落世子妃了。王妈妈让奴婢来给您传话，为了面子，您还是尽快收拾包袱吧。丫鬟的话如同一巴掌朝大姑奶奶的脸扇过去，她有些手足无措了。娘，好端端的，咱们为什么要搬回府住？别说了，我不回去，我要留下来陪外祖母。老夫人朝明媛看了一眼，明媛正在喝茶，头也未抬。带婉华回去，好好管教。她在侯府待了小2年，我太娇惯她，以至于她一点长进没有。再待下去，倒是我害了她。娘，老夫人知道她担心什么，朝她使了一记眼色。大姑奶奶到嘴边的话都咽了下去。世子妃，侯爷让你再去书房一趟。明媛便又去了书房。赵成喝了药后，毒已经解了，他醒过来，脸色苍白的叫人心疼。赵成要和明媛禀告刺杀楚墨行的经过，等你把伤养好了再说也不迟。属下没事。他执意禀告经过，明媛只能耐心听着。直到赵成逃进了晋王府，定北侯都佩服镇南王会培养暗卫，想着等他回京一定要向他讨教一二。这几日你就在侯府养伤，别回镇南王府了。属下不在，世子妃这几日能不能别出府啊？否则爷回来，属下没法向他交代啊。知道赵成不只是听话，还是为了他好，明媛应下。王妃，您别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先是楚墨尘，再是明媛，现在轮到楚墨行了。这是不整死他们誓不罢休。这回是谁要行儿的命？不管是谁，大老爷拿回了解药，下手之人肯定没好下场。你才没好下场呢！明媛走上前给王妃请安。母妃，这是去伤疤的药，解毒明媛没能帮上忙，只能尽这点绵薄之力了。还是世子妃懂事，王妃正愁不知道怎么和世子妃开口呢。这可不是绵薄之力，这药膏啊，京都只有你有。母妃，父王派人暗中护着三少爷，他不会有事的。王爷并未派人护着行儿。怎么会呢？明媛听说刺客背后射箭，暗中有2个护卫护着三少爷，将暗器打偏了些，才伤了三少爷的脸。那2个暗卫不是父王给三少爷的吗？没有，王爷离京前我还提醒王爷，王爷说只要晨儿没事，行儿就不会有事，并没有安排暗卫给行儿。这王府里只有大老爷和王爷有暗卫。大老爷毕竟做过镇国公，老国公手里的暗卫传给他的，只是后来皇上封王爷为王，免了大老爷国公之位，暗卫又归王爷手里，大老爷手里只余下几名亲信，这事王妃知道得很清楚。我在暗处护着楚墨行的暗卫，难道是大老爷的？看王妃脸上的神情，明媛就能猜到她在想些什么，这是明媛希望看到的。只有王妃生了疑心，接下来的事才好办。莫非刺客是长房派去的？明媛嘴角抽了下，没有说话。王妃是怀疑了，可怀疑的方向怎么和我想的天差地别啊？王妃心急，把药膏给楚墨行送去，明媛就陪他一起去了。刚出恒芜院，还没到花园，就看到大太太带着丫鬟走过来。大太太眸光一瞥，就瞥到了明媛裙摆上的血迹。世子妃裙裳上怎么有血呀？明媛看了2眼道，许是给三少爷把脉的时候碰到的。给三少爷把脉？要不是大老爷赶去的及时，三少爷一条命都要栽在他手里。王妃急着去给楚墨行送药，就迈步走了。明媛当然是要陪着的。世子妃在撒谎，世子妃走的时候奴婢见过她，她裙摆上根本就没有血。世子妃又急匆匆地回定北侯府，肯定是在定北侯府沾上的。大太太没说什么，
管世子妃裙摆上的血是哪沾上的，与他无关。等大太太回了东院，去书房找大老爷后，他就不这么觉得了。这是怎么了？刺客伤了邢儿后躲进了晋王府，我以为是晋王要邢儿的命，给了他一拳，是我误会了他。不是晋王要杀邢儿？不是，就算是晋王派人杀他，他也没有必要否认，毕竟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世子没死，他要邢儿的命也没什么用，我相信不是他。那会是谁要邢儿的命？刺客只在晋王府待了会儿就逃了，不过刺客中了毒镖，就算逃了也活不了了。会不会是世子妃派人刺杀邢儿？怎么会是他？虽然不知道世子妃医术如何，但王妃很信任他，要他帮邢儿解毒，他又急匆匆回了定北侯府。刚刚我还瞧见他裙摆上有血，如果刺客真是他派去的，刺客从晋王府逃了之后不敢回王府，就只能去定北侯府。世子的暗卫是王爷给的，他能使唤得动暗卫帮他杀王爷的儿子吗？这好像是不大可能。如果是定北侯派人杀的，那就更不可能了。这中了毒还能逃掉，刺客的武功绝非小可。定北侯手里没有那么武功高强的暗卫。你这是怎么了？哎，别提了，没我这么倒霉的了。明媛嘴馋了，让雪雁出去买糕点，喜儿自告奋勇替雪雁跑一趟，结果糕点买回来，高高兴兴地回府，在进二门的时候被火急火燎出府的钱妈妈给撞翻了。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钱妈妈走得飞快，就跟赶着去投胎似的，把我给撞成这样，她也没有一句道歉，还是一旁的小丫鬟把我扶起来的。你就别生气了，我去拿药来。呀，糕点不小心摔地上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了。也不是就非吃不可了。明媛看了几页书，觉得无趣，又绣帕子打发时间。等世子爷回来，见世子妃绣功进步飞速，一定会吃惊的。想到楚墨尘说他绣功一般，明媛还真想见到他吃惊的模样。不过一方绣帕不算什么，得换个才行。然后明媛就从帕子换到荷包，再换到腰带，再到锦袍，没有比锦袍更能证明他的绣功的了。世子妃，做锦袍太累人了，累着您了，世子爷会心疼的。这有什么心疼的？我又不是没日没夜的做，去拿吧。钱妈妈怎么来了？世子妃在吗？在屋子里，让她进来。他进屋，扑通一声就给明媛跪下了。这一下不止明媛，就连喜儿都吓住了。不过就是撞了我一下，虽然撞得我很疼很火大，但也不用跪下这么严重吧？就是出了什么大事儿吗？钱妈妈有话直说就是，何必下跪呢？奴婢是来求世子妃救命的。救命？救谁的命？钱妈妈欲言又止。指望我家世子妃救命，钱妈妈却连救谁都没打算告知吗？是救我儿子，先前急着出府，撞上了喜儿姑娘，实在是对不住了。之前钱妈妈中毒，给过她一颗解毒药丸，钱妈妈对她的态度好了不少。她是老夫人身边最信任的人，帮她一个忙，对她来说不是坏事。你儿子在哪？在府里吗？不在。不在府里？能不能有劳世子妃出府一趟？哎，那不行，谁知道世子妃出府给你儿子治病有没有危险啊？不能拿世子妃的安危开玩笑啊！钱妈妈面如死灰。把你儿子送去定北侯府，我去那儿给你儿子治病。有劳世子妃了，奴婢当牛做马报答你。钱妈妈走后，雪雁一脸古怪，没听说钱妈妈有儿子呀？府里的丫鬟都说钱妈妈无儿无女啊，长辉院的几个丫鬟讨好巴结钱妈妈，就想钱妈妈收他们做女儿呢。会不会有问题？人家压根儿都没指望我亲自出马，又何来的算计？但钱妈妈有儿子这事儿，明媛觉得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把好奇心压下，明媛起了身。楚总管亲自检查马车，确定没有问题，喜儿才把明媛扶上马车。楚墨尘不在，明媛要出府，
要和王妃禀告一声的。只是救人心急，明媛不能耽搁，只好让卿信跑一趟了。世子妃急着回门，让奴婢来禀告王妃您一声。人都回去了，再派人来禀告，这是先斩后奏呢。谁还没有着急回去，来不及禀告的时候，大嫂也没少做这样的事。就该这样反驳，免得大太太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待会有人来找我，直接让他们进府。记下了。明媛直接去了书房，定北侯就在书房内。安慰的身子好转了许多，他要回镇南王府，被我拦下了。父亲拦下他是对的。今儿回来是为了救人，不好抬回镇南王府，就约在了侯府。这没见过救人还这么折腾的，这也不怕小病折腾成大病的。外面赵成敲门进来，喜儿问他：你伤还疼吗？世子妃的药效果极好，已经不疼了。我带了去伤疤的药，等伤口消掉大半，你再回去。此事事关重大，在他主动抖出来之前，绝不能被人逮住把柄。世子妃，二姑娘他们来找你。明媛眉头一挑，就转身出去了。大姐姐，你怎么回府了？临时回来有点事的。事情办完了？还没有。大姑奶奶今儿也回门了，这会儿就在老夫人那。出什么事了吗？大姑奶奶搬回谢府后，这几天不少人登门求娶婉华表姐，但家世都一般，身份最好的也不过是伯府。大姑奶奶气着了，来找老夫人诉苦的。大姐姐可要小心了，婉华表姐心计深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难保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我能说我还挺希望表姑娘作死吗？当初郎环郡主不就是肖想大少爷，最后用旁门左道把自己送到了三少爷身边。这表姑娘再厉害，能比得过郎环郡主？几人在书院外的大树下站了会儿，那边跑过来一小厮。有人来找世子妃您。你们先回内院，我待会儿去找你们。明媛让小厮把人带到偏厅，他走了过去。男子年约32、3，皮肤黝黑，脸部轮廓像极了钱妈妈。退下，把门守好。男子唇瓣发紫，奄奄一息。他是被蛇咬了？就是被蛇咬的，大夫救治及时，也只勉强压住毒性。大夫说活不过今天晚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忍心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可以替他解毒，3天之内确保他活蹦乱跳。但钱妈妈该知道，我不会轻易救人的。世子妃，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知道你没有多少钱，我也不差那点钱。你在老夫人身边伺候那么多年，应该知道不少事。世子妃这是要从我手里知道老夫人什么把柄？半个时辰内不给她解毒，钱妈妈可就真没有儿子养老送终了。今儿不是钱妈妈来找我，我还真不知道钱妈妈还有一个儿子，怎么一直没听人提起来过？以钱妈妈在镇南王府的地位，怎么没给她安排个好差事？还是说钱妈妈一直是别人安插在老夫人身边的眼线？穆家是老夫人的娘家，钱妈妈是跟着老夫人从穆家陪嫁进的镇南王府。从之前穆嫣要嫁给楚墨行一事的态度来看，老夫人和穆家的关系没有她想的那么好。不愿意说吗？钱妈妈面如死灰，她看着奄奄一息的儿子，心如刀绞。世子妃猜的没错，我的确是穆老夫人安插在老夫人身边的眼线。在跟随老夫人之前，我就生了孩子，孩子他爹福薄，孩子还没有满月他就死了。穆老夫人见我机灵，把我安插在老夫人身边，跟了老夫人后，我便没再嫁过人。进了老夫人的院子，钱妈妈只是一个小丫鬟，她是一步步靠着对老夫人的忠心，才取得老夫人对她的信任。但孩子在穆老夫人手里，钱妈妈不敢不听穆老夫人的。这些天天气闷热，钱妈妈的儿子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他是钱妈妈的心尖肉。穆老夫人便让小丫鬟给钱妈妈送信，让钱妈妈见她儿子最后一面。说说穆老夫人手里捏着老夫人什么把柄吧。听到这话，钱妈妈只觉得一阵阵寒流从她脚底心窜到头发丝，她难以张口。哎呀，你倒是快说呀！包公爷的原配夫人
是老夫人害死的。钱妈妈说的是太过震撼，明媛沉静如水，波澜不惊的眸底浮起阵阵涟漪。国公爷的原配夫人不是老夫人的胞姐吗？而且国公爷的原配夫人过世后，国公爷又娶了王爷的生母，最后才娶老夫人的。老夫人杀自己的胞姐做什么？老夫人为什么这么做啊？国公爷年轻的时候和大少爷差不多，身份还更显赫。想想楚墨风克妻之名远播，想嫁给他的大家闺秀也能从镇南王府门前排到城门口。再想想谢婉华为了能嫁给楚墨风，不惜和萧郎环联手算计他。明媛一直知道老夫人不是什么好人，但她从未想过老夫人会心狠手辣到这种程度。世子妃，现在能救我儿子了吗？不急，去端笔墨纸砚来。喜儿猜到明媛要做什么，她走出去，很快就把笔墨纸砚端了进来。把你刚刚说的话写下来。世子妃。钱妈妈脸色一白，她说这事已经送掉半条命了，要再写下来，她的命可就攥在世子妃的手里了。1刻钟后，男子一口血吐出来，不是鲜红的血，是暗红色的。照方抓药，服3天，他体内的毒就清了。钱妈妈连连道谢。喜儿唤小厮进来，送钱妈妈母子出府。钱妈妈出跨院，明媛就走在后面。那边谢婉华带着丫鬟走过来，便瞧见钱妈妈双眸红肿，面容憔悴的模样。她拉着丫鬟往大树后一躲。钱妈妈来定北侯府找绵源，还是带着一男子来的，还哭得这么伤心，这显然有问题啊。世子妃，表姑娘躲在大树后面，鬼鬼祟祟的，一定又是在心底变了什么坏主意了。吃了苦头不长记性，那说明苦头还没吃够，再落我手里一回，可就没有上回那么轻松了。明媛去给老夫人请安，刚绕过屏风，身后跑过来一小厮。老夫人，大喜大喜呀！喜从何来呀？东宁侯府定下爵位继承人了，是长房。明媛还没有反应过来，四太太脸上已经笑开了花。东宁侯府爵位继承问题一直没定下来，没想到沈大少爷和一儿才定亲没几天，好消息就传来了。五妹妹，恭喜你了！恭喜四嫂了！东宁侯府长房大喜，该送份贺礼去道贺一番。等我拟好礼单，就送来给老夫人您过目。吃了回门饭，明媛就准备回镇南府了。楚总管见到明媛是欲言又止，明媛什么都没说，只把那张纸递给了楚总管。楚总管接过看了几眼，眸底掀起惊涛骇浪。楚总管把信叠好，毕恭毕敬地把信还给明媛。马车徐徐朝镇南王府驶去。世子妃在想什么？我在想老夫人。这有什么好想的？她害死了胞姐，只要把这消息给王爷王妃看，以后啊，老夫人就得搬去佛堂住了。别忘了，老夫人和老国公的原配夫人之间还有王爷的生母。杀了自己的姐姐，却给他人做了嫁衣裳，老夫人会打落牙齿和血吞吗？有大老爷这个外甥在，老夫人进出镇国公府方便，想要做什么也很方便。是怎么救活你儿子的？我回王府求了世子妃，她会帮你救儿子。我跪在地上相求，世子妃动了恻隐之心，只要不得罪世子妃，她的心肠没那么硬。少骗我，镇南王世子妃没那么好说话。钱妈妈没说话，眼神躲闪了一瞬，刚好被穆老夫人捕捉到。你和他说什么了？他帮你救人。这些年我一直在老夫人身边伺候，世子妃问我要老夫人的把柄，你说了什么？为了救儿子，我只能豁出去了。我告诉世子妃，三房换了子嗣，不是下人临时起意，是老夫人授意的。这么多年，老夫人一直想镇国公府爵位，让三老爷继承，为此做了不少事。长房子嗣担保，一部分是大太太的缘故，另一部分是老夫人。世子妃就没对你有儿子一事感到好奇？我没说是我儿子，是我的侄儿，是我们钱家唯一的男丁，
世子妃信了。说着声泪俱下，求慕老夫人：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让他差点没命，我只恨不得随他一起去了。求老夫人开恩，放他一家出府吧。你这是想做什么？求老夫人成全。钱妈妈跪在地上磕头，穆老夫人眸底渐渐冰冷。钱妈妈虽然跪在地上，但她是在威胁她：我这辈子，我这条命就是老夫人您的，您要我怎么样，我都甘愿。没有了他们约束你，你能听话？老夫人的脾气，您比我清楚。若是她知道我是您安插在她身边的眼线，就算我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我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只想您放了他们一家，我要真有异性，就让丽儿远走高飞了。您给他娶的媳妇儿，我又怎么会在乎？去把他们一家的卖身契拿来。世子妃回来了，东尼侯府太太和二姑娘来了。找我的？啊，您不在，他们这会儿应该在王妃那儿。明媛担心出了什么事，就直接朝恒芜院走去。半道上被丫鬟告知王妃在长辉院。明媛姐姐。明媛朝他们一笑，然后给老夫人和王妃请安。先前赶着回定北侯府，没有出什么事吧？没出什么事儿，就是给人解毒。给什么人解毒？老夫人刨根问底，那严肃的脸色让沈大太太和沈二姑娘身子微微一怔。老夫人是担心世子妃治不好病人，还贻误他人病情。沈大太太轻轻一笑，没有接话。是钱妈妈求我救一男子，是她的侄儿。世子妃的医术也能救人？本来我没打算救钱妈妈的侄儿，上回母妃让我救三少爷，大伯母是气得咬牙切齿。我若把钱妈妈的侄儿救活了，岂不正好向大伯母证明我的医术？等你把人救活了再说。明媛看向沈妙言，王妃就道：你们去花园转转吧。出了长辉院，明媛向沈妙言道贺：是我该向你道谢才是。为什么要向我道谢？我可没帮过他们长房什么呀。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明媛被谢婉华气了一通后，不好和老夫人说谢婉华的不是，就迂回了下，希望四太太帮她传个口信。谁想听到四太太耳朵里是东宁侯府大少爷人不错，这桩亲事谢婉华不嫁太可惜了。四太太就生了让魏明一出嫁的心思，然后四太太也迂回了下，她说是明媛劝她撮合魏明一和东宁侯府大少爷的。谢婉华心有所属，不愿意嫁，老夫人蒙在鼓里不知情。要是最后结亲不成，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东宁侯府大太太对明媛极有好感，再加上明媛的身份地位，就和四太太一拍即合了。东宁侯府长房少爷和定北侯的侄女定下婚约，尤其这桩亲事还是镇南王世子妃撮合的。说白了，东宁侯是觉得东宁侯府长房背后有定北侯和镇南王世子妃做靠山，才一鼓作气立长房为继承人的。这么大一恩情，东宁侯府大太太能不先来道谢吗？那是怎么谢都不够的呀。面对沈妙言真挚的感谢，明媛是浑身无力。左右这事对她没有坏处，明媛也就默认了。这边明媛陪沈二姑娘逛花园，那边王妃和沈大太太坐在凉亭内喝茶。长辉院内，老夫人让大太太和三太太退下。怎么回事儿？老夫人息怒，奴婢擅自做主了。老夫人，您知道奴婢有个娘家侄儿留在穆家，那是穆老夫人拿来拿捏我的。虽然是侄儿，我没有把他的命看得有多重要，但毕竟是我钱家唯一的骨血了。他被毒蛇咬伤，性命垂危，怕见不到他最后一面。奴婢走得急了些，撞倒了世子妃的贴身丫鬟喜儿。回府后，奴婢去给世子妃赔不是。世子妃问奴婢那么急做什么，奴婢就如实说了。世子妃当时没说什么，奴婢本着死马当成活马医，跪下来求世子妃出手相助。奴婢本意是希望世子妃请江湖郎中出马的，但世子妃是自己医治的奴婢侄儿。钱妈妈半真半假的说着，挺像那么回事的。救活了？还不知道。世子妃给她施了针，也吐了毒血，开了药方，奴婢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只能看她造化了。钱妈妈的话，老夫人没有怀疑。起来吧。
钱妈妈这才起来，扶着老夫人回内屋，送走了沈大太太和沈二姑娘。明媛有些乏了，躺在贵妃榻上挺尸。要是他在就好了。还有王爷，老夫人这件事交给王爷去查是最合适的。我虽然在镇南王府待了许久，但并没有认识什么人，尤其是几十年前的老人，我想查下去不容易啊。喜儿猜到明媛在想什么，要不奴婢去找人打听打听。等过2天再打听，以免害了钱妈妈。毕竟是人证，得护好了。老夫人有点疑心也被打消。钱妈妈过了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一颗心也渐渐放了下来。这几天京都很热闹，科举舞弊，皇上恩准重考一次，已经发榜了。明媛认得的那书生高中榜首，皇上钦点为状元，天下学子们都欢呼雀跃。明媛在后院石桌旁喝茶，看天上云卷云舒，本该惬意无比，却被一阵打斗声给搅黄了。世子妃，咱们还是别去吧。喜儿怕明媛有危险，我得弄清楚谁在沉香轩后院舞刀弄棍。他走过去，就看到赵成和一男子在比试，或者说在打架。男子招招狠毒，赵成以手为主，并不攻击。都给我住手！赵成先停手，男子没停，一剑刺过去，赵成避让不及，胳膊被刺伤。明媛走过去，男子收了手。他是谁？他是大老爷的暗卫。大老爷的暗卫怎么跑到我沉香轩后院来了？我只是和他切磋一下。我不想和你切磋。有时候切磋不是你不想切磋就能不切磋的。还不走吗？如果不想走，我不介意让你永远留在这里。男子脸色一变，他纵身一跃，形如鬼魅，不过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人影。明媛让赵成回屋要给他上药。一点小伤不碍事的。大老爷的暗卫找你切磋做什么？应该是大老爷发现我许久没待在沉香轩后院，怀疑是我刺杀三少爷，让暗卫来看伤口的。可查到点什么？暗卫摇头，他正要说话，结果喉咙一痒，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人往地上一倒，就不省人事了。世子妃要胭脂水粉做什么？快去拿来。等明媛忙完，海棠跑过来。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去常辉院一趟。来得还真是快啊！派人闯进沉香轩，还有脸告状，居然还是和老夫人告状。常辉院内挤挤一堂，到底出什么事了？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大伯父派暗卫盯着沉香轩后院，我一时气不过，给暗卫下了点毒。暗卫被你毒的就剩一口气了。沉香轩后院不是暗卫该去的地方，他要安分的待在长房，我就是再会下毒，也毒不了您的暗卫。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派暗卫盯着沉香轩？是为了醒儿被刺杀一事，郎环告诉我，醒儿告诉他，刺客的武功有点熟悉，是镇南王府的人。我几时告诉过大太太这话了？没有这么拿我做法子的。不过想到大老爷大太太针对的是明媛，他乐意被他们利用一把。相公的确说过这话，没想到郎环无心抱怨了一句，大伯母却放在了心上。王爷不在，我知道这疑惑后，就和我们老爷说了。老爷派人在王府四下查探，发现沉香轩有问题。陈儿临走前留给世子妃的暗卫，自打邢儿出事后就没再回过镇南王府。那天世子妃本来是在药铺的，后来定北侯府匆匆派人来找她，她就回去了。事后裙摆上还有血迹，我怀疑刺客是世子妃派去刺杀邢儿的，所以让老爷派人盯着沉香轩。可查到了什么？刺客后背有伤口，这么短的时间消除不掉。我派暗卫查看，没能成功，还被世子妃给毒晕了。我沉香轩的暗卫素来和长房井水不犯河水，暗卫一上来就要切磋，还不许拒绝，从沉香轩外追到沉香轩内，咄咄逼人。怎么，长房的暗卫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怀疑是我派人刺杀三少爷，我还怀疑是长房图谋不轨。我是不是可以派暗卫去长房挨个的检查暗卫身体了？世子妃也别太生气了，是真的假不了，把你的暗卫找来一看便知。你怀疑是长房，那把长房的暗卫也叫来便是。明媛没说话，三太太激将他。世子妃不会是不敢吧？我有何不敢？
但这样一出事就怀疑我，派人去沉香轩查我，我岂不是终日活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相公不在，你们就这么欺负我？我相信明媛不会害行儿，那暗卫是陈儿的，却是王爷给他的。暗卫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帮明媛刺杀行儿。母妃，他们既然怀疑我，我若不叫暗卫来给他们看看，反倒成我心虚了。但明媛有句话要先说，派人盯着沉香轩，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是我沉香轩的人，未经过相公和我的允许闯进沉香轩，我不管他是谁的人，我都会叫他们有来无回。他能让暗卫吐血晕倒，就意味着那一句有来无回不是一句空话。去把暗卫叫来。很快赵成就进来了。刺客伤在何处？肩膀。那是左肩还是右肩？右肩。明媛看了赵成一眼，赵成把衣服解开，露出右肩给大家看。只是孔武有力的臂膀上并没有大老爷所说的伤疤，怕大家看不见，赵成还露着半边胳膊转了半圈。大老爷起身走近。怎么，大伯父没看到伤疤，还要扎上一刀造一个新的出来不成？大老爷脚步顿住，赵成转过身来把衣服穿上。没有伤疤是大家都看见的事，大老爷还想怎么样？世子妃手里有祛伤疤的药，未必不是消掉了。既然大伯母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让暗卫去探查？不是多此一举吗？大太太嗓子一噎，她不说话，明媛却不给她逃避的机会。母妃都相信我是清白的，大伯母大伯父反倒揪着不放。三少爷是王爷王妃的儿子，可不是长房的，大伯父这么上心，是不是太过分了？听着明媛的质问，三太太心蓦的一乱，有一瞬间的恐慌。大伯母怎么不说了？我只是心疼行儿。这话说的好像王妃就不心疼三少爷似的。是我拜托大伯母帮我查的。那查出来的结果，三嫂可还满意？是我误会了，下次不会了。你把解药给大伯父吧。你们要验身，给你们验身了；要解药，我就得乖乖把解药交出来。你们拿我魏明媛当什么了？任人欺凌吗？还有，在沉香轩，我叫暗卫罢手，赵成停下来了。大伯父的暗卫还刺过来，伤了暗卫的胳膊。一个在沉香轩，在我的地盘把我的话当耳旁风的暗卫，凭什么要我交出解药救他的命？不救。这事儿本来和萧郎环没有关系，大太太把他牵扯进来，只因为是为了楚墨行好，他就把这事儿往身上揽。本来大太太就护着他了，他再帮长房一回，长房会更喜欢他。萧郎环想求明媛，明媛没给他开口的机会，转身便走。喜儿紧随其后，赵成最后。母妃，行儿被刺客刺伤之后，没扛一会儿就晕了。他是怎么知道暗卫的招数是镇南王府的？用后脑勺看的吗？萧郎环脸色一僵，他忘了这茬了。行儿出事那天，多亏了长房暗卫出手相救，这份恩情，等王爷回来，我会禀告王爷知道的。丢下这一句，王妃甩袖离开。世子妃，真的不救长房的暗卫吗？说不救就不救。母妃许久没来过后院了，我把相公的竹屋霸占了。沉香轩是陈儿的，也是你的，何来的霸占？何况你是为了救陈儿才嫁进镇南王府的，母妃感激你都来不及呢。母妃来找我时，王妃把银票拿出来递给明媛。行儿感激长房救她一命，找我向你讨解药。她第一次开口，母妃实在不忍心拒绝她。母妃也知道你怒气很大，那解药就当是母妃向你买的。母妃要解药，明媛岂有不给之理？明媛把银票推回去。喜儿，把解药拿来。好孩子，你的宽厚，母妃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明媛挠额头，拿手遮住脸上心虚和无奈表情。要不是楚墨行真是他派人去刺杀的，这1万两他不只会收，还会抖给萧郎环和楚墨行知道，气他们个半死不活。现在嘛，只能是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了。这一日，明媛在后院开了块地，种些药材，正浇水呢。世子妃，有人求您救命。又有谁求世子妃救命了？不知道是谁，这会儿正在镇南王府大门前跪着呢。去看看。王府外跪着2人，
一位是年约40左右的妇人，另外一个男子约莫21、22岁。怎么了？这位李少爷的夫人难产，知道少奶奶救过永国公府栖霞郡主母子，来求世子妃您救命的。这要是别的事，楚总管直接把人轰走了，性命攸关的事，他不敢做这么遭天谴的事。楚总管，准备马车，我去看看。世子妃去李府了。她真去了？世子妃其实心很软，只要跪下来求她，她不会不答应。跪下来求她？我们这些长辈下跪，她受得起吗？不过说到心软，三太太和大太太互望一眼，眸底有光芒闪过。钱妈妈将两人的神情看在眼里，替明媛捏一把冷汗。明媛迈步走进去，喜儿紧随其后，李夫人和儿子就守在外面。娘，你先回去歇着吧。这时辰，你叫我怎么歇得安稳？守着吧，不看到惠娘母子平安啊，我不放心。镇南王世子妃来了，有她在，定能保你们母子平安。这稳婆可不就是当日给栖霞郡主接生的稳婆吗？明媛走上前给李大少奶奶把脉。你留下来看着吧。妇人生产太过凶险，如果多一个大夫能和她一般救人，或许就能少死几个人。明媛一边救李大少奶奶，一边给大夫讲解。稳婆自己也没想到，她听得两耳朵，将来真的救了一对母子。稍微有点力气后，明媛就把银针拔了，在一旁指导李大少奶奶生产。深呼吸，再用力，很快就能见到你的孩子了。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听他叫你娘。生了，孩子生了。李大少奶奶笑了一声，耳畔环绕着孩子的啼哭声，扛不住疲惫晕了过去。恭喜大少爷，贺喜大少爷，大少奶奶生了个小少爷。我李家有后了。屋子里血腥味有点重，他出去了。李大少爷再次给明媛跪下道谢。起来吧，你能为了妻儿下跪求我，是个好夫婿，好父亲。世子妃，该回府了。不急，世子妃先进正堂喝杯茶歇会儿，待会儿让稳婆来见我。世子妃，您叫奴婢来是？啊，我也出去。李夫人留下吧。这里是李府，他让主人走，自己和稳婆说话不太厚道。我还记得当日给栖霞郡主接生时，稳婆说孩子身上胎记的事，明明有胎记，却告诉栖霞郡主没有。告诉栖霞郡主是以后再生，孩子生下就不会长胎记了。这事我还记得，但我想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习俗。我也不知道，我是听我娘说的。你娘？你娘人在哪里？我娘死了有20年了。明媛说了一句抱歉。稳婆笑道，过了这么多年，我都忘记她的容貌了。说来我家和镇南王府也有些渊源，当初镇南王妃生产，就是我娘帮忙接生的。听了这话，明媛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哎，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原来她就是那个稳婆的女儿。你们找我？明媛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你娘给王妃接生的事，你可还知道？那时候的我有12岁了，跟在我娘身边帮忙，也没人说什么。也是那回王妃生了孩子，明明有胎记，我娘告诉王妃没有。说到这里，楚总管脸上大变。王妃生的孩子身上有胎记？有胎记？三少爷身上可没有啊！这唯一有胎记的只有大少爷。那这么说，岂不是大少爷才是王爷和王妃的亲生骨肉了？稳婆的娘告诉王妃的时候，她正好瞧见了，也心里纳闷，为什么明明有胎记却说没有？她娘不让她说，事后告诉她，有胎记要说没有，以后再生孩子就不会长胎记了。这话她一直记得。后来她娘失足落水而亡后，她过了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又阴差阳错地做起了稳婆。只要经过她手接生的孩子，只要身上有胎记，她都这么告诉产妇的。怎么镇南王世子妃和镇南王府管家这么激动？稳婆有点胆怯。
我是说错什么了吗？你没说错什么，你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还能帮镇南王世子妃什么忙吗？这不是开玩笑吗？今日我问你的事，你烂在肚子里，我保证不说。明媛望向李夫人，世子妃放心，这事儿啊，我绝不会往外说一个字。倒也未必，或许哪天还需要李夫人帮我作证。等出了门，楚总管望着明媛，是欲言又止。如楚总管猜测的那般，我一直怀疑这事儿。世子妃是镇南王府的恩人，他一直以为镇南王府是因为大老爷在战场失利，导致爵位落到王爷手里，才引发出来这么多的矛盾。没想到这些矛盾都是几十年前就埋下的。回了沉香轩后，明媛坐下来，雪雁给他倒茶。世子妃吃午饭了吗？没有。周妈妈就让小丫鬟去厨房吩咐端饭菜来。世子妃，钱妈妈来了，让她进来。奴婢是来向世子妃道谢的，奴婢只是个下人，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就绣了个双面绣荷包，还望世子妃别嫌弃。哪里的话，钱妈妈亲手绣的，礼轻情意重。喜儿接了荷包，然后递给明媛看。明媛夸钱妈妈手艺好。没事，奴婢就回去了。明媛点点头。钱妈妈走了几步后，回头道：世子妃，以后还是别出府给人治病了。钱妈妈为什么这么说？这不是她该管的事儿啊。看来难得的心软一回，让那些人觉得有机可乘而蠢蠢欲动了。你去沉香轩做什么？娘家只要毒解了，我去向世子妃道谢，送上一个双面绣的荷包，表表谢意。他会稀罕你一个双面绣荷包？我知道，但我也只有这点心意了。老夫人没再说什么，她抬手，钱妈妈扶她回内屋礼佛。第二天，老夫人食欲不振，钱妈妈想起老夫人喜欢吃的糕点，让丫鬟去买，吩咐完又道：还是我去吧，我知道老夫人喜欢吃什么。一切如常，没有任何的不妥之处。世子妃，出事了，钱妈妈失踪了。怎么会失踪？不知道啊，钱妈妈早上出府帮老夫人买糕点，到这会儿都没回来。买糕点这样的小事，要钱妈妈亲自去？只怕不是失踪这么简单。啊，不会是被人杀了吧？是逃了。可钱妈妈的儿子还在幕府啊，钱妈妈能逃得掉，他儿子逃不掉呀。以钱妈妈的聪慧，只怕他儿子早就离京了。可是有钱妈妈的消息了？还没有，奴婢送卖身契去衙门，卖身契是假的。你再说一遍，什么是假的？钱妈妈的卖身契是假的。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奴婢也是这么说的，但衙门一口咬定这就是假的。想到钱妈妈的侄儿，老夫人脸色愈加难看了几分。去钱妈妈的屋子里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丫鬟赶紧照办。钱妈妈梳妆盒里藏的银票还有首饰都不见了。钱妈妈失踪前几日，她就把银票和首饰差人送去幕府给她侄儿了，说是给侄儿开铺子用，准备软教。世子妃，怎么了？跑得这么急？又有人来王府门前求世子妃救命。世子妃，现在该怎么办？钱妈妈可是提醒过，让世子妃不要出府给人治病，但人家又要世子妃救命，该怎么办呀？世子妃心软，做不到见死不救呀。去给楚总管说一声，让求我救命的人把病人带镇南王府来，我给他医治。还是世子妃聪明，这样一来啊，就是关门打狗了，让他们有来无回。只是他一等再等，就是没病人送来。怎么突然回来了？老夫人把那张假卖身契拍在桌子上。你这是什么意思？姑奶奶的话我听不明白。你不明白？我被你耍了30几年，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明白？这么多年，他的一言一行都活在穆老夫人眼皮子底下。钱妈妈到底人在哪里？我知道你不信，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儿子被蛇咬了之后，我就把他们一家的卖身契给了他们。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钱妈妈应该是逃了。本来一切安好，钱妈妈在你身边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却在镇南王世子妃救了他儿子之后就这么反常了。你想过为什么没有？老夫人脸色一白。
只怕是你要大祸临头了。当年的事，钱妈妈知道。如果她以那件事作为交易，换取世子妃救她儿子，你、我，还有穆家都逃不掉。谁让你告诉钱妈妈的？她在你身边待了30几年，钱妈妈有多聪明，你不知道吗？老夫人无话可说，钱妈妈不止贴心，她还聪慧，不然怎么30多年她都没发现她是安插在她身边的眼线。回了镇南王府后，老夫人进二门就道：让大老爷去长辉院见我。自打上回逮了只信鸽后，竹屋外就会摆上吃食吸引鸽子来，要是没有信就把鸽子弄醒，放鸽子离开。没一会儿，鸽子就停下来吃东西，捉了几粒谷子后，鸽子身子晃了晃，往后一倒。世子妃，你快来看呐！喜儿抱着信鸽朝明园跑去，把信鸽递给明园。鸽子脚上有信。又是无字信。他回竹屋把药水拿出来洒在信上，很快字就显现出来了。王爷和大少爷一切安好。喜儿端来一锦盒，里面写了不少的纸条，是魏明成送来的，里面都是小张纸条，一半是模仿大老爷的笔记写的，另一半不是。明园挑了一张，用药水把字体消掉，然后塞竹筒里。老夫人这么急着叫我来，是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实话，邢儿是不是你亲生儿子？没有的事儿，老夫人怎么这么说？这件事钱妈妈知道了，她为了求世子妃救她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子妃，怕王爷回来要和世子妃当面对质，到时候难逃一死，所以钱妈妈先逃了。你该清楚这件事抖出来会是什么后果吧？钱妈妈怎么可能会知道？怎么不可能？你们对待邢儿有多上心，难道你不知道吗？大老爷无话可说，默认了老夫人的话。三老爷膝下无子，你的骨肉就是我的亲孙子。王爷现在还没有回京，不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要让他们父子3人活着回来。还有世子妃，一旦王爷父子3人被杀的消息传回来，他必定会不顾一切把真相说出来，哪怕一点流言蜚语，对邢儿继承镇南王府都是莫大的阻难。老夫人语气急切，大老爷眉头微蹙。我的话你听见没有？我记下了。不论是杀王爷父子3人，还是要世子妃的命，都是他想做的。以前是偷偷摸摸，现在是正大光明了。老夫人又叮嘱了几句，大老爷方才退下。他前脚回东院，后脚那只白鸽就落在了窗户上。大老爷抓住信鸽，取下信来，只见信上几个字：世子爷重伤，王爷断了只胳膊，父子坠崖，大少爷身中一箭，属下于心不忍，没有亲手取大少爷性命。王爷和楚墨尘解决了，只要把世子妃解决了，其他人不足为惧。明园在竹屋调制药丸，伐了后便回内屋准备就寝。他刚睡下，后院就摸进去2暗卫，躲在树上的赵成去了后院。他前脚走，后脚窗户被踹开，明园还以为是风声。他坐起来，眼前一道黑影闪过，紧接着脖子上就多了一把寒光凛凛的剑。赵成去哪儿了？喜儿值夜，他怎么没回来？知道明园会下毒，而且下得悄无声息。男子手一转，就要划破明园的颈脖子。就在这时候，一把匕首射过来，正好打在男子的手背上。明园身子往后一倒，脖子上有一点划痕，出了点血。等看到楚墨尘和暗卫打斗，护在床前，7上8下的心平静下来。刺客被一脚踹在地上，在地上滑出去，撞到贵妃榻，留活口。明园知道刺客的嘴里都藏着毒药，你也别自尽。楚墨尘哭笑不得，刺客哪是他说别自尽就别自尽的？可这刺客还真就很听话，明园让他别自尽，他还真就没死。帮我给大老爷带句话，他的生母是老夫人害死的。这怎么可能？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长房想除掉我，但我想大老爷应该不愿意被老夫人当枪使吧。有证据吗？等着。
他走到梳妆台旁，把锦盒里钱妈妈写的供词递给刺客。这是钱妈妈亲笔写的，是她让我救她儿子，拿老夫人的把柄做的交换。你带回去给大老爷看，我不管他信还是不信，这信记得还我，否则让我见到他，别怪我给他下毒。刺客将信将疑，还不快接！要想杀你，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吗？刺客脸色一僵，飞快地接过信，纵身一跃，就从窗户跳了出去。刺客走后，赵峰给明媛见礼，然后也出去了。你怎么穿的是亵衣？1刻钟前我就回屋了，丫鬟说你睡下了，我就去沐浴了，打算给你来个惊喜。他想的是惊喜，可谁想到等着他的是惊吓。他要晚进屋一点，一点点，他就悔之晚矣了。我离京这么久，你都没想过我吗？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没想过你的？你还真没想过我啊！亏得我快马加鞭，马不停蹄，要守城关，连夜开城门，还差点被巡城官兵给抓了，就为了早点能回来见他。看着他气大的模样，明媛扑哧一笑，结果脖子一动，疼得他倒吸一口气。真是没良心！你有良心，掏出来给我看看啊！别乱动，我现在快着了。明媛脸腾的一红，只觉得他的手热得厉害，连带着他浑身都发烫了起来。窗户吱嘎一声打开，刺客跳进来。世子妃死了吗？没有，世子爷回来了，从属下的剑下救下了世子妃。世子回来了？世子爷真的回来了，而且毫发无损。你是怎么逃回来的？世子妃知道属下是主子派去杀他的，他没有杀属下，是让属下把这封信交给您过目。他随手把信接过来，打开看了一眼，被信上的内容震得脸色铁青。这封信世子妃还要？大老爷没有反应，刺客大着胆子走上前，把信拿起来，纵身一跃跳出窗外。你们在路上没出什么事吧？想要我和父王命了那么多，怎么可能没出事儿？这回多亏了大伯父派去护着大哥的暗卫出手相救，否则我和大哥就凶多吉少了。听着楚墨尘话中流露的感激，明媛差点没吐他一身血。你起来做什么？我拿个东西给你看。什么东西不能明天看？你再感激大老爷，我怕我会吐血，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拿了纸条，明媛把锦盒放回去，然后走过来。你看吧。楚墨尘皱着眉头接过纸条，看了一眼，他身子就坐正了。你怎么拿到这信的？你还记得在佛光寺那只不小心在喜儿脸上拉屎的鸽子吧？喜儿和鸽子结仇，让我帮他逮鸽子，这就是其中一只鸽子脚腕上绑着的信。大伯父的那些暗卫帮我们，是因为你换掉了信？我找了我大哥帮忙，母妃帮我找到了大老爷的笔记，让人临摹了密信送去。既然提到大老爷杀楚墨风的事，明媛索性把他知道的都说了。大少爷才是你嫡亲的兄长。有大老爷要杀楚墨风的消息做铺垫，明媛再说这事儿就没有那么叫人吃惊了。尤其楚墨尘一直希望楚墨风才是他亲兄长。有证据吗？我找到了当初帮王妃接生的稳婆的女儿，接生的时候她也在。当初王妃生的孩子身上有胎记，稳婆是故意说没有的，这个事儿楚总管也知道。明媛望着楚墨尘手里的信，虎毒不食子，如果大少爷真是大老爷亲生的，他会狠心杀掉大少爷吗？为了验证我的猜测，我让赵成刺杀三少爷，大老爷和大太太紧张的不行，种种迹象都表明三少爷和大少爷被调换了。其实最能证明的还是楚墨风的性子，他和大老爷大太太都不像。他们都回来了吗？没有，父王和大哥他们最早明天下午才能到京都。怎么你回来的这么快？楚墨尘望着他，不用回答，眸底黑曜石般的光芒就是答案。明媛心底酥麻麻的，他打算爬到床内侧睡下，结果刚起身，楚墨尘的吻就亲了过来。湿润的吻带着霸气气息，把他的呼吸一点点夺走。只可惜他脖子上有伤，稍稍一动，脖子上的伤口就一阵阵抽疼。我现在后悔放刺客活着离开了。急什么呀？能不急吗？我都急了好几个月了。明媛望着他，眨眨眼。我得叫你一声四哥。什么四哥？你离京后，
王府给了我20万两枕金，我现在是镇南王府郡主。你的……他直接把明媛的嘴堵上了。楚墨尘很糟心，离京之前虽然不能圆房，但怎么亲都可以。现在回来了，因为明媛脖子上的伤，连亲都亲不过瘾了，脖子动一动就疼得倒抽气。欲火焚身的他下床冲冷水澡去了。当然，楚墨尘不好受，明媛也一样，不只是脖子受伤的疼，心里也被他撩拨的江河倾倒。世子妃，您是在睡会儿，还是就起了？世子爷呢？不知道啊。昨晚屋子里闯进了刺客的事，他和雪雁都不知道。楚墨尘风尘仆仆地回府，他们想到他离京之前的事，就捂着嘴下去了。看着床褥没那么凌乱，世子妃精神也好，喜儿有点恍惚。难道世子爷和世子妃还没有圆房吗？世子妃，您脖子是怎么了？没事儿，一点小伤。明媛穿戴好裙裳，就走到窗户处，东张西望了2眼，就看到赵成从树上跳下来。世子爷不放心王爷和大少爷，让暗卫去接应了。吃了早饭后，明媛和往常一样去给老夫人请安，只是出了沉香轩没多久，就看到了萧郎环。他一眼就看到了明媛脖子上的伤，他微蹙眉，如果不急着去请安的话，不如去凉亭坐下聊会儿。萧郎环看着明媛，他是难得的有一点好脸色。也好，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封飞鸽传信送到大老爷手里后，传到了大太太耳朵里，又通过大太太到了萧郎环耳中。你要和我聊什么？昨晚做噩梦了，梦到父王和相公他们出事了。梦都是反的，希望能承三嫂吉言。昨晚我想了良久，要是相公真的出事了，我这么不尴不尬的身份，将来如何自处？现在知道来讨好我了，哼，晚了。我只是为相公冲喜嫁进来的，我为什么要和镇南王府的长辈生出这么多的矛盾来？尤其是和三嫂你。萧郎环心下冷笑，我和三嫂无冤无仇，甚至同病相怜。王妃让我和你多走动，帮你开心结，可我们非但没能如王妃所愿的成为妯娌，反而梁子却越结越大。我昨晚想了一夜，才想到三嫂厌恶我，应该和大少爷有关。但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三嫂为什么那么恨长房。知道他本事不小，可这件事他无能为力。他既然这么想知道，告诉他又有何妨？3年前东王府入京，回京那天宫里大摆筵席，他在宴席上对楚墨风一见倾心。也是那一天，镇南王府2少爷楚墨琛对萧郎环一见钟情。看到楚墨风和王爷说话，萧郎环误以为他是王爷的儿子，他让丫鬟去打听，那是镇国公府2房嫡长子，二老爷二太太的亲生儿子。本来东王和东王妃都看不上镇国公府2房，也就是当时没有爵位的王爷和王妃。可是萧郎环只想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尤其来保媒的又是镇国公夫人。当时的大老爷并不在京都，而是在战场上，没过多久就打了个败仗。东王决定先观望一段时间再说，他是东王，和皇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偶然叫他得知皇上更欣赏王爷的才华和谋略。大太太再一次登门帮楚墨琛求娶萧郎环的时候，东王妃应承了。镇国公府高高兴兴筹备喜宴，欢欢喜喜迎娶萧郎环过门。等盖头揭开，萧郎环才知道她嫁错了人，可错已经铸成了，她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奴婢是向大太太身边的陈妈妈打听的，是陈妈妈故意骗奴婢，奴婢不知情，害苦了姑娘。就因为陈妈妈骗丫鬟，害她嫁错了人，嫁给了一个不喜欢的人，叫她如何不恨长房，不恨大太太。尤其楚墨琛去战场上没有建功立业，还被王爷给砍了脑袋，让她成了一寡妇。长房害我一辈子不能得偿所愿，我要楚墨风这一世都休想娶妻生子。以大少爷的为人，他不会联手大太太骗你。可想到萧郎环丫鬟打听到的话，楚墨风是镇国公府2房嫡长子，二老爷二太太的亲生儿子，说前面一句足矣，为何要加后面一句？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萧郎环当然知道楚墨风的为人，他嫁进镇国公府后，旁敲侧击才知道，不止楚墨风不知情，就连王爷和王妃都蒙在鼓里。楚墨琛说中意他，王妃觉得他不错，大太太就把这事儿揽在身上了。陈妈妈骗了你，她肯定没有好下场吧？她还活着，活得生不如死。她在哪？你打听那么清楚做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得罪三嫂的人会是怎样的下场。萧郎环冷哼一声，起身走了。世子妃，陈妈妈说的是真话呀。的确是真话。然而这一句真话，萧郎环以为是骗他的。去打听陈妈妈的下落。世子妃，奴婢打听清楚了。明媛用眼神示意他说下去。陈妈妈3年前就失踪了，有一天出府办事，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奴婢仔细询问了，陈妈妈失踪的时候，郎环郡主嫁进镇国公府没多久。喜儿有被东王府绑架的经历，再加上萧郎环说的陈妈妈还活着，但活得生不如死，显然人还在她手里。明媛走到窗户处，把赵成找出来。你去东平王府查查。属下这就去。多带2个人去，小心为上。他怎么知道陈妈妈的？会不会是之前钱妈妈失踪，有人想起了3年前陈妈妈失踪的事？世子妃竟然有什么反常没有？世子妃和3少奶奶在凉亭坐了一会儿。愚不可及。丫鬟还以为是骂她的，正要认错，大太太已经抬脚出去了。大伯母来找我有事。我问你，你是不是和世子妃提到了陈妈妈？萧郎环眉头一皱。我问你有还是没有？有又如何？世子妃在打听陈妈妈失踪的事了。萧郎环都糊涂了，没有心情搭理大太太，那蔑视的态度，大太太脸都气绿了。世子没死。你不是说他们？你和他说什么了？我能说什么？我只说陈妈妈骗了我。你放心，就算世子还活着，这场仗还有的打，但我绝对坏不了事。听萧郎环这么说，大太太就放心了。世子妃狡猾，你以后离她远一点。我知道。萧郎环眼底有些不耐烦，大太太转身离开。等她走后，萧郎环望向丫鬟：你快回东平王府一趟。奴婢赶回王府，陈妈妈已经不见了。丫鬟说半个时辰前还看见她在扫落叶。一定是被世子妃的人劫走了。可陈妈妈哑巴了，劫走她能有什么用啊？她怎么知道陈妈妈是哑巴呢？也有她白忙活一场的时候。世子妃，你猜猜，王爷和世子爷他们带了谁回府？这我哪猜得出来？是钱妈妈呀。钱妈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敢开这样的玩笑吗？真的是钱妈妈，我亲眼所见。快帮我穿衣服。如明媛所料，钱妈妈的确是在离开京都的路上被人发现了，发现她的人正是楚墨风。也正因为钱妈妈，所以王爷回京的行程耽误了半天，到今儿早上才回来。明媛进了屋，等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屋子里就多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穆老夫人，王府派人去请她，她以为是老夫人，但她没想到是王爷让她来的。与穆老夫人一起来的还有刑部尚书和侍郎大人。人都到齐了吧？都到齐了。回答完，楚总管看向明媛，明媛朝他点了点头，楚总管转身离开。出什么事了？把你告诉本王的事再说一遍。钱妈妈跪在地上，脸色苍白如纸。老国公的原配夫人是老夫人害死的。不可能啊！三老爷看了眼大老爷，那冰冷的脸色让他心慌。王爷也瞥向大老爷，看来你早就知道了。我看过钱妈妈写给世子妃的供词。所有人的眸光都望向明媛。真是可笑，钱妈妈的侄儿被毒蛇咬伤，世子妃要钱妈妈拿我的把柄作为交换，钱妈妈就胡诌了几句，世子妃竟还当真了。老夫人觉得钱妈妈的话不足以作证，还有穆老夫人在呢，难道她也被我威胁了？没有的事。明媛望着钱妈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钱妈妈朝老夫人磕头，她把30多年前的事道出来。
老夫人手里捏着的钱妈妈的卖身契是假的事，王府里不少人都知道。老夫人一知道这事，就匆匆赶去了穆家。如果这都没法证明钱妈妈是穆老夫人的人，那就派人去穆家搜查钱妈妈的卖身契。要派人去搜查吗？穆老夫人手攥得紧紧的，她不说话，就算是默认了。派人去穆家搜。我在穆家还找到了其他证人，能证明钱妈妈的确生了一个儿子。有劳李侍郎审问。楚大人客气了，这是我刑部分内的事。虽然没有明说，但镇南王府也算是状告穆家和老夫人了。刑部尚书把穆老夫人身边的孙妈妈带下去审问。孙妈妈嘴硬得很，可再嘴硬，一身的骨头也没有板子硬。没吃过这么大苦头的孙妈妈招了。刑部尚书回屋，老夫人冷笑一声：板子打得这么响，刑部尚书就不怕我状告你屈打成招？把人带过来，我当面审问。刑部尚书让人把丫鬟的耳朵捂起来，问孙妈妈：钱妈妈上回见穆老夫人说了些什么话？一五一十的道来。孙妈妈疼的人都揪到了一起，她认命的招了。随后她被拖下去，丫鬟跪在地上，刑部尚书问一样的话，丫鬟说的和孙妈妈说的差不离。还要不要再问问上一回？老夫人脸寒如霜。钱妈妈抖出老夫人是杀害原配夫人的凶手，但她手里并没有确凿证据。她也是通过这么多年老夫人和穆老夫人相处中的细枝末节猜测出来的。但钱妈妈不知道，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穆老夫人，所以王爷才把穆老夫人叫了来，顺带把刑部尚书找来。刑部有用刑问案的权利。大老爷望向穆老夫人：老夫人有没有杀害先母？我手里只有赚了这么大一个把柄，还用得着安插眼线在老夫人身边吗？有这么个把柄在，我要她做什么，她都得乖乖照办。穆老夫人强自镇定。明媛淡淡一笑：这里是镇南王府，即便刑部尚书在，也不能对你们用刑，只能送你们去刑部审问了。这就是你的孝道。有劳刑部将2位老夫人的牢房收拾得干净点，尽量不要有什么蟑螂老鼠。哎呀，没见过镇南王世子妃这般的妙人了。老夫人对现老夫人敬重有加，岂容得你和这老婆子污蔑？钱妈妈伺候了老夫人30几年，是穆老夫人的眼线，在三老爷眼里，钱妈妈倒和我联手了。三老爷也是官场上的人，如果嫌疑犯说自己是冤枉的，这案子就不查了。我想刑部也不需要设牢房，准备那么多的刑卷。你，三老爷气得咬牙：请2位老夫人去刑部。二哥，如果是我冤枉了老夫人，我会向老夫人和穆家赔不是。如果钱妈妈所言属实，我也绝不姑息。你也觉得是我杀了你娘吗？老夫人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大老爷很清楚，老夫人是在威胁他。这么多年，老夫人待我如己出，我相信老夫人不是那样的人。未免王爷难堪。刑部尚书借口有事，准备离开。刑部尚书别急着走啊，难道您就不想知道大老爷为什么要帮杀母仇人吗？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世子妃就用杀母仇人来形容老夫人，不合适吧？三嫂不是我，怎么知道我手里就没有确凿证据？那你倒是把证据呈上来啊！急什么？往后可没机会再这么齐聚一堂了。大家不妨喝杯茶，耐心等会儿。我没闲工夫喝茶，告辞了。只是穆老夫人刚走到明媛身边，楚总管就领了一人进来。他是证人。他的确是证人，他能证明20年前王妃生下的孩子身上有胎记。楚总管语气很平缓，可听在众人耳朵里却如同晴天霹雳。什么胎记？王妃所说二少爷身上有胎记，当年给王妃接生的就是这稳婆的亲娘，她当时也在产房内，她亲眼见到二少爷身上有块胎记。二少爷身上没有胎记是稳婆说的，王妃亲耳听见，现在又蹦出来一个稳婆女儿，
那当初稳婆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大伯母这么激动做什么？当年稳婆给母妃接生后就出意外死了，这稳婆是给栖霞郡主接生的，栖霞郡主的孩子身上有胎记，稳婆告诉栖霞郡主孩子身上没有胎记，是我亲眼见到听到的。当时我就问她为什么这么说，稳婆告诉我这是习俗，告诉栖霞郡主孩子没有长胎记，再生的孩子就不会长胎记了。同样是父王母妃所出，大伯母对待以前的2少爷现在的3少爷都好得无话可说，甚至有时候比母妃还要急切几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无需我多言。喜儿走过来，把一张纸条递给明媛。这信是从一只鸽子上取到的，上面看似无字，但我调制了药水，将字显现了出来。父王请看，虎毒不食子，大老爷膝下除了大少爷也就一个庶子，除了不是亲生的，我想不出来大老爷为什么狠心要除掉大少爷。看到这张纸条，我就有此怀疑。但王妃说过，稳婆告诉她2少爷身上没有胎记，但平白无故，稳婆为什么无端端说这样一句话？我想找当年给母妃接生的稳婆，可惜稳婆早早就死了，唯一活着的女儿也找不到了。那天给李家大少奶奶接生，我又见到了稳婆，问她胎记的事，才知道事情就有那么巧，我要找的人就是她。可还记得那胎记长在什么地方？在后背上。王妃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风儿的胎记就长在后背上。王妃里知道风儿胎记在后背上的大有人在，世子妃以为捏造一封无字信，再找一个稳婆来指认胎记，就能颠倒是非黑白了吗？那再加一个失踪3年的陈妈妈呢？大太太脸色一白，陈妈妈形容消瘦，脸色苍白，她嘴张了张，可惜却一个字都喊不出来。怎么了？舌头被人割了，说不了话了。一个哑巴，你要他作证？陈妈妈虽然是哑巴，但她耳朵能听到，会点头会摇头，怎么就不能作证呢？说完，明媛望向刑部尚书，哑巴就不能上堂作证了吗？能。刑部尚书的回答干脆利落，就像是一巴掌狠狠地甩向大老爷。我相信你在东平王府待的这3年，无时无刻不想将心底的话说出来替自己伸冤吧。陈妈妈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忙不迭地点头。三嫂一直以为是陈妈妈骗了你，其实整个镇南王府只有陈妈妈和你说了实话。我不知道陈妈妈和大太太之间出了什么嫌隙，让陈妈妈心底生了恨。丫鬟帮你打听大少爷的时候，陈妈妈告诉你他是镇国公府2老爷和2太太的亲生儿子。陈妈妈的本意是希望你能顺着他的话刨根究底，把长房偷梁换柱的事挖出来，可惜你没有。你恨陈妈妈骗了你，把她挟持到东平王府，让她过了3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萧郎环身子一晃，我说的对不对？陈妈妈一点头，大太太身子就凉了半截。她还没开口，明媛先道：大伯母不会又想说我收买了陈妈妈吧？大太太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眼底的恨意都弥漫到了脸上。有件事大伯母应该很想知道，那就是3少爷遇刺，刺客是不是我派去的？没错，是我派暗卫去刺杀3少爷的，目的只是想看看3少爷中毒之后，大伯父和大伯母有多心急如焚。另外，3少爷中的毒和当初相公坠崖时所中之毒一模一样，相公的毒是我解的，3少爷中的毒也是我亲手调制出来的。大老爷没有抓到刺客，却拿到了解药，这解药不知道是从何处拿到的。清凌凌的声音在长辉院正堂内荡漾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年给王妃接生的稳婆也是给大伯母接生的，因为是熟人，所以进了王府后逼她帮你偷梁换柱。稳婆事先不知道，才会把女儿带进府。稳婆知道大少爷身上没有胎记，才会看到2少爷的时候说出那样的话，事后被你灭口。长房一直知道2少爷才是你们的亲生骨肉，所以对他疼爱有加。但长房大概做梦也没想到，3房也打得一样的算盘。3房赵妈妈偷换孩子，却不小心被发现了，误以为她是在偷东西。3房知道那是他们亲生的，所以也疼爱有加。有长房和3房袒护，再加上一个老夫人，直接把2少爷给惯坏了，才有父王杀子立威。你们误会父王更疼相公，再加上杀子之仇，所以处处刁难我们，
数次按下杀手。大太太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消失殆尽。虽然是猜测，但她全部都猜对了。当年长房做的所有事，世子妃仿佛亲眼见到一般。大老爷明知道老夫人是他的杀母仇人，还说相信老夫人。老夫人应该知道，他偷梁换柱的事受人以柄，他不得不投鼠忌器。大老爷嗓子眼儿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一个字都吐不出来。风儿人呢？其实王妃自己心底多少有点感觉。当初认楚墨行的时候，王妃可没有这么激动。楚墨行就站在那里，他一双脚仿佛定在地上，动弹不得。当初如果我聪明一点，顺藤摸瓜，查出长房偷梁换柱的事，楚墨风会感激我，我绝不会和今日这般招他厌恶。世子妃说的到底是不是实情？看着王爷投过来的冷冽眸光，大老爷下意识地避开了。下一秒，大老爷就飞了，撞在柱子上，狠狠地摔在地上。世子妃说的都是真的，是我被猪妖蒙了心，都是我的错。大太太把所有过错都揽在身上，倒不是她对大老爷有多情深意重，实在是王爷的性子不会和一个女人一般见识。要是大老爷被打出个好歹来，长房就完了。是不是哪天又会蹦出我其实并非镇南王府血脉的消息出来？行儿，我真的是你娘啊！楚墨行心力交瘁，他转身离开。带他们去刑部，我要知道20年前偷梁换柱的所有经过。刑部侍郎换人进来，把大老爷和大太太拖了出去，一起请走的还有老夫人，还有穆老夫人，把她一并请去刑部。正堂空了一半，不止长房大老爷大太太，还有三老爷三太太也被带走了。王妃只想知道她的儿子到底在哪里。世子爷和大少爷回府了。王妃抬脚往外走，远远的就看到楚墨尘走过来。风儿他……莫非别担心，大哥他没事儿，只是他想离开京都，我劝他不动，这就把他打晕了。见王妃焦灼的神情，就知道王妃知道大少爷才是他亲生骨肉的事了。大少爷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抬哪儿去啊？抬去恒无院。王妃就守在床榻前，眼泪是掉了一圈又一圈。想起楚墨风小时候犯了错，被大太太打手心，躲在假山里伤心，见他哭，王妃就宽慰了他几句。二婶，我能和四弟一样喊你一声娘吗？想起往事，王妃心如刀绞。楚墨风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王爷，然后是王妃，再是楚墨尘和明媛。风儿，二婶，叫我母妃。这母妃岂是随便能喊的？明媛看了喜儿一眼，喜儿会意，把长房偷梁换柱的事告诉楚墨风。你们确定没弄错？大哥希望弄错了吗？风儿一时间难以接受，你给他点时间。是母妃太心急了。王爷让大家都走，给楚墨风一点时间接受这事儿，这也是楚墨风最需要的。你要离家出走，母妃会亲自去找你。等大家都走了，只留下楚墨风坐在床上，脑袋里空荡荡的。皇上，镇南王来了。皇上刚抬头，王爷就走了进来。水银丢失一案查得如何了？王爷把奏折呈给皇上看，皇上打开奏折，飞快地看了几眼，眉头皱紧了。因为丢失的几十万两税银只找回来不到10万两，关键人物被灭口，案子没法再查下去。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王爷看着皇上，说起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皇上可还记得30多年前云王府云溪郡主和亲北岳的事？朕记得云溪郡主和亲不到1年，北岳太子出事，她怀胎9月，于逃难途中生下一女，怎么好端端地提起她来？当年的北岳太子正是如今的北岳皇帝。云溪郡主当年生的女儿找到了，她人在哪儿？云溪郡主之女已经亡故了，尚有一孙女在人世，被东陵左相收养。东陵皇帝过寿，
北越使臣去贺寿发现了他，如今北越已经将他接了回去，并册封为安南郡主。据闻不日将和亲东陵。大景朝、东陵、北越三足鼎立，要是东陵与北越和亲联盟，对大景朝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威胁。这样的威胁远比茶税银丢失要严重得多。速宣云王进宫议事。不用了，我进宫之前已经派人去传他了，这会儿他应该在来的路上。云溪郡主是云老王爷的亲妹妹，也就是现任云王的亲姑姑。现在有了云溪郡主的消息，云王府完全有理由去北越一趟。只是想不到云王府寻找了30几年的北越长公主，竟然流落到了东陵，还在东陵嫁人生子。王爷请我进宫，可是有要紧事？王爷点头，把北越和东陵的事说与云王爷听。那是假的。云王何以这么肯定？因为他已经找到表妹了，只是此事事关重大，云王爷不敢贸然说出来。如果北越和东陵真的联盟了，定是冲着我们大齐朝来的。皇上务必要派人保护好北越荣王世子，绝不能让他在我大景朝出事。皇上，北越派人来了。宣。北越使臣进宫，呈上北越奏折。荣王病重，恐怕命不久矣，想见世子一面，还请大景皇帝恩准他提前回北越。北越和大景休战，交换世子，以确保不再起兵戈。约定的期限还有2个月，没想到北越会提前要求接回荣王世子。镇南王意下如何？臣会派人护送荣王世子回北越。我等是快马加鞭赶来的，荣王的病等不起，大皇子身体娇贵，故而没有一起回来，还望大景皇帝见谅。荣王世子踏回北越之日，就是大景朝大皇子迈回大景之时。我大景朝也该接大皇子回京了。事情就这么说定了，皇上让人安排北越使臣去见荣王世子。他们招了吗？没有啊。这么多年，我待你如亲生，你就这般对我？要是老夫人真的能杀了先老夫人，她嫁进镇国公府后，除掉你和大老爷，易如反掌，又怎么会容你们活到今天？世子妃包藏祸心，王爷要明察秋毫啊！在我之上是大老爷，他是嫡长子，不先除掉他，灭我何用？老夫人脸色一变，穆老夫人手里捏着老夫人这么大一把柄，她需要人牵制老夫人你。大老爷年幼，正好做这根线。亦或者穆家先老夫人心疼长女，逼你照顾好先老夫人遗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王爷手握重兵，是皇上倚仗的重臣，别说杀1人，就是100人，皇上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爷存心想要我的命，大可以将我毒死，何必硬要摁我一个罪名在身？刑部尚书拿老夫人没辙了，只能用刑了。用刑。我要喝茶。出门一趟，胳膊受伤了吗？要不要我给你扎2针？先喝茶，再扎针。算你狠。他拿起茶盏倒了一杯，递给楚墨尘，结果腰被抱住，下一刻就跌入他怀里坐着了。人家小别胜新婚，你呢？你我新婚时不就是这么相处的吗？结果没料到楚墨尘胳膊一动，就把他放在了床上，并欺身压了上来。他脸上的笑容来不及收敛，全落入了楚墨尘眼中。明媛伸手推他，却被他握紧，摁在了头顶上，亲吻上来。明媛被他吻得双眼迷离，娇喘连连。敲门声响起来，明媛身子一凛，在喜儿推门进来时，把楚墨尘推到一旁。什么事？啊，世子妃的声音怎么不大对劲儿？王爷让世子爷去书房一趟。楚墨尘那个火大的，岂止冒3丈。上回坑我，这回还坑我。父王嘴上急着抱孙子，结果呢，最阻拦孙子出生的就是他了。父王叫你去呢。
不去。快去啊！父王找我来有事儿。老夫人和穆老夫人嘴硬得很，你和世子妃想办法撬开她的嘴。老夫人和穆老夫人都是聪明人，咬紧牙关不招认，刑部的证据不够充足，定不了她的罪。她就还是镇南王府老夫人，能护着三房，她岂会招认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们去办了，尽快办好。边关或许会起战事，你也要去，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一旦去了边关，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这是不打算让我圆房了吗？王爷忙着边关之事，楚墨尘就回沉香轩了。父王找你去何事？老夫人不招供，父王让我去逼宫。刑部尚书都没法让老夫人招供，你去能行吗？老夫人身份尊贵又年纪不轻，刑部那些非常手段不能对她用。要是一般人，刑部岂会拿她没辙？去后院把我最新调制的熏香，我自己去拿吧。明媛去后院，楚墨尘也跟去了。这是我专门给老夫人调制的，本来打算让赵成放她香炉里，结果还没安排你就回来了。这是做什么用的？这是一种用药材和香草调制的香丸，闻上半天会让人神志不清，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这时候吓唬她，她会当作是在做梦。吃了2块糕点后，穆老夫人趴在被子上，伤口疼得她不想说话。老夫人离香炉近，已经昏睡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冷风吹来，身子凉得哆嗦了下。老夫人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张惨白的脸，她歇斯底里地叫着，但是没人应她。老夫人瞥头，就看到穆老夫人睡得香沉，丝毫没有被她的尖叫惊醒。难道我是在做梦吗？女子抬起头，老夫人恍惚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你，想起我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你害得我死不瞑目，骨肉分离，我一直在等你下来找我。是你该死，我为了镇国公夫人付出了那么多，结果却叫你捡了现成便宜。老夫人眸底迸发出冷意来，不杀你，我包姐一条命，岂不是成了给你做嫁衣？听到这一句，刑部尚书脸色一变，猛然望向这边。楚墨尘脸阴沉沉的，你活着都斗不过我，现在成了鬼还妄想奈何我？你心狠手辣，你会下地狱。我生前风光，又何惧死后下地狱？话音未落，门吱嘎一声被打开。把这毒蝎夫人给我拖出去。穆老夫人吃的糕点里有迷药，分量不重，但加上熏香足够她沉睡2个时辰了。用冷水将她泼醒。一个机灵袭来，穆老夫人生生从昏睡中醒过来。你们放肆！在刑部死牢，这压根算不上刑罚，穆老夫人该知足才是。将她拖走。镇南王老夫人呢？她已经招认了，现在轮到你了。不可能！穆老夫人不信我说的，府上大老爷和三老爷的话总该信吧？大老爷脸色铁青，三老爷面如死灰。怎么会招认呢？招认了，只有死路一条啊！没一会儿，就听到老夫人的声音传来：我没有招认，是你们给我下药。说说，你是怎么害死先镇国公老夫人和季氏夫人的吧？死到临头了，老夫人还叫着冤枉。坦白承认，还能少吃点苦头。你执意不招，休怪我对你用酷刑。老夫人不说话，所有的态度都放在脸上。用夹板。狱卒拿了夹板来，老夫人拼命挣扎，可惜她奈何不了狱卒，10根手指穿在夹板里，用力一拉，老夫人疼得歇斯底里，满是皱纹的额头上冷汗往外涌。说还是不说？老夫人不说话，狱卒继续用力，老夫人疼晕过去，又被水泼醒，双腿用夹板。还不招的话，就再尝尝铁烙的滋味。炭火烧得通红，铁块仿佛是块红玉。我招！老夫人趴在地上，只听她惨笑一声，陷入回忆中。
那年他才13岁，而先镇国公府老夫人已经及笄了。镇国公府登门求亲，老国公也去了。她们姐妹躲在屏风后面偷看。她从未见过那么俊美的男子，仿佛9天之上的皎月。长姐一眼便相中了他，10里红妆，凤冠霞帔，风光大嫁。她常去镇国公府陪长姐，为的只是能看姐夫一眼。可是嫉妒让她发狂，她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她在长姐生产的时候给她下药，让她血崩而亡。新生的婴孩难养，穆家不会放心让别人来养这个外孙，穆家一定会干涉老国公续弦，从穆家挑选适龄的女儿嫁过去，她是最合适的。只是老国公才刚没了嫡妻，无心续弦一事，穆家也没法逼他娶。老夫人在等，只要老国公不娶，他就有希望。可是老国公娶了，但那个人不是他，老夫人再一次动了杀念。只是没过多久，那女子就怀了身孕。她借口探望大老爷，时常去镇国公府，她再一次得手了。穆家见老国公浑浑噩噩，上门找他谈心，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老夫人嫁了，她出嫁那天没有圆房，老国公在祠堂里陪着2块牌位坐了一夜。这么多年，我除了拥有荣华富贵之外，何曾得到过老国公半点真心？穆老夫人站在那里，围观了老夫人被审问的所有经过。你是现在招，还是上过刑罚后再招啊？老夫人都招认了，她能不招吗？刑部尚书追问毒杀王爷生母的经过，把大老爷牵扯了进来。那时候的大老爷还不到2岁，被老夫人利用。一块有问题的糕点经过大老爷的手递给王爷生母，才导致他死在产房内。那块糕点是穆家做的，穆太夫人没了，但穆家还在，其他人未必不知情。案子审问到后半夜，楚墨尘是飞檐走壁回的沉香轩。等他沐浴更衣回屋，明媛抱着被子睡得香甜。楚墨尘看着他，心里充满了感激，拥着他沉沉睡去。第二天天麻麻亮，他掀开被子就看到床上点点红梅，想到楚墨尘走之前凑到他耳边说等他回来，如果回来晚了他就来硬的，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圆房。明媛脑袋嗡的一声炸响，脚一踹，直接把楚墨尘踹下了床。出什么事了？色中恶鬼。我怎么就是色中恶鬼了？明媛指着床上的红梅，楚墨尘眉头拧成一团。就算圆房，我不可能一点反应没有。那这血迹……怎么不说话了？不好意思，我来癸水了。又是癸水。楚墨尘脸一哏，从牙缝蹦出来几个字：不该早走了吗？那个，我每个月都会晚几天。楚墨尘牙关咬紧，从他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来啊？怀孕啊。那就怀孕吧。大姨妈只逗留7天，怀孕可是10个月不止啊。雪雁守夜，明媛叫唤她，雪雁便进来把床单换了。老夫人认罪了。都进了刑部大牢，难道还会给他机会出来吗？那大老爷呢？长房杀你，大伯父一口咬定是老夫人指使，派人杀父亲的事他拒不认罪。那封信他们很清楚是要除掉王爷和他，但纸条上写得很模糊，真算起来并不足以定罪，还需要另外的罪证。大伯父既然进了刑部，他不死也得脱掉几层皮，就怕大哥心软求父王。世子妃，大老爷、大太太死了。谁死了？大老爷和大太太都死了。他们怎么会死？不知道，刑部只传回来了大老爷和大太太的死讯，其他的没说。难道是有人杀大老爷灭口？是陈国公派人杀的，还是晋王派人干的？绝对是他们。杀王爷绝对有他们一份，怕大老爷供出他们，所以痛下杀手，完全有可能。明媛没有什么食欲，丫鬟把饭菜摆上桌，她看都没看一眼，就带着喜儿和雪雁去了前院。出什么事儿了？大老爷的尸体不见了。哎，真是大白天活见鬼了！
我们明明把府上大老爷和大太太的尸体一起搬上马车的，怎么会不见了呢？怎么这么早就把他们的尸体送回来了？仵作验尸说他们是服毒自尽的。一般刑部大牢内自尽的尸体都会直接送去乱葬岗，免得留在死牢发臭。只是这毕竟是镇南王府的大老爷和大太太，岂能真随便拉去乱葬岗？这不就给送回来了？马车跑得并不快，更不会把大老爷颠簸下来。就算真颠簸下来了，路上人来人往也不会不叫住他们。我找过了，路上没有尸体，也没有人瞧见有尸体掉下来。街上的路人都八卦得很，这样的事一旦发生，一会儿就会传遍整条街。明媛可以确定大太太是中毒身亡的，但大老爷的尸体为何无缘无故失踪？莫非大老爷压根就没死啊？那毒药哪儿来的？衙差哑然。一般犯人押进大牢后都会被搜身，穿上监牢里统一的囚犯衣服，应该不可能藏毒才是。看来大老爷是真的假借中毒身亡，逃了，专门挑了个刑部尚书上朝不在刑部的时候身亡，这时间拿捏得真好。我去刑部一趟。可惜等他骑马赶去刑部已经晚了，刑部仵作已经死了，王爷就在刑部。刑部尚书面色冰冷，大理寺卿赶来，他身后跟着大理寺的仵作。李仵作小腿肚子上有一针孔大小的伤口，应该是中了暗器，毒发身亡。仵作禀告完，用刀划开李仵作的小腿肚子，用镊子把小短针给夹出来。李仵作家中没人，据李里说，昨儿半夜来了一群人，把李仵作的妻儿都抓走了。你怎么来了？世子妃怀疑大老爷是假死，让我过来看看。王爷，现在该怎么办啊？王爷眸底晦暗莫测，他过不多久就要去战场，留下大老爷在京都暗处，他就是去了战场也不会安心，必须将他找出来。王爷准备进宫一趟，结果他才出刑部，宫里就派人来宣他了。皇上急召我入宫，出什么事了？荣王世子中毒了。中毒？今天是荣王世子准备回北越的日子，皇上会在宫中设宴给他饯行。王爷还打算让楚墨风带人护送荣王世子回京，怎么会在这时候中毒？荣王世子情况如何？先前行宫派人来传话，说是荣王世子吃了早餐没多久就吐血晕倒了。行宫的人叫了太医，具体情况如何还不知道。皇上先别急，我去行宫看看。朕听说府上大老爷的尸体丢了，怎么回事？应该是假死逃了。回了一句，王爷转身离开。和两国交战相比，所有的事都是小事了。荣王世子情况如何？查不出中的是什么毒。王爷，北越和东陵的事你应该知道了。我们王爷当年受过云虚郡主庇佑之恩，对大景朝心怀感激，吴越两国交战，以致生灵涂炭。可我们世子被送来大景朝做人质，在快要回去的时候被人下毒，导致昏迷不醒。消息一旦传回北越，两国必起兵灾啊！我知道，我不会让荣王世子出事的。我们实在解不了荣王世子之毒，不知道世子妃有没有办法？回府接世子妃来。楚总管领命退下。世子妃，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恒芜院门口跪下了。他们跪下做什么？三少爷请王妃给大太太设灵堂，王妃不见他们，三少爷就在院门口跪下了。屋外是楚墨行在求，屋内楚墨风也在求王妃。长房不只要杀王爷和辰儿，连你都要一并除去，你还要替长房求情。我只想报长房最后的养育之恩。养育之恩？说当年你没有被偷梁换柱，在母妃和你父王膝下，难道还比不上长房？楚墨风刚回到他膝下，又是第一次开口求他。王妃很想答应他，但是他实在做不到。明媛，你来说说这事母妃该怎么处置为好？让大太太的尸体就摆在王府门前确实不妥，但母妃厌恶长房，大少爷应该不会为难母妃。事到如今，王府三房是很难同处一个屋檐下了，这话事多，分家怕是做不到。
我看不如暂时从宫中挑一个院子，先安置长房，让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去处理大太太的后事。大老爷如果感念长房抚育之恩，也可以去上香。这样安排，王妃很满意，楚墨风也无话可说。就这么办吧。外面，楚总管快步走进来。出什么事了？北越荣王世子重度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王爷让我来请世子妃去行宫一趟，让晨儿护送你去。明媛进荣王世子寝殿的时候，他正在吐血。他和荣王世子第一次见是在花灯会上，不小心撞了他，后来是在宫宴上，这是第3回。明媛走上前给他搭脉，他的脉象紊乱，中的是剧毒。情况如何？不容乐观，3天之内不解毒，必死无疑。世子妃能不能替荣王世子解毒？我只有3成把握，最稳妥的方法还是找到下毒之人，拿到解药。下毒之人就在行宫内。这好办，当初你是怎么救你大哥的？如法炮制。如果荣王世子救不活，这些北越使臣也没有活的必要。镇南王世子想做什么？行宫里的人想要杀荣王世子，不必等到今天。使臣一来，在行宫里住了一夜，荣王世子就病倒了。我不信是巧合。明媛和楚墨尘想的一样，他站起来，让丫鬟帮荣王世子宽衣，然后帮他施针，把毒血逼出来。一半毒血他带走，另外一半倒在木桶内稀释，使臣一人1碗。两国相交，不斩来使，给他们灌下去。荣王世子能活3天，是我们不遗余力的救他，替他延1天的命。而你们如果没有解药，挨不过2天。使臣们一脸必死无疑的表情。荣王世子身边一直不离人，若是通过气体下毒的，那不可能只是荣王世子一人中毒，他的衣服上没有毒，应该是通过吃食。可吃的东西都没有。荣王世子2年没有回北越了，北越使臣虽然此番是来接他回去的，但我想不可能不带点北越特有的糕点吧。我们确实带了荣王世子最爱吃的糕点来。北越护卫去把剩下的糕点拿来，明媛挨个的检查，没有毒。但这些糕点没毒，不代表荣王世子就不是吃这些糕点中毒的。这些糕点都是毒分的，在其中一个里面下毒就成了。不可能，世子只吃了半块糕点，另外半块进了柳大人的肚子。为什么只吃半块？柳大人怕糕点有问题，他先吃了半块，世子再吃另外一半的。这柳大人倒是忠心耿耿啊！护卫世子周全是我等职责。连北越带来的糕点都害怕有毒，严加防范。对行宫准备的吃食那就更甚了。那为什么你们荣王世子还是中毒了？这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好一句防不胜防。我让晨儿送你回府。我先不回王府，我留下来等荣王世子毒性稳定些再走。王爷把行宫交给楚墨尘，让他照顾好明媛，他则去了军营。如今楚墨风回到王爷膝下，虽然还没有更改族谱，但王爷已经认定楚墨风就是他儿子了。这不，他让人把楚墨风叫到军营，正是向手下的将士介绍他的嫡长子。世子妃，那些使臣毒发了。明媛起身往外走去。救我！他们所中之毒毒性霸道，但因为稀释过，所以毒发没有直接吐血晕倒。明媛走过去给他们挨个的把脉，等给柳大人把脉时，柳大人手扶开明媛。我们和世子爷中的是一样的毒，镇南王世子妃要我们陪世子爷，又何必惺惺作态？其他使臣都让我把脉了，唯独柳大人你不让我把脉，还对我言辞犀利。你不是对荣王世子是最忠心耿耿的吗？甘愿陪他一起死吗？柳大人一口银牙险些咬碎。来人，把他摁住。脉象稍微有点起伏，但绝不是中毒的脉象。是你自己把解药交出来，还是我派人去搜？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的嘴能撒谎，脉象可不会。听到明媛的话，赵院正赶紧蹲下给柳大人把脉。他没有中毒。他明明服下了毒药，这么多人看着呢，也没有服下解药呀。我明白了，
刘大人事先服过解药，所以毒药对他不管用。快把解药交出来！柳大人面如死灰，他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柳大人不会是在等荣王世子承诺不杀你，你才交出解药吧？柳大人惨笑一声，事到如今，荣王世子的承诺管什么用？毒害荣王世子，他就算肯承诺不杀他，将来也有的是人替他动手。你问他们，此番来大井，哪个不是做好了必死无疑的心理准备来的？只有一颗解药，我已经服下了。不用明元动怒，那些北越使臣就想活剐了柳大人。只要柳大人肯交出解药，我大景朝出面保你。明元做最后的试探，柳大人微微一愣。镇南王世子妃，你不必在我身上下功夫，真的只有一颗解药。那毒药呢？可还有？毒药也没有了，药瓶子我给扔了。扔在哪儿了？我扔在驿站的房间角落里。是哪个驿站？柳大人盯着明元，最后还是如实道：距离京都40里的驿站。让人去把药瓶捡回来。我这就去。拿到药瓶，你能调制出解药吗？能多2成把握。世子妃，药瓶拿回来了。拿张纸来。雪雁取了张白纸，明元打开药瓶，轻轻把瓶子扣在白纸上。哎，怎么才这么点啊？别小看这么点粉末，足够毒死2头牛了。楚墨尘见不得明元太劳累，过去审问北越使臣柳大人，可不论怎么审问，都没法从他嘴里问出点有用的消息来。虽然毒不是明元下的，但明元的确多了几分压力，以至于夜里睡不安稳，半夜点灯看书。只是翻了一夜的医书，收获寥寥。大景朝和北越互通往来不多，大景朝的太医对北越的毒草没有什么研究，医书帮不上什么忙。反倒是苏家关于毒药的书还要多几本，再加上魏明城的聪慧，他张贴告示悬赏，重赏之下，几种北越独有的毒草浮出水面。到了第3天早上，明元一身疲惫地迈步进了荣王世子的寝殿，喜儿端着托盘跟在后面，托盘里摆着一碗药。见明元走进来，荣王世子眼底泄出一抹光芒。喝过。我手没力气抬了，你喂我喝。外面楚墨尘走进来。你乏了，我来喂荣王世子吧。楚墨尘把药递到荣王世子嘴边，荣王世子眉头皱了皱，倒也没说什么，把药喝下。只是服下没多久，荣王世子就疼得面容扭曲，在床上打滚了。明元刚要靠近床边，荣王世子一口毒血喷出来，人晕了过去。他赶紧给荣王世子把脉，事关2国百姓，明元的手都有些颤抖。毒解了。楚墨尘松了一口气，明元累了快3天，总算是没有白费。其他北越使臣服下解药后，也都和荣王世子一般。北越使臣浑身无力，还跪下来向明元道谢。道谢就不必了，我若是解不了你们的毒，你们应该做鬼也不会放过我。北越使臣一脸尴尬。我们要几天才能恢复如初？至少要10天。北越使臣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好。再耽搁10天，不知道荣王能不能扛得住。而且此番回京，路上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凶险。那就等养好身子再启程吧。也只好如此了。但愿荣王能身子痊愈，否则我等岂不心愧难安？这几日没好好吃，多吃点。这几天在行宫，我也没顾上问王府的事。老夫人他们是怎么处置的？老夫人供认不讳，当判斩立决。只是父王觉得这么砍了他太便宜他了，决定明年开春再砍他。那穆老夫人呢？穆老夫人的罪名没有老夫人那么清晰，但她和我亲祖母的死也脱不掉干系。刑部说她是帮凶，会和老夫人一起被斩首。刑部大牢阴暗潮湿，老夫人和穆老夫人有养尊处优，受不了那份罪，只怕扛不到明年开春，就死在刑部大牢了。刑部狱卒会好好招待他们的。这几天父王腾出时间，会修改族谱，把老夫人贬为妾室。被老夫人夺了性命，霸占了30几年的荣华富贵，只是最后折磨她几个月，贬为妾室，真是太便宜她了。不过老夫人和穆老夫人得不到多少报应，
三老爷和穆家这些后辈，将会用一生来替他们赎罪。皇上查抄了穆家，除了一点祭田，所有的家产都充入国库。穆家3代不得入朝为官，三老爷被贬了官职，这只是明面上的。如今的三老爷还被关在刑部大牢里，并未放出来。那些狱卒打断了他一条腿，这辈子只能坐轮椅了。北岳使臣走进来，荣王世子把帕子往枕头下一塞，可惜那方淡蓝色的袖帕并未瞒过使臣的眼睛。世子爷身子如何了？好多了。镇南王世子妃的医术奇高，实在令人惊叹呐。只可惜名花有主，不然和我们世子爷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王爷病得古怪，太医一直找不出病因，服下的药总不见效。要是我们北岳有镇南王世子妃这般医术高超的大夫，或许王爷不会病危。大景朝皇帝狩猎是哪一天？原定计划是在半个月后，现在东陵和咱们北岳结盟了，不知道还会不会狩猎。只要我们还没走，就会。世子爷怎么这么笃定？大景朝皇帝会用沉稳和随意来告诉百姓，也告诫我北岳，大景朝胸有成竹，不惧一战。等狩猎过后，我们再启程回北岳。可王爷的身子骨……父王病了大半年，时好时坏，我相信他会坚持到我回北岳。何况父王没了，朝廷要办丧事，3个月之内安南郡主没法出嫁，他们会留住父王的命的。